随着一道亮光一闪而过，那是无比恐怖的禁忌武器与大地接触所发出的光芒。苏美尔遭受了毁灭之灾，那一瞬间，一切生命都变成了死亡。伟大的神恩基召见了超血缘恩杜巴萨尔，看着站在大厅的恩杜巴萨尔，恩基毫无表情地说道：“我感到无数沉重的灵魂压在我的身上，苦涩的哀叹充满了我的内心。土地一片荒凉，苏美尔已经被摧毁。”尸体堆积如山，邪恶之风，巨大的灾难毁灭了人民和所有土地。河流中一片死寂，纯净闪耀的水变成了毒药。死亡是唯一的气味，这里再也没有任何生命，只有风在咧咧作响。高大而宏伟的寺庙像是在述说着一个被神明抛弃的孩子。再没有神圣的命令，权杖和王冠早已不知所踪。在两条伟大的河流岸边，曾经茂盛而充满生机，现在只有野草随风摇摆。人类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这就是末世吗？令人悲伤的是，曾经有一座神明和人类共同的家园城市，如今只剩下残根断壁。恐怖的毁灭之手从西到东抚摸着每一座城市。那是一阵邪风，在遥远的平原上诞生的风暴。一场恐怖的灾难正行驶在他的命运轨迹之上，它如同洪水般肆虐，但不是水，而是带着毒的空气。这里没有运气，命运决定了一切。伟大的神明们神态各异地看着这一切，因为罪魁祸首就是他们。恩利勒和宁胡尔萨格竟然默许了这一切。恩基曾祈求停止一切毁灭，他日夜不停地争辩，但都是徒劳。没想到尼尔加尔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使用禁忌的武器向平原释放了巨大的毒素。如今他们痛苦地哭泣着，没有人能预测到那从西方而来的毒风会传到东方。神明一个接一个地逃离了他们的城市，他们的神殿变得空无一人。恩基无法阻止那股毒云奔向埃利都，无法阻止这场巨大的灾难，只好带着他的妻子离开了这座城市。在邪风到达尼普尔之前，恩利勒和他的妻子便坐着飞船匆忙离开，才幸免于难。在乌尔城，南纳尔向他的父亲恩利勒祈求帮助，但恩利勒却说，即使是他这位掌管命运之神，也无法阻止他。南纳尔和他的妻子宁加勒也不得不离开乌尔。对于那些听恩基对苏美尔的悲叹的人来说，
大洪水是命运的一部分，但是大灾祸、死亡之风并非如此。这是一项主神们的决策，而非命运。这是为了针对恩基的长子马尔杜克制定出来的。在世界的中心巴比伦，恩利勒的长子拿起武器站了出来，并组建起了一支军队。在阿努纳奇的议会中，争论不断且日益激烈。恩基一直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并强烈主张马尔杜克的时代已经到来。但宁吉什奇达，恩利勒的孙子认为天空预示着其他的迹象。恩利勒知道他心中无法原谅马尔杜克对他犯下的错误。恩利勒的长子南纳尔也同样无情。于是，这些伟大的神祇一个接一个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争论非常激烈，胡言乱语在四处传播，谁也不让步。指责和讽刺在阿努纳奇最黑暗的角落中肆意增长，连圣女伊南娜也快要崩溃了。她要求对马尔杜克谋杀自己心爱的丈夫杜穆齐德的行为进行惩罚。最终，尼努尔塔大声吼道：“只有用武器才能阻止马尔杜克。”恩利勒的长子勃然大怒，当然，愤怒的神不仅仅是他。实际上，整个会议上讨论的是不允许马尔杜克先于其他人获得最强大的竞技武器。冥界之主尼尔加尔也要求使用竞技武器。他说：“让古老的竞技武器来摧毁一切吧。”恩基感到深深的悲伤，他无法理解自己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取而代之的是沉默。而他的兄弟恩利勒打破了沉默，在众神的会议上宣布：“马尔杜克和纳布夺走了我们的财产，我们将剥夺他们的飞船在天空中的位置，降下神罚，将他俩烧成尘土。”愤怒的尼努尔塔说：“让我来一拳解决他们。”尼尔加尔发言道：“让我来摧毁邪恶者的城市，将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让我成为毁灭者。”恩基的妹妹神母宁玛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人类不能为我们的错误而买单，他们不能被消灭。正义者不应与罪人一同死去，这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阿努纳奇的问题不是人类的问题。”这时，天堂之父阿努宣布了他神圣的决定：使用竞技武器吧，让这个地方变成废墟，同时祈求人民原谅你们。恩利勒最后做出了决定，让尼努尔塔发动竞技武器，让尼尔加尔成为毁灭者，并告诉他们竞技武器的藏匿之处，每个人的隐藏之地，将一切都转化为尘土。这就是违背誓言的惩罚。恩利勒的两个儿子充满决心，傲然而行。竞技武器显露着无情和冰冷。阿努纳奇人回到了他们的城市，甚至无法想象，连使用竞技武器本身也会带来巨大的灾难。随着竞技武器发出无与伦比的毁灭能量，就像地上的破碎容器一样，誓言断裂了。就这是从前关于时光和竞技武器的故事。我必须说，在这之前是有一个开始，在这之后还有从前的时光。在那些古老的岁月中，阿努纳奇人从天堂降临到地球，并创造了人类。在这之前，地球上一片沉寂，没有神灵，也没有人类。那么，让我们一起回到所有历史的开端，揭开所有的谜团。这是一段关于行星尼比鲁的传说，那是阿努纳奇人的命运之石。尼比鲁是一颗轨道较宽、一颗红褐色的大行星，它绕太阳做着延伸的椭圆轨道运行。有时候，尼比鲁会陷入寒冷，而大多数时候都被太阳照耀着。尼比鲁拥有浓厚的大气层，这个大气层由不断的火山喷发提供其能量。在寒冷时期，大气层保留着热量，就像覆盖着整个行星的外套；在温暖时期，大气层保护着尼比鲁。在热期和冷期之间的中间时期，降雨增强，给湖泊和河流提供了持续的水源。这颗行星上覆盖着茂盛的植被，这些植被为大气层提供养分和保护，各种生命形式在水域和陆地上诞生。阿努纳奇人也是自然而然的诞生的物种之一，并作为永恒的种子繁衍。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努纳奇人繁衍增多，他们占据了山谷、平原和山脉，并建立起家园，民族文明开始崛起。不过，在这个时候，争执和敌对关系开始出现，第一场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战争随之而来。于是，植被变成了沉重的武器，文明变成了军队。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兄弟和兄弟之间展开了漫长而激烈的战斗。死亡和破坏席卷了北方和南方的土地，毁灭笼罩着整个尼比鲁。长时间的荒凉降临在了这颗行星上，并且不止一次、2次。和平的呼声迅速在各地响起，战争不得不停止下来，各个国家将团结起来，阿努纳奇迎来了统一。那么，这个统一的国王应该来自北方还是南方呢？最后决定，不管国王来自哪里，那么就会从国王的对立地区选择一位王后。这样，北方和南方将在国王和王后的形象中统一起来，丈夫和妻子成为一体，他们的子女将成为继承人，开创一支王朝。最初被选定的国王是一位来自北方的强大战士和指挥官，他被赋予 N 的称号，意为天上的。因此，重新建立起了秩序，法律和规章制度得到恢复。安统一了土地，修复了运河，建造了城市，并带来了文明的丰盛和秩序。他的妻子按照约定来自南方，被赋予了 An2 的称号。不久之后，他们诞生了3个孩子，其中第一个是安吉。即使后宫妃嫔无法给他生育子嗣，仍独自坐上了王位。因此，才刚刚开始的王朝在他去世后就中断了。下一位继位者是中间的儿子，虽然不是长子，但他被认为是合法的继承人。他获得了 Anib 的称号，意为中间之一，以证明他在兄弟中的地位。安尼布与妻子宁尼布结婚，宁尼布意为伊卜之女。他们共同育有一个儿子，名为安沙尔加尔，王位继承人，也是尼比鲁的第4位国王。他的妻子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基沙尔加尔。在他们的统治期间，科学研究成为了最伟大的遗产。在尼比鲁的大巡回中，国王安沙尔加尔确定了一个夏尔，他将一个夏尔分为10个部分，并宣布了2个庆典，一个是当尼比鲁靠近太阳时，另一个是在它离太阳最远和最寒冷的阶段。安沙尔加尔的意图是统一尼比鲁人民，在北方庆典和南方庆典的支持下，他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使所有人受益。在安沙尔加尔和基沙尔加尔的统治期间，夫妻法律、子女法律以及第一批部落的风俗习惯得到了确立并得到遵守。法律规定应选择一名女子作为正式妻子，这就是第一夫人，而根据法律，长子将成为父亲的继承人。不久之后，混乱、争议和战争就出现了。如果长子不是第一夫人的孩子，而次子又是合法继承人，那该怎么办呢？嫔妃们为安沙尔加尔生下了儿子和女儿，而过了一段时间后，第一夫人基沙尔加尔才生下一个儿子。根据法律，安沙尔加尔和基沙尔加尔的儿子才是合法的继承人，尽管他不是长子。基沙尔加尔有些愤怒，根据规定，我儿子作为第一夫人的孩子被剥夺了继承权，那就不能忽视双重的血脉。尽管来自不同的母亲，安沙尔加尔和我都是来自同一个父亲安尼布国王，因此我的儿子拥有我们父亲安尼布的双重血脉。让血脉的法则在继承中胜过婚姻的法则，让同父异母的儿子在继承中无论何时出生都能超越其他人。国王安沙尔加尔按照他的妻子兼同父异母的妹妹基沙尔加尔的建议做出了决定，尽管不是长子，他们的儿子被宣布成为下一任国王。血脉法则被采用作为继承法则，因此合法妻子和妾室之间的分歧也得到了解决。新国王被授予了安沙尔的称号，成为第5位国王。安沙尔娶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名为基沙尔。因此，即使安沙尔与妾室有了孩子，合法继承人仍将是国王和王后的儿子。在他的统治期间，农田的收获减少，水果和谷物失去了丰盛。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来越多。在这段时间里，国王将智者和学者们召集起来调查事情的原因。有些人说，曾经就发生过这种事件，现在又再次发生了。他们说，这就是尼比鲁的命运。又有人得出结论说，大气层出现了一个洞，火山不再像以前那样喷发，使空气变得更加稀薄，尼比鲁的保护屏障开始出现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下，第6位国王登上了王位。恩沙尔是他的名字，他是安沙尔和基沙尔的儿子，意为夏尔的崇高大师。恩沙尔勤奋学习，
努力在其他行星和大气层中寻找答案，并且他以祖先的名字给这些行星命名。恩沙尔将靠近太阳的地区命名为锤状手镯，并宣称该地区受到多个小行星的保护，防止入侵者的侵犯。可问题并没有找到解决之法，恩沙尔继续学习并寻找拯救之道。然而，从一个沙尔到另一个沙尔，洞口越来越大。学者们不停地在会议上讨论各种情况，心急如焚。有人提出尝试人工刺激火山产生新的喷发，不过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实施。洞口越来越大，让人感觉这像是一种诅咒。大地开始干涸，风更加猛烈，泉水也不再涌出。于是杜尔登上了王位。他是国王的儿子，但不是王后的儿子。恩沙尔娶了尼恩沙尔，但他没有给他生育子嗣。然后其中一位妃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于是杜尔执掌了尼比鲁。杜尔没有双重血脉，也因此他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杜尔选择了一位并非根据种子法则同父异母的正妻，这是出于爱情的选择，规则被打破，混乱已经发生了。在皇宫里，子女们不再是继承人，妻子们也不再是同父异母的姐妹，甚至连国王的继承者都没有。皇室的混乱像尼比鲁大气层中不断扩大的洞口一样，蔓延到了远方。绝望的杜尔作为安的第7代子嗣，与他的妻子多鲁决定收养一个男孩。他们给他取名为拉玛，并宣布他是合法的继承人，随后成为国王。拉玛与他的父亲杜尔不同，并非统治者的后代，而且像皇宫困扰一样，尼比鲁的问题越来越多。贤者和学者苦思冥想之下，最终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黄金，黄金！他们喊道。如果将黄金研磨成细粉，悬浮在空中，就可以填补裂缝，提供必要的保护。有贤者说，黄金在锤状手镯地区有丰富的储量。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建造宇宙飞船。另一群人建议使用竞技武器，向火山发射导弹，以刺激他们的活动，但拉玛没有采用这个意见。然后，尼比鲁度过了一个夏尔，然后又一个夏尔。食物和水变得稀缺，冲突开始蔓延到整个王国。在皇宫里，贤者来来去去，但国王只听从他的妻子拉哈玛的建议，而不听从顾问和贤者们的意见，颇有纣王的风范。应该说，纣王学的拉玛。第3和第4沙尔过去了，如果按地球时间计算，是14400年。让我们为万物的创造者祈祷，与其采取行动，不如向他恳求。这是命运，拉哈玛劝告道。但是人民、贤者和顾问们都绝望了，文明即将毁灭，是时候必须采取行动了。考虑到国王的不作为，加上人民的抗议声，一位王子拿起了武器，在皇宫内部爆发了一场叛乱。他宣布他会拯救这一切，拯救这个将要毁灭的王朝以及他的子民。这位王子的名字叫做阿拉鲁。拉玛不再是国王，从现在开始，我将成为国王。其他王子们纷纷跟随阿拉鲁，一场追逐在宫殿内展开。最终，在塔楼上，阿拉鲁找到了拉玛，两人展开了一场生死战斗。勇士阿拉鲁胜利了，并宣布自己成为了国王，彻底摧毁了之前的继承法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时代。问题很明显，拉玛至少是安的一代中的养子。然而，阿拉鲁又是谁呢？阿拉鲁既不是合法的继承人，也不是长子，但他辩称自己拥有皇室的血脉。7位审判者召见了阿拉鲁，需要给他们一个答案。然而，让人震惊的是，阿拉鲁竟然是天神安的后代。这里我要为大家解释一下关于阿努纳奇皇室的种子问题。在千百万年前，安沙尔加尔和他的妻子基沙尔加尔的统治期间，确立了种子法。首位受益于这一规定的国王是安沙尔，他是国王安沙尔加尔和他的妻子基沙尔加尔的儿子。在安沙尔出生之前，安沙尔加尔与一位妾室早已有了一个名为阿兰的孩子。也就是说，阿拉鲁王子拥有着那位现在已经去世的王子所没有的皇室种子。种子法是毫无意义的，阿拉鲁说道。这是一项为了从真正的继承人安沙尔加尔的长子阿兰手中篡夺王位而制定的法律。阿拉鲁是真正的皇室后裔，
7位审判者考虑了阿拉鲁的话，并将此事提交给了顾问议会。他们查阅了历史记录，但是并没有阿拉鲁的名字出现。议员们一时间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就要求阿拉鲁发誓以生死为证。于是，阿拉鲁被封为尼比鲁的第9代国王。这个决定很快就被传达到了王国的各个重要机构。这时，一位王子提出了异议，他声称自己是安的后裔，神圣的种子存在于他的身上。他的名字叫阿努，安的种子保存在他的身上，他没有在任何妃子身上被稀释。他展示了每个家族谱系的证明。随后，很多墙头草的人纷纷改口说让阿努成为国王，但也有的人非常谨慎，承诺中立。阿拉鲁被召唤来，他张开双臂，接纳了王子阿努，并提议道：“我们来自不同的血统，但我们都有王室的种子。我们将一起恢复尼比鲁的盛世，让我保留王位，你成为继承人，让阿努成为王子，让你的儿子与我的女儿结合，统一继承人。”阿努的目的达到了，欣然同意了阿拉鲁的建议。随后，阿拉鲁下令建造更多的宇宙飞船，去垂粉手足地区寻找黄金。但据报道称，没有一艘船能从那里安全。阿拉鲁下令，那么发射禁忌武器，让尼比鲁的火山活跃起来，一切如期进行，山岳摇动，山谷震颤，但雨水还是一直降临，风是越加的猛烈。皇宫中，阿努被当作阿拉鲁的敌人对待，而不是按照他作为王子的身份。城市中，尼比鲁的人民不再崇拜他们的国王，阿拉鲁带来的只有后悔，而不是救济。然而，他依然坐在王位上，直到第9次下来，阿努向阿拉鲁发起了挑战，这是一场比拼原实力量的比赛。就在那时，阿拉鲁屈膝倒地，他在搏斗中被击败。成王败后，阿努成为了新的国王。阿拉鲁因害怕自己的死亡，害怕他像他前任的命运一样，他曾是前任的对手，所以他选择从人群中逃离，通过关系找到一艘带有发射装置的天体飞船。进入飞船后，他点燃了所有的空间引燃，毫不犹豫地离开。没有人知道，阿拉鲁乘坐一艘天体飞船逃离了尼比鲁，前往一个遥远的星球。在尼比鲁，他注定要被放逐，并且肯定很少。阿拉鲁安全地坐在天体飞船中，注视着尼比鲁的形象。那是一个悬浮在虚空中的巨大球体，即使火山喷发的火焰变得微弱，但它仍然闪烁着充沛的光芒。它庞大的充实感辉映在天空中，美不胜收。阿拉鲁扫视着天空，欣赏着赐予他生命的美丽行星，注视了一会，就控制着他的天体飞船，转身面向了辽阔的宇宙，将尼比鲁留在了背后。一边是黑暗的宇宙，另一边是消失在无垠的黑暗海洋中巨大的火山喷发。那些国王恩沙尔曾经研究过，并以祖先命名的世界和大气层变得清晰可见。小加加也被称为冥王星，向阿拉鲁献上了欢迎之礼。顺着航线，阿拉鲁找到了以安之名乌拉诺斯天王星，一颗蓝色而闪亮的星球。因其纯净的水域，让它绽放出湛蓝的光芒，意味着这是一个好的开端。阿拉鲁在这美景中停住片刻，随后继续前行。然而，阿拉鲁的命运却走上了天上的第一王子安沙尔的道路。环环如诗，美丽而辉煌。阿拉鲁欣赏着这美丽星球的环，它后来被人类命名为土星。但突然间，一种不祥的征兆在他的心头蔓延，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下来，他的整艘宇宙飞船顿时陷入寒冷的暮色之中。那是巨大奇沙尔木星，旋转的风暴混合了不同的颜色，占据了整个星球，仿佛在挑衅着什么。这让阿拉鲁在广袤无垠的天空中迷失了方向，甚至在某个瞬间，他都无法感知自己的存在。当阴影过去，光亮渐渐充满阿拉鲁的双眼，他恢复了意识，试图恢复对自己身体的控制。然而，他全身颤抖，死亡的恐惧降临到勇士阿拉鲁的心头。那是锤痕手镯，一群岩石和石头聚集在一起，仿佛没有亲人的孤儿。第6代国王恩沙尔曾说过，这个地区被这个巨大的小行星带所保护着。
之前所有尝试穿越该地区的阿努纳奇人都失去了性命。岩石吞噬着来自尼比鲁的探测船，就像野蛮而饥饿的狮子一样。阿拉鲁能感受到每一艘经过的阿努纳奇船只被吞没的情形。时间紧迫，但勇敢的战士阿拉鲁必须振作起来，他不会轻易放弃。他知道，如果这个秘密是真实的，那么黄金将唾手可得，天堂王朝的荣耀即将到来。于是阿拉鲁与这些岩石展开了正面对决。他给飞船的伙食提供能量，向岩石发射了致命的导弹，巨大的冲击力让岩石们相互碰撞，将竞技武器投向太空。伴随着阿拉鲁的怒吼：“向你们的国王敞开大门吧！我是来自尼比鲁的战士阿拉鲁，有飞船、武器和导弹，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我。我的命运将是辉煌的。一个天堂般的王朝已经在向我招手。”仿佛施了咒语般，垂痕手镯敞开了，像一道门。阿拉鲁看到了一条穿过无边岩石的黑暗之路。这一刻，阿拉鲁感受到了他命运的荣耀。之前所有其他的阿努纳奇都在尝试中丧生了，但不包括他。阿拉鲁飞跃着穿过了天神们所称之为的第6颗行星，那是一颗红棕色的行星——火星。它的道路直指太阳。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颗行星被分成3个区域，被冰雪覆盖的顶部和底部，中间是蓝色和棕色。毫无疑问，这是第7颗行星，那就是传说中的鸡。阿拉鲁绕着行星飞行，观察着陆地和海洋，然后他打开设备，检查更深的地方。惊喜出现了，大量的黄金，金子就在那里，闪闪发光。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阿拉鲁喜极而泣，但很快就被恐惧所代替。如何安全降落呢？如果降落在陆地上，飞船可能会爆炸，然后它会尸骨无存；如果降落在水中，勇士可能将会沉入遗忘之中。似乎为时已晚，鸡的强大引力将他的飞船向下拖拽，机翼与大气层摩擦，发出火焰般的光芒。鸡的大气层像炉子一样，比尼比鲁的更细。星际飞船开始震颤，撞击似乎不可避免。阿拉鲁的心在剧烈地收缩着，带着一丝丝痛苦。然后一声巨响，飞船与大地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阿拉鲁陷入了昏迷中，完全无法动弹。没有任何尺度可以衡量时间，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英雄阿拉鲁恢复了意识，他竟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这是第一位阿努纳奇人来到地球的时刻，或者正如阿努纳奇人自己称呼的那样，机星。完全恢复意识的阿拉鲁看到自己的飞船坠落在干燥的陆地上，靠近广阔的沼泽边缘。于是，第一位来到地球的阿努纳奇人穿着一身鱼皮服和鹰头盔，打开了飞船的门。他观察着自己踏足的土地，并在新世界迈出了第一步，这也是代表着无上荣耀的第一步。阿拉鲁在沼泽地的水域中行走，他的身体开始颤抖，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激动。随后，他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孤独的旅行者，永远被流放在尼比鲁家园之外。在新世界，没有人接待他，也没有人陪伴他。阿拉鲁想起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王权与阿努的战斗所面对的危险，以及那个被称为垂痕手镯的区域。他永远被流放了吗？永远。阿拉鲁皱着眉头，焦虑紧紧地抓住他的胸口。他不得不返回飞船进食和喝水。此时，一种深沉的睡意降临，一种强烈的昏睡感使他再次陷入无意识的状态。阿拉鲁陷入了沉睡，他的思绪迷失在了历史和他所了解的世界中。当然，阿拉鲁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和准备，他曾经与伟大的神、智者、学者和指挥官们一起同行。如果你认为阿拉鲁只是这个故事中的配角，那么很显然你陷入了很大的误区。阿拉鲁从先祖安沙尔加尔那里学到了很多，了解天空、星际航行和自己。又在恩沙尔的指导下，他的知识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拓展。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了解了最初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正是让阿拉鲁前往垂痕手镯之外遥远星球的原因。那么，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在宇宙的起源之初，当时天空的众神还未诞生，下方的基地、大地尚未被命名，唯有阿普苏独自存在于虚空中，
这是最初的生育者。所有的一切都还没有产生，然后阿普苏喷出一股风，随着一声咒语落下，原始的水开始融合。在虚空的深处，沉睡的创造之母提亚马特成为了他的妻子。提亚马特是一个有丰富水源的天上之母。阿普苏任命木母为使者，并向提亚马特带去了一份独特的聘礼，一种闪亮的金属，永恒的黄金，只属于提亚马特一人拥有。两者混合了他们的水域，产生了神圣子女，就是不久前阿拉鲁所经过的行星。这个时候，尼比鲁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地球也还没有形成，锤痕手镯也不存在，全都没有。似乎命运的轨迹还没有开始，这也导致了提亚马特无法得到休息。于是他和阿普苏创造出了金古，并把他视为自己的长子，还将他的地位提升至于安。为了让金古获得自己的命运轨迹，提亚马特在他的胸前放上一块命运石板，并指示金古与众神战斗。此时，一个神被孕育了出来，他的名字就是尼比鲁，将永远被称为十字中心。他还带走了生命的种子，一个神圣的礼物。他漫无目的地在太空游荡中吸引着其他神。最后，尼比鲁成为复仇者，加入了军队，与他的兄弟们一起讨伐提亚马特。他找到了前进的道路，于是天界之战开始了。尼比鲁真面硬刚提亚马特，他用邪恶风暴袭击了提亚马特的内脏，数次攻击后，提亚马特成为了一具残破的尸体。提亚马特的力量消失殆尽，他的子女包括金古在内因恐惧而颤抖。新的战斗开始了，主宰夺取了命运石板，战斗又很快结束了。在战斗结束时，锤痕手镯拥有了自己的轨迹，其他的神也是如此。尼比鲁怀抱着生命之种，地球诞生了。金古注定要永远为地球带来光明，尼比鲁因此受到赞美。尼比鲁是太阳真正的儿子，在深渊中锻造而成，是最伟大的统治者。他将守护着天堂与地球的交汇处，正因如此，交汇点成为了他的名字。没有任何神明能穿越过这道屏障，命运将永远以一个沙尔的尺度来衡量。这就是初始的秘密，以及阿拉鲁所了解的众神之战。经过阿拉鲁再三确认，提亚马特的黄金来源真是这里。随着初始之谜的解开，真相开始显现。阿拉鲁醒来时，并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离开尼比鲁只是一个新故事，一个新时代和一个新世界的开始。阿拉鲁鼓起勇气站了起来，看到了他在尼比鲁从未见过的光辉——太阳。他用测量仪器检测了这颗行星的空气。好消息，它是兼容的。他打开了飞船的门，敞开了舱口，深深地呼吸着空气，毫无疑问地再一次证实鸡的空气是兼容的。然后阿拉鲁并没有穿防护服，来到了飞船之外。光线太亮了，太阳的光线让他不堪承受。阿拉鲁又不得不回去戴上面罩来保护眼睛，顺便装备了一把带收集器的枪。他走进沼泽，踏上了黑暗的土地。他用收集器测试了水质，但水很浑浊，暗淡而带有绿色，显然不适合饮用。不过，一个重要的细节引起了阿拉鲁的注意：河里竟然有鱼，很多的鱼。随后，阿拉鲁朝着山丘走去。他穿过茂密的植被，来到开阔的灌木丛，接着是长满果实的树木。他摘了一颗果实放进嘴里，味道甜美。踏着湿润的地面，他能感受到潮湿。随后又发现了一个静谧的水池。经过检测，好消息，水可以饮用，兼容的空气，可以食用的水果，可饮用的水源，表示这颗星球完全适合阿努纳奇人的生存。顿时，喜悦充满了他的整个身体。就在这时，一声嘶嘶声吸引了他的注意。阿拉鲁立马拿起枪械，寻找到声音的来源，果断地开枪射击。嘶嘶声消失了，声音的源头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这个生物有着凶猛的眼睛，头部很小，从嘴里伸出一条巨大的舌头，身体像绳子一样纤细，没有手和脚。它是一种爬行生物，但阿拉鲁不知道这具体是什么样的生物。他在尼比鲁上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难道他是这个水源的守护者吗？没有人回答他。阿拉鲁把这个生物留在了身后，找到回到飞船的路。在旅途中，
太阳的光线慢慢变暗，阿拉鲁感到惊讶。过了一会儿，太阳消失了，天空变得黑暗。黑暗寂静的环境让阿拉鲁有些害怕。还好，之前他收集了些水和水果。他一晚没合眼，当地平线上再次射出一束光时，一个巨大的红色球体升起，变成了白色，天空也随之明亮了起来。阿拉鲁感到非常兴奋，他站在飞船上，凝视着这个新世界的天空，陷入了回忆。旅途中的行星、垂痕手镯区域、星球机，还有金谷在黑夜中闪耀的光芒，他知道这是属于他的传奇。阿拉鲁决定休整一下，明天正式开始探索黄金。如果起源的秘密是真的，那么水域中一定有提亚马特的黄金脉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阿拉鲁就带着必要的装备离开了飞船。每到一个水域，他就会用探测器仔细勘探。果然，一切都不是谎言，他发现了黄金，地球上真的有黄金的存在。阿拉鲁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匆忙回到飞船，带着命运之板，将消息传向太空的深处，向着尼比鲁行星的方向。尼比鲁，请注意，我重复一遍，尼比鲁行星，请注意，这是你的国王阿拉鲁在向你们讲话。虽说是你们曾经的国王，阿拉鲁将他的经历传达到了尼比鲁。当尼比鲁的阿努纳奇人听到阿拉鲁找到黄金的消息时，都震惊了，希望重新燃烧了起来。是的，我在 K 行星找到了黄金。尼比鲁的命运现在掌握在我的手中。现在向你们的新国王俯首效忠，我的王权来自天堂。阿拉鲁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阿拉鲁存活的消息传到了尼比鲁的皇宫，并通过无线电通信传达了出去。国王阿努、顾问和智者们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都以为阿拉鲁已经死了。这不但没死，还带来这么天大的好消息。指挥官们迅速检查了所有的飞船，发现确实少了一艘。阿努考虑着他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他向阿拉鲁传达了问候。尼比鲁的国王阿努向你致敬，亲爱的阿拉鲁，你其实是没有必要离开的，我对你并没有敌意。如果你确实找到了黄金，那么尼比鲁将得到拯救，荣耀将再次到来。阿努的问候迅速传到了地球，阿拉鲁接收到了这一消息。阿拉鲁以好战的口吻迅速回答道：如果我要成为救世主，那么尼比鲁就必须配合我的行动，召集王子们到议会，宣布我是最高的统治者，让指挥官们把我当作他们的领袖，顺从我的命令，让我成为国王，让我的名字取代阿努的王位，让议会支持我的话语。反正就是尼比鲁所有的一切都是阿拉鲁的意思。阿拉鲁的话一传到尼比鲁，立刻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然，人们更关心的是阿拉鲁在哪里？他真的找到了拯救之金吗？这是不是一个诡计呢？其中一位年纪最大的顾问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曾是阿拉鲁的导师，我知道他知道起源的秘密。阿拉鲁了解众神之战，他拥有关于巨大水怪提亚马特和黄金脉络的消息。如果阿拉鲁真的突破了垂痕手镯区域，他的命运让他找到了第7颗行星，也就是我们所称之为鸡的行星。接着，一位王子发言，不能答应阿拉鲁的条件，灾难是他自己造成的，王位也是凭本事失去的。如果他真的找到了金子，就证明给我们看。况且，即使他真的找到了黄金，是否足够还是个问题呢？说话之神正是指挥之主恩利勒，他的话让全体成员沉默了片刻。恩利勒是阿努与合法妻子安图所生的儿子，这个意见传达给了阿拉鲁。这位首次抵达地球的阿努纳奇像下棋一样仔细思考了一番，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阿拉鲁同意并详细讲述了他的旅程和所经历的危险，从取样器中取出了他的水晶，将这些物品插入发射器以进行验证。在发送了证明之后，他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既然你们已经有了证据，就宣布我为国王，向我俯首称臣。阿拉鲁的话语严厉而尖锐，他要亲手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他们发现阿拉鲁的位置确实超出了垂痕手镯，这让智者们感到震惊。再次召开议会讨论此事，阿努的长子站了出来。他与阿拉鲁的女儿达姆加努纳结婚，被认为是
居住在水中的人，名字是伊亚。后来他被称为地球之主恩基。为了理解故事，我们将用恩基来称呼他。恩基的亲生父亲是阿努，通过婚姻关系，阿拉鲁成了他的岳父，其目的是为了团结各族。他说道：“让我来解决这场冲突，实现伟大的民族团结。让我作为阿努的使者，从阿拉鲁那里带走黄金，将其送往尼比鲁，并将宣布阿拉鲁成为地球上的国王。如果真的能拯救尼比鲁，就再次进行一场决斗，以确定尼比鲁的王位。”恩基的话是明智的，没神反对。阿努下达了命令：“那就这样吧。阿努会与阿拉鲁会进行一场新的决斗，胜者为王。”阿拉鲁很爽快地同意了，表示他在地球上会接待好恩基。时间紧迫，恩基迅速准备起来，他不会像阿拉鲁那样使用竞技武器来突破锤痕手镯，他将使用的是水。不过第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将水作为能源，那从哪里补充呢？就必须在飞船中储存足够多的水才行。因此，研究和准备工作进行了整整1个夏尔。阿拉鲁在地球上等的花儿都谢了。最大的天体飞船已经完成建造，目的地明确，并确定了命运石板，还选择了50名英雄参加这次任务。一切就绪，恩基虔诚地跪下，接受了父亲阿努的祝福。阿努说：“恩基，我亲爱的长子，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一路平安，安全返回。愿你的成功降临尼比鲁。”恩基又向他的母亲纳姆和妻子达姆加努纳告别，他是最后一个登上天体飞船的人。然后名为天堂智者的指挥官兼飞行员安祖将这艘庞大的飞船升上了尼比鲁的天空，任务开始了。这艘飞船恭敬地经过了向尼比鲁王权致敬的所有行星，直到遇到了可怕而最具有挑战性的锤痕手镯。经过仔细的计算和准备，通过喷射水流来清除行星带上的巨大岩石的方法可行，人们喜悦无比，但很快就变成了担忧。安祖发出了警报，为了在岩石之间开辟道路，水的使用量超标了，剩下的旅程将没有足够的水来供应飞船的能源。飞船来到拉姆面前，一颗后来被称为火星的红色行星。众神大喜过望，这上面有水。飞行员安祖熟练地减速，并平稳地降落到了一个湖边。恩基和安祖一起戴上他们的鹰头盔，降落到坚实的地面上。他们需要抽取湖中的水，进展很顺利。飞船补给完毕，天空巨人再次起航，目的地是地球。当他们接近地球并接收到阿拉鲁的信号时，他们看到了大洋和陆地与地球的2/3被冰雪覆盖，形成鲜明对比。随着他们的接近，他们注意到了地球巨大的吸引力。安祖再次绕行整个地球，寻找飞船的减速点和更接近地面的位置。最后，巨大的飞船安稳地降落在地球的一片水域上。老司机可比阿拉鲁强多了。此时，阿拉鲁的消息传来：“欢迎来到这片崭新的土地。”安祖驾驶着飞船驶向阿拉鲁的方向。“快点！”阿拉鲁说道，“抓紧时间。”显然他是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勇士们穿上渔装从飞船上下来，不过貌似少了恩基的那份。还好，这个世界对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危害。他在水中自由地游泳，能感受到水域比他想象中的要深得多。恩基一抵达岸边，阿拉鲁就迎上来拥抱着他说：“欢迎你，我的女婿，欢迎来到这个新的星球。”随后，勇士们陆续到来，阿拉鲁也纷纷向他们致意并表示欢迎。恩基对其他的阿努纳奇说道：“在地球上，我是指挥官。虽然我们走了很长的路程，但尼比鲁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这是一项关乎族人生死的使命。让我们马上开始工作吧。”安祖将这个好消息传达给了国王阿努。很快，天空变成红色、橙色，并逐渐变暗。阿拉鲁解释道：“地球上的夜晚要比你们想象的要长，大家伙都累了，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吧。”在新的一天开始时，恩基给一些阿努纳奇分配了具体的任务，让恩古尔负责淡水领域，让恩基姆杜负责水渠和堤坝，让恩比卢路负责沼泽地的指挥。在这6天里，阿努纳奇们勤奋的工作，期间建立了营地，修筑沟渠和堤坝，耕种庄稼。恩基为他的忠实顾问和专家们分配了具体的任务，
确保他们在新的定居地的方方面面得到照顾。古鲁负责监督食物的生长，确保作物在地球的环境下茁壮成长。恩基的侍从伊西穆德协助辨别和区分区域中的各种水果。其他的阿努纳奇，如库拉、穆什达姆、恩乌尔萨格和乌尔马什，也都有自己指定的任务。库拉专注于制作粘土砖，穆什达姆为他们将要建造的建筑结构奠定基础。恩乌尔萨格研究蛇类和爬行动物。为了了解当地环境中的重要性，乌尔马什观察和分类当地水域的动物和空中的鸟类。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阿努纳奇开始在地球上建立起一个运作良好的前哨基地，适应新的环境，并开始着手研究当地多样的植物和动物，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第7天，恩基宣布：“我们来自远方，走过漫长的旅程，建立了我们的营地，并对周围的一切进行了分析。让我们把我们的围墙建筑称为家外之家，并给它取名为埃利都，并且恩基兑现了他的承诺，任命阿拉鲁为埃利都的指挥官。”然后他补充道：“为了庆祝，让这第7天成为我们的休息日。每逢第7天，愿它永远成为我们的休息日。休息日一过，寻找黄金的任务就必须开始了。”恩基开始吸取沼泽水，连续进行了6天。在第7天，恩基和阿拉鲁观察着他们所收集到的金属，有铁，有铜，但黄金并不多。他们努力分离这些金属，在接下来的第7天休息。之后，在接下来的6天里，他们将装满和倒空水晶容器，以便在第7天数金属。然而，一番操作下来，黄金堆中的数量最少。看来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总比一点没有的强。在工作期间，恩基对着月亮筋骨表示敬畏。月亮和地球之间有着什么奇怪的联系？有什么天文迹象？于是恩基称满月的1周为1个月。他们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这些金属。恩基看着太阳，思索着降临地球以来所体验到的感受，将每6个月称为一个炎热季节，下一个6个月为一个寒冷季节。有冬天和夏天，恩基称之为地球的一个年份。在每年结束时，他都会统计所收集到的金子。由于金子的储量实在是令人担忧，阿努纳奇决定将他们的飞船沉没到水域深处，以寻找深处的金子。尼比鲁这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般，快要失去理智了。阿努询问金子的数量，但还不够，因此决定再等待一个夏尔，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随着在地球上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恩基利用船只的部件建造了一个飞行器。有了飞行器，恩基和阿布加尔就可以低空飞行，更好地观察和研究地球，这让恩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感受到尼比鲁上人们的忧虑，恩基向阿拉鲁提出了疑问：提亚马特的黄金脉到底会在哪里？黄金被渴望着，不仅如此，它是必不可少的。抗议声越来越高，阿努传来消息，把阿拉鲁的飞船修好，让他先把黄金带回尼比鲁。恩基从阿拉鲁的船只上拿走了竞技武器，并将其藏在一个遥远秘密的地方。安祖着手准备修复阿拉鲁的飞船，使其在夏尔结束后可以准备好前往尼比鲁交付黄金。没过多久，安祖发现竞技武器失踪了。这些武器既不能在天空中使用，也不能在陆地上使用，但是没有它们的话，穿越垂痕手镯是很危险的。阿拉鲁的飞船又没有喷射水的装置，没有武器就有无法返回的风险。然后阿布加尔站了出来，他愿意冒这个险。阿布加尔说：“我会把黄金带回尼比鲁。”天文学家们研究了最佳时机，然后阿布加尔带着所有的黄金离开了地球，前往尼比鲁。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充分意识到这次任务所涉及的所有风险。恩基和阿拉鲁都非常担心，而在尼比鲁上，人们渴望黄金到来的声音越来越高。尽管双方都满怀期待，阿布加尔作为中间人，承载着拯救的希望，不得不专注于他的旅程。毫无疑问，幸运站在他这边。阿布加尔操纵着飞船绕过拉姆，从那里获得了朝着尼比鲁发射的能量，才能穿过令人生畏的垂痕手镯。在广阔的太空中，尼比鲁的红色光辉伴随着大气层中巨大的洞穴，在无边无际的空间中闪耀。
阿布加尔经受住了大气层的炽热，巧妙地操纵飞船到达指定的着陆点。人群为这一英勇行为鼓掌并表示敬意。当飞船的门打开时，所有人热情地欢迎了阿布加尔。很快，黄金被研磨成最细的粉末，并散布到大气中。在阿努纳奇的议会上，阿努宣布救赎来了，救赎之金已经到达。尽管阿努的话语充满了荣耀和胜利，但人们之间的不安情绪很大。这真的有用吗？研磨成粉末的黄金能够促使大气中的裂缝闭合吗？答案是肯定的。裂缝正在闭合，皇宫中充满了喜悦。然而，由于太阳的接近，光线偏转了黄金，裂缝再次被打开。阿努下令让阿布加尔立即返回地球。尼比鲁还需要大量的黄金。阿布加尔与恩基在埃利都相会，并立即开始提取金子。然而，金子数量始终不足以满足尼比鲁星的需求。恩基和阿拉鲁讨论了这个情况，意识到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来获取金子。他们不能仅依赖地球有限的资源，他们需要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来完成他们的使命，拯救尼比鲁星。恩基和阿拉鲁日复一日地相互注视和交谈，他们两个都很好奇，他们的心都紧绷着。提亚马特的经脉到底在哪里呢？他俩思考这个问题很久了。恩基经常外出进行探索，他了解了地球上的山脉和山谷，但需要更深入的探索，直到找到经脉为止。他来到被海洋分隔的地方，地球的深处显露了出来。在那里，干燥的土地分成两半，在陆地底部形成了一个心形。这里拥有丰富的黄金储量，于是恩基将这个地区称为阿布祖，并将这个消息传达给了尼比鲁。于是又召开了一个新的大会，希望在各处重新燃起。除了需要进行黄金勘探，然而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获取这些黄金。在众神的会议上，恩基同父异母的兄弟恩利勒说道：“首先是阿拉鲁，然后是恩基。每个人都期待着救赎，从一个夏尔到另一个夏尔。但现在，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必须承担一项难以想象的任务。为了做到这一点，你们需要黄金矿脉的证据，还需要一个成功的计划。”在会议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就在这时，阿努站起来并做出了决定，让恩利勒去地球，让他收集证据并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恩利勒成了在地球新的指挥者，他的话语就是命令。于是恩利勒开始准备前往地球，由副官阿拉尔加尔陪同。恩利勒一到达地球，就被他的兄弟恩基热情地接待，兄弟间相拥相抱，表示热烈欢迎。然而阿拉鲁并没有那么热情，只是简单地表示问候。来不及休息，新任地球任务指挥官恩利勒下令组装小型飞船进行勘探。很快，他们就动身前往阿布祖。恩基和阿布加尔则在前面带路，而恩利勒和阿拉尔加尔则乘坐另一艘宇宙飞船跟在后方。到达之后，他们对阿布祖的土壤进行了测试，并发现了金子，但是土壤中夹杂着很多沙子和岩石。于是他们返回了埃利都。在埃利都，恩利勒宣布将开始实施一项新的任务。他向众人描述了一个伟大的计划：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员来增加采集金子的效率，建立新的定居点，埃利都也必须要扩大。到时候，恩利勒负责阿布祖，恩基则负责管理埃利都，安祖负责运输港口的指挥工作。通过这些分配，角色和职责变得清晰明确，任务可以在有组织和协调的情况下快速进行，并让国王阿努亲自来到地球上做出决策。于是大家一致同意了恩利勒的意见。阿努让自己的女儿监狱女神农加尔充当飞行员，和他一起前往地球。恩基接见了阿努的到访，当他看到他的父亲阿努时，他向他鞠躬，而阿努则拥抱着他说道：“我亲爱的儿子，我的长子。”随后阿努前往埃利都，在那里他受到恩利勒、阿拉鲁和其他的阿努纳奇的欢迎，他们现在成为了地球上的尼比鲁王室成员。恩利勒热情而尊敬地接待了他的父亲，阿拉鲁则有些犹豫，但也像对待一个朋友一样，为了向尼比鲁的国王表示敬意。当天举行了一场晚宴，
第二天，阿努前往阿布祖地区探索并检查金矿。他也看出提取金矿不容易，但这项难题必须攻破，因为这是尼比鲁的希望。恩基和恩利勒负责建造提取金矿的工具。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直到在埃利都举行了一次会议。恩基觉得还需要建造另一个营地，命名为埃丁野称伊甸。恩基负责管理，恩利勒就负责提取金矿的任务。不过，恩利勒并不同意，他认为这个计划不公平。恩利勒擅长指挥和计划，相较而言，恩基对于地球有更多的研究和了解。恩基发现了阿布祖，难道恩基就可以成为阿布祖的领主吗？恩基和恩利勒两兄弟激烈争论。阿努仔细倾听并思考着，恩基是长子，但恩利勒是他与安图，即女王所生的合法儿子，所以他也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此外，他必须返回尼比鲁，又因为埃丁和阿布祖需要管理者指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阿努决定让命运来做出选择。于是，命运通过运气做出了决定。阿努返回尼比鲁担任统治者，恩利勒成为埃丁的指挥官。恩基同意了这个决定，并接受了他的新头衔——地球之主。分工也很明确，恩利勒监督埃丁地区的营地，负责将黄金装上船只，指挥众神到达水域的边缘，而恩基则负责阿布祖和其资源。于是，两兄弟都有了自己的任务和领地。不过阿拉鲁就不同意了。当初不是说好了让他成为地球的管理者吗？恩基和恩利勒都认可阿拉鲁的主张，并承诺他们会实现当初的条件。阿努狡猾地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地球的统治权将由阿拉鲁和恩基共同拥有，阿拉鲁负责统治海外的土地，而恩基监管阿布祖。阿拉鲁和恩基互相拥抱，接受了新的安排。阿努向大家保证，胜利是属于阿努纳奇的。不过，阿拉鲁向阿努发起了挑战，这是当初说好的承诺，如果他胜利了，将夺回自己的王位。气氛有些紧张和沉重，毕竟外患都还没解决，又搞内忧。阿努虽然有些恼怒，不过他也知道这是必须解决，内部和谐统一才能让尼比鲁全力度过这次难关。于是，阿努和阿拉鲁进行了王位之争。众神仰望着这一切，期待着尘埃落定。王位的归属将决定尼比鲁的未来、领导和人民的命运。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两位尼比鲁的贵族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从他们的身上散发出野兽般的气息。没过2秒，阿拉鲁再次输掉了战斗，倒在了地上。阿努一脚踩在他身上。我赢了，阿拉鲁，你被打败了。但阿拉鲁面带着讽刺的微笑，然后他像一只野兽一样迅速地拉扯着阿努的腿，气势而上咬住了阿努的私处，并吞了下去。这个疯子！阿努惊愕地倒在地上。恩基急忙上前去救阿努，恩利勒则抓住阿拉鲁，愤怒地说：“让我来伸张正义吧！”不！恩基打断道：“正义已经得到伸张了，毒素已经在阿拉鲁的体内，他自己吞下了它。”阿拉鲁被关押了起来。阿努康复后，召集了审判的7人会议。阿努占据最高的位置，他的右边坐着恩基、安祖和农加尔，左边坐着恩利勒、阿布加尔和阿拉尔加尔。恩利勒，我们实现了我们当初的承诺，而阿拉鲁输了。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恩基向阿拉鲁问道。阿拉鲁有些不甘，这场战斗是为了正义，我已经失去了王位。恩利勒打断了阿拉鲁，而且你失败之后还犯下了可憎的罪行。恩利勒的裁决意见是死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恩基再次问道，毕竟这是他的岳父。阿拉鲁保持沉默，然后缓慢而平静地说道：“在尼比鲁上，我才是合法的国王，而阿努只是我的侍酒者。我统治了9个夏尔，直到阿努亲自坐在我的王座上。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我离开了尼比鲁，并找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我找到了拯救尼比鲁的黄金，而且在返回尼比鲁时，被承诺会重新获得王位。接下来，恩基来到了地球，根据约定，他会成为尼比鲁的下一任国王。接着，恩利勒声称自己应该继承阿努的王位，然后
阿努来了，用命运决定了结果，并欺骗了被宣称为地球之主而非尼比鲁之主的恩基。然后恩利勒宣布了地球的指挥权，并将恩基驱逐到遥远的阿布祖。我的心在痛苦中燃烧。然后阿努亲自将脚踩在我的胸口上，宣告了胜利。阿努面无表情地说道：“我在公平的战斗中击败了你，而你则咬断了我的男性器官，打断了我的血脉。”恩利勒说道：“被告已承认了罪行，对阿拉鲁的判决将是死刑，致死。”阿拉尔加尔说道：“死亡。”阿布加尔说道：“死亡。”农加尔说道。恩基则说，阿拉鲁吞下了阿努的内脏，死亡将会自己到来。而安祖提议将阿拉鲁囚禁在地球上，直到他的生命终结。阿努沉思了一会，然后他采纳了安祖的意见，决定让阿拉鲁在流亡中死去。最后，阿拉鲁和阿努乘坐飞船一同返回尼比鲁。在路途中，阿努将阿拉鲁流放在了孤独的拉姆，他将在这里度过流放中的余生。与阿拉鲁同行的还有安祖，在那里他会负责阿拉鲁死后的安葬工作。阿努回到尼比鲁后，让农加尔负责黄金的采集和运输工作。与此同时，在地球上，恩基和恩利勒也开始了各自的任务，监督黄金开采和定居点的建设发展，正式启动阿努纳奇在地球上的使命。而阿努也向安祖承诺，在下一次运输中会去拉姆接他，他将永远被铭记为英雄，安祖的名字会流传下去。他将在陌生的星球上经历并目睹其他人所未曾见过的事物，面对未知的挑战。作为一个流亡国王的伴侣，他的名字将成为传奇。如果到时候安祖还活着，将封他为拉姆的统治者，并会成为拉姆基地的指挥官。安祖感激地点了点头，表示感谢和同意，带上必要的物资和渔装，配备了鹰头盔。随后，飞船向拉姆出发，消失在地平线上。在长达9个夏尔的时间里，阿拉鲁一直是尼比鲁的国王。在地球上，他统治了埃利都长达8个夏尔。第9个夏尔，命运战胜了他，他将在拉姆的流放中面对死亡。在地球上，恩基请阿拉尔加尔负责埃利都的监督工作，然后他则前往阿布祖，在那里设计和研发能够穿透地壳、深入地下的技术设备。恩基将设计图纸发送回尼比鲁，由工程师们进行建造。恩利勒则在伊甸地区巡视活动，并为山脉、山谷、河流和平原进行编号。他在伊甸地北部的雪山作为自己的领地，并在那里为天体飞船建造了一个平台。与此同时，皇家飞船穿越太空前往尼比鲁。回到尼比鲁的阿努受到盛大的迎接，他向众人提出了一项新任务，需要在地球和尼比鲁之间建立飞船中间站。拉姆、火星和金谷、月球都需要考虑进去。阿努还组织对沿途所有的行星进行更彻底的研究，并准备了一支从尼比鲁到地球、从地球到尼比鲁的天体飞船队列，开辟不同的航线。阿努希望他们能尽快突破现有的飞船技术，最大限度地缩小尼比鲁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他将计划传达给地球上的恩基和恩利勒，并接收了来自恩基工程团队的设备图纸。然后，一支新的飞船舰队带着新任务从尼比鲁出发了。这次的任务共有50人，并且还有挑选出的女性成员。宛若古老的维纳斯、无上的女神宁玛、恩基和恩利勒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也在这次旅程中。宁玛精通医术，懂得如何治疗疾病。宁玛听说太阳和地球自转会引起眩晕症状，因此她特地准备了一种治疗方法。当他们的舰队经过拉姆时，他们发现安祖躺在一条河边，没有了生命。这时，宁玛推开其他人，他从包里取出脉冲仪，对准安祖的心脏，然后取出发射器，将释放生命能量的水晶对准安祖的身体。在经过60次的冲击中，安祖睁开了眼睛，动了动嘴唇。宁玛将生命之水倒在他身上，并用它滋润他的嘴唇，然后将生命之石放进他的口中。于是奇迹发生了，安祖从死亡中复活了。恢复意识后，安祖讲述了阿拉鲁的最后时刻，以及他是如何准备葬礼，并用石头在平原上堆起的山体。
然后，阿努纳奇族人在岩石山上雕刻了阿拉鲁的面容，并将它暴露在外。宁玛说，让阿拉鲁的面容永远注视着他找到黄金的方向。至于安祖你，国王阿努，我的父亲将会履行对你的承诺，会有20名族人陪同你在拉姆建立一个中转站。宇宙飞船离开地球，带着黄金抵达这里，然后飞船会将这里的黄金运往尼比鲁星。安祖，你就是拉姆的指挥官、统治者，我的生命归属于你，哦，伟大的宁玛女士。安祖对阿努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然后，宁玛携带着其他阿努纳奇从拉姆离开，前往地球。安祖则和20名族人留在拉姆，建立一个中转站。宁玛在向地球前进时，观察了月球，并分析建立另一个中转站的可能性。农加尔驾驶着飞船降落在最接近埃利都的水域，他们在恩利勒修建的码头上登陆。恩基和恩利勒热烈欢迎他们的姐姐宁玛。宁玛向他们讲述了他的经历，关于尼比鲁发生的事情和阿拉鲁的死亡，安祖和拉姆中转站的建设。恩基表示称赞，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而恩利勒没啥表情。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宁玛带来了治疗的种子，能治疗和缓解各种疾病。宁玛从他的袋子里拿出了这些种子，会将它们种植在适合生长的地方，并制成汁液。这种汁液能治疗阿努纳奇所有的疾病，但这些种子必须在一个温暖而凉爽的地方种植才行，它们需要热和水来滋养。恩利勒立马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地点，带着宁玛动身前往。在飞船上，恩利勒和宁玛表达了对彼此的爱和关怀。宁玛告诉恩利勒有关尼努尔塔的事情，解释说这位王子已经准备好加入他们在地球上的行动了。恩利勒是尼努尔塔的父亲，阿努的继任者。宁玛是恩利勒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也是阿努的第1位女儿。宁玛极其美丽，充满智慧，善于学习。恩利勒和宁玛互相抚摸，但恩利勒没有将她的生命液体倾注到宁玛的子宫里。在返回埃利都的路上，恩利勒向宁玛讲述了周围的风景，并展示了伊甸园的广阔景色。恩利勒向姐姐宁玛描述了关于他的整个计划，将在远离埃利都的干旱之地建造自己的住所，并称为拉尔萨。在位于布兰努河这条深水之河的岸边建造一座名为拉加什城市，在这两者之间将有一座名为舒鲁巴克的城市，这将是你的城市。它将位于通往第4座城市尼布鲁基的中央线上。尼布鲁基将是交汇点，天地之间的纽带，它将成为命运石板的所在地，掌控一切使命。与埃利都一起，将有5座永恒存在的城市。然后恩利勒展示了一个装有多个标记的水晶板，并解释说，将来将有一艘来自尼比鲁的船只抵达地球。宁玛对这一切的复杂性感到惊讶。就这样，他理解了恩利勒对阿努计划的意义，以及在拉姆上建立中间站的创意。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宁玛说。在恩利勒的计划中，竟考虑了为他创建一座城市，他显得有些激动。舒鲁巴克将是治疗之城，一个治疗站。宁玛警告道。但是，请不要超越你父亲的计划，也不要与恩基起争执。恩利勒觉得宁玛智慧又美丽。与此同时，在阿布祖，恩基也在构思自己的计划。恩基与恩利勒的计划截然不同，他考虑的是在哪里为阿努纳奇建造住所，建造自己的家，以及如何进入地球的深处。在飞船上，恩基测量了整个阿布祖的长度，并仔细勘察了所有地区。阿布祖是一个远离伊甸园的区域，位于水域之外，一个富饶而完美的地方。有许多河流穿过该地区，水流湍急。位于阿布祖的中心地带，恩基在清澈的水流旁边建造了自己的住所。在这片区域，恩基建立了进入地球深处的内部隧道，还安装了用于破碎和提取黄金的设备、破碎机和提取装置。然后，黄金在雪松山脉的着陆点通过太空船运送到拉姆上的中转站。因此，许多外星人抵达了这个星球。恩利勒和一些人来到伊甸园，另一些人与恩基一起来到了阿布祖，还有一些人被派往舒鲁巴克，与宁玛一起工作。在尼布鲁基这个天地链接之地，恩利勒将在这里
执行所有的指挥统筹工作。恩基不断往返于埃利都和阿布祖之间，监督所有活动。在拉姆，许多工人来到这里进行建设。于是，过了2个夏尔，直到第7天，阿努发布了正式命令。在地球上，这是第7天，是恩基最初规定的休息日。600多人聚集起来，遵循阿努的命令。恩基与他的侍从伊西穆德和飞行员农加尔一起，阿拉尔加尔成了埃利都的领主，以及指挥着着陆点的阿布加尔。在伊甸园，恩利勒与宁玛和他的随从女仆们一起观看影像信息。在拉姆，安祖与各种工人聚集起来，直到所有人聚集完毕，阿努沉声道：“你们是英雄，是尼比鲁的真正救世主。整个星球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的事迹将被永远铭记，你们的名字将被歌颂。从现在开始，地球上的人将被称为阿努纳奇，那些从天堂来到地球的人；而那些在拉姆的人将被称为伊吉吉，他们是观察和见证者。一切所需都已准备就绪，让伟大的拯救使命开始行动起来，让尼比鲁重新绽放荣耀。然而，一场命中注定的混乱即将来临。混乱的源头发生在阿努纳奇抵达地球很久之前。恩基是阿努的长子，但他并不是合法的继承人，因为他是一位妾室的儿子。宁玛是阿努的长女，被选为与恩基结婚，因此2人的长子将拥有双倍的种子。然而，宁玛却爱上了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恩利勒，于是和恩利勒结合，怀上了儿子尼努尔塔。因此，愤怒的阿努禁止宁玛与任何人结婚。然后，恩基娶了阿拉鲁的女儿达姆加努纳，她非常美丽。他们育有一子，名叫马尔杜克，意思是在纯洁之地出生。因此，阿努的长子恩基通过婚姻有了一个儿子马尔杜克。恩利勒是阿努的合法继承人，但他的儿子尼努尔塔并非婚姻所生。要知道，恩利勒的这段故事发生在地球上，而非尼比鲁。离奇的是，恩利勒爱上了宁玛的女仆苏德，也称宁利尔。当他在寒冷的山中沐浴时，恩利勒将苏德带到他在雪松林中的住所，并给他提供了尼比鲁水果的药剂，类似春药。2人共同饮用了药剂后，恩利勒向苏德表达了自己的爱意。然而，苏德告诉恩利勒，她还是处女，从未被人吻过。恩利勒笑了起来，并亲吻了她，在苏德的子宫里注入了生命的种子。宁玛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并向7位审判者揭发了恩利勒，请求对他进行审判。最后，恩利勒被放逐到一个无法返回的地方，远离所有阿努纳奇城市。阿布加尔作为恩利勒的飞行员，将会他带到一个遥远荒凉的山地。到达目的地，阿布加尔表示他并非偶然选择了这个地方。在附近的一个洞穴里，有恩基埋藏阿拉鲁的禁忌武器。找到并拥有这些武器，恩利勒将重新获得自由。阿布加尔离开了，恩利勒独自留在那个地方。在伊甸园，苏德与他的主人宁玛相对而坐。他告诉宁玛她怀孕了，她怀了恩利勒的孩子。宁玛则将这个消息传达给地球之主恩基，当时他在地球上担任至高无上职位。恩基决定召集7位审判者，在审判中，苏德愿意接受恩利勒作为自己的丈夫，最后宣判结束恩利勒的流放，让他与苏德结婚。此后，苏德被称为统治女王宁利尔。在此之后，恩利勒和宁利尔迎来了一个儿子，名为南纳尔，被称为明亮之子。据说南纳尔是在地球上受孕的2个阿努纳奇的第1个孩子，他拥有来自尼比鲁的皇家血统。南纳尔诞生后，恩基决定与宁玛聊聊。恩基用从深海处获取的明亮金属装饰了他在阿布祖的住所，这种金属他称之为银，另外还使用了青金石。他希望宁玛放弃对恩利勒的崇拜，并提醒宁玛他们的婚约和他的爱。他们相互亲吻，恩基请求宁玛给他一个儿子，于是他们结合，却诞生了一个女儿，让恩基感到非常失望。宁玛鼓励他去了解他们的女儿，但恩基却说：“我要的是儿子，我的姐姐。”于是他们又诞生了另一个女儿。恩基大喊：“我需要一个儿子，我需要一个男孩！”愤怒的宁玛对恩基发出了诅咒，
愿你内脏中所有的食物都成为毒药，愿你的下颚疼痛，愿你的牙齿和肋骨疼痛。恩基的侍从伊西穆德召集阿努纳奇，祈求宁玛的原谅。从那之后，恩基发誓要与宁玛的私密部位保持距离，让她立即解除她身体中的所有疾病。最后，阿努让宁玛返回伊甸园，让她再也不会嫁给任何人。这好像是第2次了。恩基则带着他的儿子马尔杜克和妻子达姆加努纳来到地球。此外，还有与宁玛的2个女儿宁沙尔和宁库拉、乌图和杜姆齐德。恩利勒和宁玛也带着他们的儿子尼努尔塔来到地球。此外，恩利勒与妻子宁利尔还有另一个儿子，名为伊什库尔。地球上阿努的子嗣包括阿努的长子恩基是一个私生子，阿努的长女宁玛，以及与王后安图所生的儿子恩利勒。恩利勒拥有3个儿子，南纳尔在地球上诞生的阿努纳奇之一，伊什库尔和尼努尔塔，后2者是恩利勒与宁玛在尼比鲁上诞生并带到地球的儿子。这样，地球上就形成了2个氏族。未来，这2个氏族将陷入无休止的斗争中。之后，我们将讨论阿努纳奇为何构想创造人类来取代神灵的工作。在阿布祖地区，黄金从地球的经脉中被提取出来，运送到着陆点，然后由伊吉吉将黄金用太空飞船运输到拉姆上的中间站，最后把这些宝贵的金属通过天体飞船从拉姆运送着到尼比鲁。在尼比鲁上，将黄金研磨成最细的粉末，撒向大气层以保护行星。随着黄金的不断输入，渐渐的，尼比鲁的裂缝越来越小。恩基在埃利都建造了一个耀眼的住所，然后将它升至天堂，犹如一座空中花园。他带上了达姆加努纳和马尔杜克一起生活，并教导马尔杜克各种事务。在尼布鲁基，恩利勒建造了一座同样耀眼的建筑，连接天堂与地球。恩基用眼睛探索着每一寸土地，任何变化都无法逃脱他的观察。恩利勒则站在室内的顶部，研究一切，观察每个人和每件事。他研究太阳和月亮的秘密，并将它们记录在公式中。恩利勒还改进了天空顶点，固定了12宫，并用12个象征标记了太阳的家族。命运之板在天空中闪耀，而工人们却在非常辛苦地工作着。在伊甸园，阿努纳奇们感到疲惫不堪，但疗愈药剂的分量不足以大手大脚。阿布祖的工作非常艰苦，在拉姆上，伊吉吉们常常抱怨。应阿努的命令，拉姆的指挥官安祖被接到了地球。恩基和恩利勒向安祖揭示了阿布祖和尼布鲁基的天地联系的秘密。安祖为拉姆的伊吉吉辩护，他们要求通过往返地球和拉姆之间的飞船前往地球休息。恩利勒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安祖，不过安祖却打算偷走恩利勒的命运石板。他是众王子中的一位，并向伊吉吉们承诺会给予解脱。当恩利勒离开圣殿时，安祖盗取了命运石板，返回的安祖会成为地球和拉姆的国王。恩利勒察觉到了失窃，并对恩基发出愤怒的质问。在尼比鲁基，阿努的子民寻求阿努的指示，希望可以从安祖那里夺回命运之板。然而，拥有命运之板的安祖是无敌的。尽管如此，尼努尔塔准备好与他战斗，夺回属于他父亲的一切。他掷出标枪，但未能命中安祖；射出箭矢，但同样未能击中。于是，尼努尔塔准备了一枚地炉导弹。果然，安祖被导弹制造的旋风和尘埃风暴偷袭，他如火球般坠落，大地震动，天空摇晃。尼努尔塔夺回了命运之板，并俘虏了安祖。在法庭上，安祖被判处死刑，并释放了被俘的阿努纳奇，然后抽取了安祖的生命之液。尼努尔塔说道：“将他的尸体留给秃鹫吧。”恩基表示，安祖不应该受到如此残酷的惩罚，就将安祖的尸体带到拉姆与阿拉鲁葬在一起，他们拥有同样的祖先血脉。于是，马尔杜克带着安祖的尸体回到拉姆，并接管拉姆的指挥官一职。恩基和恩利勒讨论如何避免混乱发生。作为了解行星内部的专家，尼努尔塔建议建造一座新的金属之城，用于未来的远征和运输。
让那些疲惫不堪的工人返回尼比鲁，新的阿努纳奇来地球代替他们。于是，在伊甸展开了新的建设工作。经过3个夏尔后，巴德提比拉城建立了起来，尼努尔塔顺利地成为了首任指挥官。这样一来，黄金流向尼比鲁的速度更加顺畅和快捷。在地球和拉姆的许多人返回了尼比鲁，其中包括阿拉尔加尔、阿布加尔和农加尔。回到尼比鲁的人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尤其是年轻人。尼比鲁的居民渴望参与任务，主要是为了追求刺激和激情。他们并不了解地球、拉姆和天空中存在的巨大威胁。在巴德提比拉，黄金被熔炼和精炼，然后通过太空船发送到拉姆。纯净的黄金从拉姆通过天体船运到尼比鲁。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新来的阿努纳奇族人所感受到的不适。恩基将他的注意力转向阿布祖的其他事物上，无法看到隐藏的情况。他又创建了一个名为生命之屋的新综合体，并邀请宁吉什奇达与他一起工作。在高大树木间生存着一些用前爪作为手的生物。在大草原的草丛中，可以看到一些直立行走的奇怪生物。恩基对这些生物充满了兴趣，他仔细研究了生命之谜。生命之屋位于阿布祖，里面装备齐全，有工艺精湛的各种工具和设备。恩基深深沉迷在他的研究之中。在巴德提比拉，尼努尔塔第一个注意到金矿开采量的下降，于是恩利勒派尼努尔塔前往阿布祖了解情况，让首席官员恩努吉陪同他进行了解工作。恩努吉亲耳听到了阿努纳奇的抱怨，并将所听到的一切告诉了尼努尔塔。这里的工作让人无法忍受。尼努尔塔又将此事告诉了恩基，恩基迅速联系了恩利勒。指挥之主恩利勒来到阿布祖，在挖掘工地附近安顿了下来。这时，一群阿努纳奇工人袭击了矿区的首席官员恩努吉，他们纵火焚烧工具，然后走向恩利勒的住所，以抗议的方式表达不满。护门者卡尔见势不妙，立即封锁了大门，把事情告诉了宰相努斯库。努斯库从休息中醒来，召唤了指挥之主恩利勒，并说道：“我的主啊，我们被包围了。阿努纳奇工人在这里抗议沉重的工作。”恩基和尼努尔塔也被召唤了过来。恩利勒问道：“发生了什么？是谁煽动了这场叛乱？”抗议者们一致回答道：“我们所有人。”于是恩利勒将事件告知了阿努。阿努面无表情地回答道：“我们需要黄金，工作不能停止。”恩基思考着，我们都知道工作太过沉重，叛乱不是反对恩利勒，而是反对这项工作。矿务主管恩努吉被释放了，他说道：“自从地球越来越热后，工作变得无法忍受，难以忍受。”尼努尔塔不肯动脑筋地说道：“让叛乱者返回尼比鲁，然后让其他阿努纳奇人来替代他们。”恩利勒与宁吉什奇达交谈后，恩基宣布道：“有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创造一个原始的劳动者，命名为鲁鲁，让这个新的物种承担阿努纳奇人艰苦的工作。”阿努纳奇的领导者们目瞪口呆，谁能想到这样的解决方案？有谁能想到呢？于是他们连忙联系了善于医治和援助的宁玛。宁玛回答道：“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所有的生物都源自种子，每个生物都是从另一个生物中不断演化而来，没有什么是无中生有的。”恩基微笑着说：“你说的太对了，我的姐妹。”恩基看着众神疑惑的眼神：“我必须向大家揭示阿布祖的一个秘密。其实我们所需的生物已经存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本质，尼比鲁的本质和阿努纳奇的本质，来促进他们的进化。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对于从尼比鲁远道而来的阿努纳奇工人的不满和抱怨，恩基的心中已经有了些想法，这都源自于生命之谜的进展，那就是用阿努纳奇人的生命模板与地球上特定的生物进行融合，孵化出类似阿努纳奇人的智慧物种。他们是有意识的，而非像机器那般冰冷。恩基称他们为鲁鲁，然后就能把工作托付给他们。了解了恩基的想法后，旁边几神有点愕然。恩利勒有些看不懂他这兄弟了，
联想自己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多大的建树，心中就有些不甘。众神就在猜想，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随后，恩基向大家讲述了在阿布祖他发现的一种特别的生物，这种生物能直立行走，前肢可以作为手臂的功能。虽然它们拥有类似阿努纳奇人的生命特征，但它们都非常原始，还没怎么进化，一直过着动物般的生存模式。恩利勒却有些疑惑，在伊甸地区他就没见到过类似的生物。宁玛猜想，说不定他们祖先就是这个样子的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存在，而不是一种生物。恩基表示，他就知道这伙人对新事物都有些好奇，他已经抓了几只放在生命之屋以进行研究。这些生物被关在一个较大的笼子里，当他们看到阿努纳奇人时，用愤怒、吼叫声来掩饰他们的恐惧。这些存在和阿努纳奇人一样，有雄性和雌性。恩利勒的孙子宁吉什奇达作为恩基的助手，测试了这些存在的生命本质。它们同样有2条缠绕在一起的生命基因，所以可以用阿努纳奇人的基因和这种生物融合，产生出新的将会使用工具的存在，拥有文明以及帮阿努纳奇人干活的能力。恩利勒则表示反对。首先，这样的生物那不跟奴隶一样吗？奴隶制在尼比鲁早已被废除，并且创造权掌握在众生之父的手中。阿努纳奇人已经尝到了打破规则的滋味。恩基不以为意，在他看来，他只是帮助他们更快的进化，而且也不会把他们当成奴隶对待。宁玛则很赞同恩基的意见，奈何恩利勒油盐不进，这不仅违反了星际旅行的规则，更重要的是他不喜欢，在他心中阿努纳奇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宁玛则劝说，众生之父赋予了阿努纳奇智慧和理解力，如果不是为了充分利用，他为什么要完善我们呢？让阿努纳奇人充满了智慧，拥有理解生命本质的能力，这不就是阿努纳奇的命运吗？这也不是我们的使命吗？尼努尔塔在旁边又添了一把火，正是凭借这种赋予的本质，我们完善了工具、车辆和船只，创造出竞技武器，摧毁山脉，用黄金治愈天空。宁吉什奇达说，我们用智慧创造新的工具，而非奴隶，这正是我们的命运。恩利勒依旧冥顽不灵，命运无疑是无法改变的，从命运开始转动的那刻就已注定，是命运还是运气？这不是现在计较的时候，问题是该怎样解决当下的问题。如果工人们最后都不工作了，那黄金谁来挖？到时候尼比鲁该怎么办呢？于是只好寻求阿努的意见。这次的问题涉及的比较广泛，在尼比鲁新的会议上，学者、长老们争论不断。其实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如果尼比鲁都不存在了，那么阿努纳奇文明这些规则还有什么意义呢？只有生存下来，才有资格谈其他的。最后，会议一致决定，既然提出了解决办法，那就全力实行。当然，在此之前，首席官员恩努吉认为，阿布祖的阿努纳奇工人仍然需要继续工作。阿努纳奇工人听到有了解决的办法，只好同意了这个要求。宁玛成了恩基的助手，他们来到林中的一个笼子前，笼子里关着一些可怕的生物。当他们注视着笼子里丑陋的生物时，恩基解释道，将生命的本质进行交叉混合后，就会产生新的物种。在生命之屋，宁吉什奇达解释了生命本质的秘密，以及如何完成不同本质的组合。宁玛认为笼子里的生物很奇怪，而且可怕。其实，这就是恩基让宁玛来帮忙的原因。他们虽然成功地融合了生命本质，但结果却不尽神意。混合后的生物变得更野蛮、可怕，丝毫看不出存在文明的迹象。然后，宁玛与宁吉什奇达一起研究了被编码为科学和文明的圣物神圣公式 M1。宁玛明白了生命的本质是通过雄性和雌性的交配传递的，让两股缠绕的基因链条分离并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后代。宁玛提出建议，让一个阿努纳奇雄性和一个两足行走的雌性进行交配，是否可行呢？恩基表示，这个方法已经尝试过了，但无法受孕，说明它们之间有生殖隔离。宁玛思考了一会，说道：“可能需要一点黑科技来混合这些本质，
需要通过 MU 中的秘密公式来一点一点地分析我们的本质。于是，他们让2种生物的本质在水晶容器中受精，然后将受精卵植入一个2足行走的雌性身体中。虽然受精已经完成，但仍然无法自然生产。宁玛及时将杂交体抽了出来，这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它的身体覆盖着毛发，上半部分像地球生物，下半部分像阿努纳奇。于是将它交给了他的母亲，那个2足行走的雌性，照顾它并给它哺乳。这个生物成长得比预期的还要快，但这个生物依旧无法使用工具。于是他们利用 ME 科学公式调整了混合数据，再实验了一次。这一次出生的孩子更像阿努纳奇人，他的外貌非常迷人。虽然他的双手似乎适合握持工具，但这个孩子的感官有很大的缺陷，他的听力不好，视力也在逐渐减退。于是宁玛不得不重新测试了新的混合物。在进行了几次受精后，同时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问题，有的双脚瘫痪，有的生殖器有问题，还有的肺部发育不全。一次次失败让恩基备受打击，宁吉什奇达也有些气馁，只有宁玛依旧在坚持，因为他知道当他解决了所有出现的问题后，必然会产生完美的生物，他信心满满。恩基觉得问题可能不在混合物、卵子或本质上。他们之前使用的是尼比鲁的水晶容器，作为地球原生生物可能具有排他性。然后他们用地球的材料加上金和铜制成了一个陶器容器。宁玛又用阿布祖的粘土制作了一个净化浴缸，重复了之前无比熟练的受精过程，很顺利。他在地球雌性的子宫里开始成长，直到分娩，一个男孩出生了。宁玛用双手抱着这个完美的新生儿，3人的内心充满了无以言表的情绪。他们将婴儿交给了他的地球母亲喂养，月复一月，婴儿长成了一个男孩。虽然这个男孩无法说话，但他却能使用工具，双手非常的灵活。很显然，这个男孩依旧有点小瑕疵。恩基再次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在不断的尝试研究中，他们一直没有改变过受精卵的生长体。如果用阿努纳奇雌性的子宫，会不会孕育出完美无缺的存在呢？3人互视了一眼，他们都是搞科研的，当然不能遗漏这样的问题。恩基想让他的妻子宁基试试，宁玛表示拒绝。这种专业的问题怎能让一个非专业的来尝试？这2人怎能无视它的存在呢？一切很顺利，受精卵在宁玛的子宫里安然的成长，分娩的时间比尼比鲁早9个月，比地球晚9个月。这是一个男孩，一出生就哇哇大哭，3人流露出满脸的笑容。宁玛将婴儿拥入怀中，虽然她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但这样一个特殊的孩子让她爱不释手。新生儿的耳朵完好，眼睛明亮，四肢适当，脚在下，手在上。他不像野蛮人一样多毛，头发是深黑色的，皮肤光滑呈暗红色，血液有着阿努纳奇相同的颜色。私密部位却与阿努纳奇的不同，形状很奇怪，前面部分覆盖着毛发。很显然，这是新生物与阿努纳奇的区别。恩基让宁玛给他起个名字，好巧，宁玛说叫亚当吧，意为来自大地的泥土。他们还为小亚当专门制作了一个摇篮。于是亚当成为了原始劳工的模板。宁玛建议将他所管理的城市舒鲁巴克的护理人员带到生命之屋进行下一轮的受孕。有7位阿努纳奇接受了这项委托，宁吉什奇达把他们记录了下来，分别是宁尼玛、苏兹安娜、宁马达、宁夏尔、宁木格、马木和宁尼吉娜。他们被称为萨苏拉图母亲女神。宁玛准备了7个粘土容器，将亚当的生命本质放入7个容器中，然后宁玛从亚当的私密部位取出了一滴血液，宣布道：“这将是生命的标志。”他在每个容器中都加入了一滴血液，地球的本质和阿努纳奇的本质将相互融合。随后，宁玛念起了咒语，让天国和地球的2种本质通过血缘关系结合起来吧。受孕过程很顺利，7个地球男性诞生了，他们是7个完美的原始劳工。宁吉什奇达以为只要让这7个地球男性按顺序的接替工作，就能解决问题了。而恩基则认为7个显然太少了，需要更多的阿努纳奇女英雄来完成这项任务。但问题来了，
阿努纳奇的女性因为其生命周期的问题，怀孕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不是说是个女性就能完成的。恩基立马想了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创造出地球女性，再让她们之间自然繁衍。于是，宁吉什奇达修改了 ME 本质的配方，将其调整为雌性。那么这个雌性由谁来孕育呢？宁玛、恩基和宁吉什奇达相互看着对方。这次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恩基的妻子宁基的身上，而且她也同意了这个决定。她一直都很支持自己的丈夫恩基。不过期间出了一点小意外，虽然宁基受孕了，但分娩的时间却比其他阿努纳奇女性都要长。宁玛不得不进行剖腹手术，将孩子取出来，这是一个女婴。众人脸上露出喜悦之色，她的耳朵形状良好，四肢齐全，有手和脚，皮肤光滑，没有毛发，像阿努纳奇一样。宁玛将女婴抱在手中，轻轻拍打着她，让女婴哭了出来。其他人不理解宁玛为什么要这样做。宁玛说，这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欢迎她的到来。恩基说道，这是一个存在，而不是一个生物，拥有和我们相似的形象。宁吉什奇达感叹道，她实在是太完美了，取个什么名字好呢？宁基带着温柔和感动说道，就叫提亚马特吧，以构成地球和月球那颗古老的行星为名，意味着生命之母。她将是地球文明人的母亲。按照此法，经过一段时间，又诞生了7个雌性，让它们和之前创造出来的7个雄性自然繁衍，它们的后代又将继续繁殖下去，永无止境。于是，他们在林中为这些地球最初的人类建造了住所，而将亚当和提亚马特带到伊甸园，向其他的阿努纳奇族人展示他们的成果。恩利勒在埃利都见到了亚当和提亚马特，勉强表示满意，缓解了之前不满的情绪。恩利勒的妻子宁利尔和儿子尼努尔塔也来到了现场，连恩基的儿子马尔杜克还特地从拉姆赶来见他们。这是一个美丽、美妙、惊人的创造。阿努纳奇族人以后将摆脱辛勤劳作的日子，他们都很赞。但问题是，这些生物成长到能工作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的。阿努纳奇工人们的问题并不能立即得到解决，虽然工人们还是在抱怨，但总的来说相对温和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宁吉什奇达发现了不对，这些地球原始文明人之间虽然有了交配行为，但他们并没有受孕。恩基觉得这可能是将2个物种结合后产生的诅咒。随后，他们在舒鲁巴克的治愈之家通过 ME 矩阵仔细观察了亚当和提亚马特的本质。通过对比发现，亚当和提亚马特的基因序列上缺少了繁殖的能力。而此时，阿布祖的阿努纳奇正在组织一场新的叛乱，但恩基等人的心思一直在地球人这边，根本没空管其他的事情。这时，宁吉什奇达有了主意，果然不愧为老研究员了。他从恩基的肋骨中提取了生命本质，将其插入到亚当的肋骨中，从宁玛的肋骨中提取的生命本质插入到提亚马特的肋骨中。通过这种方法，将阿努纳奇的生命本质添加到了地球原始文明人的生命之树上。随后，亚当和提亚马特被送回了伊甸园。恩利勒在花园里遇到了亚当和提亚马特，看着这2个极度类似阿努纳奇人的地球人，他心里产生出了一丝恐惧。恩利勒召见了恩基，表示这一切都不是他的意愿，不应该像创造者一样行事。他之前完全误解了恩基的意思，以为只是一点小小的改变而已。恩基试图安抚恩利勒，并解释原计划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他强调，新的方法对于确保他们在地球上的使命能够成功是必要的。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繁衍后代的种群，而不仅仅是一群劳动力。恩基承认自己在之前的陈述中犯了错误，但他相信宁吉什奇达能够解决现在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恩利勒仍然不满，并争辩说他们不应该干预自然秩序。他认为他们的角色应该局限于监督和指导原始劳动者的发展，而不是直接干预他们的进化道路，认为这样的行动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会打破行星的平衡。恩基认为恩利勒太过于死板了，这样的干预对于他们现在来说是必要的。如果等他们自然进化，那时候估计尼比鲁星连灰都不剩了。如果没有新的劳动力代替，
那些阿努纳奇工人又不干了。结果就是尼比鲁星依旧没有希望。所以现在诞生的新物种不仅让恩基他们履行了自己的任务，还为阿努纳奇创造了一个劳动力，减轻他们的负担。一石二鸟何乐不为？为何总是把自己限制在那些条条框框里面呢？恩利勒看着恩基，他知道他兄弟已经陷入了疯狂之中，在其他人看来，他就是一个胆小、保守、墨守成规的一个领导者。但他只是想让未来的一切都不会偏离预想中太多。如果孕育了一个类似阿努纳奇的新物种，那么未来将不可预见。阿努纳奇会有危险吗？宁玛和宁基会有危险吗？这些看守者们会有危险吗？所有的一切他通通都不知道。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这将会是一场灾难。宁吉什奇达看着恩利勒说道：“爷爷，这件事似乎没什么选择了。在阿努纳奇，一般长辈对于晚辈才会用辈分。宁吉什奇达这样说，就表示他认为这件事没有其他办法了。”宁玛看着一直持反对意见的恩利勒，毕竟这是没对错，只是看法不同而已，有些不忍道：“我的兄弟，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难道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吗？难道任由尼比鲁陷入毁灭的命运吗？如果一切都没有了，你所坚持的又有什么意义呢？”恩利勒扫视过众人的神情，只好愤然离去。离去时还不忘对众人说：“我不想在伊甸园看见他们。”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毕竟恩利勒才是地球的管理者，很多时候他的态度对于大家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亚当和提阿马特被接到了阿布祖的一个花园中，最终不负众望，他们成功的怀孕了，而且还是一对双胞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恩基等人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或许只有在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后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感受。地球上的事件发展速度比尼比鲁上要快得多，不到一个夏尔的时间，这些新生命就已经开始进行繁衍了。亚当和提阿马特也有了其他的儿子和女儿，大大增加了地球上的人口。在阿布祖，阿努纳奇们终于解脱了工作的束缚。原始的地球工人们不抱怨工作、炎热和尘土这些恶劣的工作环境，也不发牢骚。他们辛勤工作，对于充足的食物补给表示满意。大量的黄金被送往尼比鲁，尼比鲁大气层的破洞显示出改善的迹象。一切事情正顺利地进行着。没有繁重劳动的阿努纳奇族人也开始享受起了生活，结婚生子，到处游山玩水。恩基和恩利勒的儿子们也有了下一代。尽管他们的生命周期源自尼比鲁，不过地球上时间流速要快得多，阿努纳奇人的孩子们也就成长得更快。南纳尔和宁加勒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分别是伊南娜和沙马什。沙马什在早期也被称为乌图伊为太阳和正义之神。于是地球出生的阿努纳奇人的第三代开始成长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改变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地球上的热量依旧在不断增加，雪区开始融化，露出坚硬的表层，植被越来越茂盛，野生动物在陆地上到处游荡。雨水更加猛烈，河流涌动不息，阿努纳奇的住宅需要重新修缮。火山喷发着火焰和硫磺，伴随着大地的颤抖，地球在每一刻都震动着，发出了低吟。而恩利勒在将世界托付给了他的儿子尼尔加尔和儿媳埃雷什基加尔后，自己则跑到尼比鲁基观察天空中的天体去了。他将天体的运动迹象与 ME 进行比对过后，嘴里不禁念叨了句：“扰乱已至，大事不妙啊！”之前一直担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恩利勒皱起了那万年不变的眉头。恩基则在阿布祖的最高处建了一个观察点，时刻注意着地球以及所有生物的变化。他是属于那种胆大心细的人，对于之前恩利勒反对的观点，他并不是不在意。其实，在恩基心里，更是喜欢那种对未知的新奇。只有不断变化的事物，才能让人成长得更快。他喜欢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遇到问题了，没事解决。什么？又出问题了？那还在等什么？解决掉就行了。在拉姆的基站里，马尔杜克向他的父亲恩基视讯抱怨：这星球上的风是越来越大了，风沙刮得他浑身刺痛。他想回地球，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了。垂痕手镯区域的岩石变得极不稳定，
地球上，硫磺从天空中掉落，无数小行星以暴力方式接近地球，与大气摩擦产生的火焰像一朵朵绚丽的烟花。黑暗在明亮的白昼中降临，邪恶的暴风雨和风暴肆意破坏着。金谷、拉姆和地球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未知灾难。在尼比鲁，智者们提出了备用移民的星球，首先选择的就是太阳家族，地球处于第7位选择目标。不过，这并没有让领导者有好的心情，他们已经在这个星球生活了无数年，无非必要，谁也不想到其他地方去。最后，尼比鲁脱离了他原本的轨迹，迷失在了遥远的宇宙深处。陨石冲击慢慢地停歇了下来，地球和拉姆得到了喘息。此时，离第一次冲击事件已经过去了80夏尔28.8万年。阿努纳奇人开始巡查这次灾难所造成的影响。比较幸运的是，大多数基础设施都没遭到破坏，开采黄金也没什么问题。尼努尔塔在北方的山谷中发现了燃烧的流动液体，除此之外，还发现了硫磺物和沥青。不过，马尔杜克在拉姆上发现大气层遭到了破坏，严重影响了伊吉吉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他要回地球的情绪更加高涨。恩利勒则重新考虑了他以前的计划，并审视了他所规划的城市各方面问题。他认为黄金通过拉姆中间站一次转运会极大地增加风险，不如直接舍弃掉拉姆的中间站。尼努尔塔觉得巴德提比拉城就是最适合成为飞船新起飞点的地方。不过，最终新的起降点设在了伊甸，黄金将直接从地球运到尼比鲁，又从尼比鲁带来供给品和更多的阿努纳奇来进行工作。不过这又出现了问题，地球的引力、大气的密度都比拉姆的高，飞船飞出地球则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而剩下的能量有可能不足以到达尼比鲁。恩基思考了一下，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在月球上建立一个中间基地。阿努采纳了恩基的意见，恩基表示私事公办，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事情了。他老早就对这个家伙着迷了，奈何一直没有什么机会。于是，恩基带上儿子马尔杜克来到了金谷，马尔杜克也由此得到了解脱。金谷的地表上布满了坑坑洼洼、大小不一的陨石坑和洞穴，这些巨大的伤口是天体战斗造成的。在登陆月球时，他们发现如果不戴上雄鹰头盔就无法呼吸，这让马尔杜克否决了可能性。恩基则出声说道：“不要草率，我的儿子，难道你没看到太阳、月亮和地球之间有着多么美妙的联系吗？如果我们留在这里进行仔细研究和分析，通过仪器，我们就可以测量和欣赏宇宙造物主的手笔。”马尔杜克就很轻易地被恩基说服了，他这回还很听他父亲的话。于是他们将飞船作为住所，在那里逗留了1年又1年。他们观察了地球的运动，并计算出1个月的持续时间，测量了地球年的时长，记录了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光线消失的情况。随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木姆和拉姆的运动轨迹。恩基向马尔杜克解释道，拉姆与地球和月球一起构成了太阳的第2个区域。下界水域有6个天体，上界水域也有6个天体，它们位于垂痕手镯的外侧。安沙尔和奇沙尔、阿努和造物主神、小加加、冥王星和尼比鲁总共有12个天体。马尔杜克提出了疑惑，为什么会有7个天体形成一排的情况？这是他们前不久才看见的奇景。不过，恩基并没有回答儿子的这个疑惑。他考虑到这些天体围绕太阳旋转的运动轨迹、地球和月球的位置以及尼比鲁的运动，他将回归之路称为阿努的道路。父子俩观察着星星，恩基从地平线到地平线描绘了12个星座的图像。他又描绘了往返的宇宙航线，将最上面的那条命名为恩利勒之路。与此同时，又设计了一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航线。马尔杜克瞄了一眼老爸恩基，咋的？我不配拥有一条？不过被恩基无视了。在这3条航线中，有组成36个星座的星星，以地球绕太阳运行时的位置为准。恩基向马尔杜克指出了循环的开始、天体时间的测量。他说：“当我来到地球时，我将通向终点的时间命名为双鱼座，遵循我的名字，称之为水的名字。”马尔杜克毫不犹豫拍了一溜马屁。他也想拥有自己的星座，说道：“
您的智慧令人着迷，我的父亲。但是在地球和尼比鲁，权力和知识是分开的。恩基一脸疑惑：小子，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自己都已经将所有的知识传授给你了，说话咋还拐弯抹角的？原来马尔杜克觉得，当初创造地球文明人的时候，老爸恩基首先想到的是宁玛，尼努尔塔的母亲，然后又让恩利勒的孙子宁吉什奇达做助手。这些关于生死的大智慧，竟然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血脉。看着满脸委屈的马尔杜克，这小子原来是吃醋了。恩基笑着说：“你当时在拉姆担任指挥官，负责很重要的工作，而第一个受孕对象，我想到的就是你母亲。不过，宁玛在这上面更有经验些，我们不要用这样的关系来处理问题，这会很麻烦的。”我的儿子，马尔杜克不以为意道：“父亲，你是阿努的长子，而不是恩利勒。然而，他却是合法的继承人，这个地方应该属于你的。你是第一个降落并建立埃利都的人。”恩基聆听着马尔杜克的话，脸上满是关切之色。他将手放在马尔杜克的肩膀上，安抚地说道：“我的孩子，不要绝望，你的命运尚未确定。你拥有巨大的潜力和知识，你在地球上的任务对于尼比鲁的生存至关重要。至于你的未来，它仍在进行之中。你是王子，出生于尊贵的血统，你的成就和贡献将塑造你的道路。请记住，权力和名望并非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真正定义为伟大的是智慧、怜悯和为他人带去帮助。我们将共同应对前方的挑战。你的旅程并非注定要失败，而是充满了成长和救赎的机会。相信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拥抱你独特的命运，你将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或许冥冥之中就已注定。恩基的这番话并非是为了安抚自己的儿子，而是一颗命运的种子。至于马尔杜克什么时候能理解其中的寓意，就不得而知了。姜果然还是老的辣，恩基的几句话就让马尔杜克得到了安慰和希望。随后，他们一同踏上地球任务的下一个阶段。恩基紧紧拥抱着他的儿子，在荒凉的月球上向他许下承诺：“我所失去的将属于你的未来。”恩基和马尔杜克在月球上度过了无数年的时光，丝毫没有回归的迹象。这时，恩利勒就非常的矛盾。恩基不在吧，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孤独得很，似乎缺点什么；恩基在吧，他一边觉得心里踏实，一边又觉得对方老是对自己的位置产生威胁。他已经向阿努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他们的行动一直是个谜，不知道他们打算要做什么。在拉姆，一级级们感到焦虑和不安。自从马尔杜克离开后，就没有人来关心过这个地方，这是过河拆桥呢？中间站一直被尘埃风暴影响，没有进行损害评估，每个人都在等待解决方案，但花儿都凋谢无数次了，还没见人来。恩利勒此时正在忙于伊甸园航天港的建设，尼努尔塔则关心自己巴德提比拉的一亩3分地。阿努看不下去了，命令恩基父子俩立即返回。他想听听他们这些年都有什么进展。还好，阿努做了这么多年的国王，心态早已趋于平静，不然他都想骂娘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就带回月球不适合的这么个消息，他都怀疑这父子俩是不是故意摸鱼去了。恩基还是想给儿子马尔杜克争取些工作经验，想让他接手航天站的指挥工作。恩利勒则表示尼努尔塔就很合适，而且这个任务本来就是他的。阿努面无表情，让阿努纳奇第3代的巫图担任了指挥官，并将这个地方命名为西帕尔，称为鸟城。事实上，阿努还是偏向了恩利勒。巫图作为恩利勒的孙子，很显然这个地方也成了恩利勒的地盘。于是，一个新时代开始了。阿努亲自出席了开幕式，拉姆的一级级们和来自各地的阿努纳奇也都在场。伊南娜还献上了一段劲爆的歌舞表演。这是一个盛大的庆典，黄金堆得很高，交付数量很大，艰苦的工作即将结束。阿努宣布，地球上的工作可能会放缓，并且让一些阿努纳奇返回尼比鲁。马尔杜克没有返回拉姆，也没有跟随他的父亲前往伊甸，他想要亲自了解所有的土地，于是他乘坐自己的飞船四处探索。巫图成了一级的领导者，一部分留在地球上，一部分则在拉姆上。每个人都充满热情地工作着，这是为了尽快回家，
而做出的最后努力。然而，在阿布祖，阿努纳奇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专心工作，他们认为地球人会取代他们的工作。这个消息迅速传遍各地，伊甸的阿努纳奇也要求更换原始工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接下来的40下里，阿布祖的工作有所减轻，而伊甸却还是老样子。在恩基和恩利勒相互争吵的时候，尼努尔塔带着一支武装部队，趁机到阿布祖捕获了一些地球人，带回了伊甸。恩基很生气，恩利勒更是勃然大怒。当初可是他亲自下令，不得在伊甸看见地球人的。我是在防止新的叛乱。尼努尔塔为自己辩护。在伊甸，捕获来的地球人代替了一部分阿努纳奇们的工作，他们拥有智慧和力量，负责各种任务。地球人繁衍越来越多，但食物的补给就出现问题了，没有谷物，也没有绵羊，只能靠从尼比鲁运来的补给维持。恩利勒又勃然大怒了，最近他的肾腺素标的有点高，动不动就会让心情陷入不爽的状态，自己不爽，那么也不能让其他人爽。尤其是恩基，一点担忧之色都没有。最让恩利勒气愤的是，恩基不时的嘴角还有些笑意，这位兄弟是不是在嘲笑他？还让我想办法，他不知道恩基在笑什么。可恶！恩基对地球人的繁衍感到满意，同时也有些担忧。阿努纳奇们为了逃避工作，渐渐地让地球人成为了他们的仆人，这不是他的初衷。7个夏尔的时间里，阿努纳奇们安居了下来。3个夏尔的时间里，鱼和食物开始短缺，阿努纳奇和地球人开始挨饿。恩基正在心里策划着如何让地球人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他仔细研究和分析了这些新生命的生活环境、工作、娱乐、休息以及繁衍等。恩基与他的宰相伊西穆德分享了他的观察，直到有一天，恩基乘船而行，与2个拥有野性美的地球年轻女人相遇。伊西穆德在旁边诱惑道：“亲吻她们。”与她们相识，恩基给这2位女士提供了田地里的水果和浆果，然后亲吻她们，与她们相识，并将她的生命液体注入到了她们的子宫中，则让伊西穆德留下照顾2个人，让她守口如瓶。经过了第93个季度，2位人类女性生下了2个孩子，并被伊西穆德带到了恩基的住所。宁基充满爱意地接纳了这2个孩子，并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子女抚养。男孩被命名为阿达帕，女孩为提提。期间，宁基教导提提，恩基则指导阿达帕。2个孩子学得很快，恩基非常高兴，因为他创造了文明的人类，教会他们驯服羊群、种植庄稼。恩基将这个事情告诉给了他的兄弟恩利勒。恩利勒亲自从尼布鲁基来到了埃利都。恩基解释说，这些生物学习能力很快，能够传授知识和记忆。从尼比鲁带来种子，让他们播种；从尼比鲁带来羊群，让他们在地球各地放养。让我们教导这新一类的地球人农业和畜牧知识。阿努纳奇和地球人将共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恩利勒感到惊讶，事实上这是难以置信的。随后他决定将这个消息传达给阿努。阿努也感到震惊。一个物种演化成另一个物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他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从未听说过文明会如此迅速地诞生于某个星球。阿努思索着，如果要进行种植和畜牧，将需要大量的人口，他们是否能够繁殖呢？在埃利都，阿达帕和提提成功地有了后代，提提生下了2个兄弟，他们是双胞胎。阿努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决定将种子和羊群带到地球上，并让提提留在埃利都照料和喂养新生儿，而让阿达帕来尼比鲁一趟。对于父亲的决定，恩利勒并不满意。谁能想到阿努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当阿达帕到达尼比鲁时会发生什么呢？他在宇宙和星星之间旅行，并获得这些知识，然后在尼比鲁饮用长寿之水，食用长寿之食，最后是否变得像阿努纳奇一样？恩基也感到害怕。阿努的决定让他的脸色变暗。他同意兄弟恩利勒的看法。谁会预料到这样的决定呢？宁玛说：“我们无法改变父亲阿努的决定。既然不能违背阿努的意愿，那么恩基就让宁吉什奇达和杜牧奇德一起去，亲眼看看尼比鲁也挺好。”宁玛表示同意。这2个都是在地球上出生的孩子，他们和尼比鲁的联系变得模糊不清了。
或许还有可能在那里找到新娘。于是，一艘来自尼比鲁的飞船抵达了希帕尔。阿努的大臣伊拉布拉特走出飞船，并说道：“我是来接地球人阿达帕的。”阿达帕、TT 以及他们的儿子卡因和亚伯尔都被叫了出来。伊拉布拉特看着与阿努纳奇非常相似的地球人时，非常的惊讶。恩基介绍了宁吉什奇达和杜穆奇德，并告诉伊拉布拉特他们会陪阿达帕一同前往尼比鲁。我相信阿努会很高兴见到他的孙子们的。伊拉布拉特笑着说道。恩基把阿达帕喊到一边，小声说：“阿达帕，你将要去的地方是我们的母星尼比鲁，在那里，你的爷爷也是当前阿努纳奇的国王。阿努会接待你，在他面前要鞠躬致敬，只说必要的话，回答问题要简洁明了。你会得到新的衣服礼物的，但是请不要碰那里的任何食物，面包、饮料等，不要吃它们，那会对你造成致命的伤害。宁吉什奇达和杜穆奇德会陪你一起去，听从他们的话，不要害怕。”然后恩基又召集了宁吉什奇达和杜穆奇德：“你们将会受到我的父亲国王的接待，应该保持足够的敬仰，不要害怕其他的贵族和王子们。你们与他们是平等的。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将阿达帕安全地带回地球，不要被尼比鲁的诱惑所迷惑。请记住我的话，孩子们。”在道别后，恩基递给宁吉什奇达一块密封的秘密碑文，并说道：“将其秘密地交给我的父亲国王阿努。”三人与伊拉布拉特打了招呼，进入飞船。穿着鹰形头盔的阿达帕恐惧地蜷缩着，感受到飞船的震动，他尖叫了起来。然后，地球消失在宇宙浩瀚的虚空中，而尼比鲁出现在了面前。抵达后，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地球上诞生的阿努纳奇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已经到达，让尼比鲁的阿努纳奇们感到非常好奇。在宫殿里，贵族们聚集在一起，王子和谋士们聚集王座厅里。伊拉布拉特带着阿达帕和同行的2个王子走进大厅，他们在阿努面前鞠躬。阿努迎接了他的孙子们，激动地流下眼泪，并亲吻了他们。杜穆奇德坐在他右边，宁吉什奇达坐在他左边。接着，伊拉布拉特给阿努介绍了阿达帕。“你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吗？”阿努看着阿达帕问道。伊拉布拉特在一旁回答说：“当然，恩基教过他。过来吧，你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职业？”阿达帕站在国王面前，鞠躬致敬：“我叫阿达帕，恩基大人的仆人。”阿达帕的话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阿努满脸愉悦地说：“我的儿子们在地球上取得了非凡的奇迹，那么我们来一同庆祝他们的成就吧。”于是大家都走向宴会厅，桌上摆满了面包和饮料。阿达帕看着他从未见过的食物，暗自不停地吞咽着口水，但他记得父亲的话。阿努转向阿达帕：“为什么拒绝我们的款待？难道对这些不感兴趣吗？”阿达帕有些拘谨：“我的导师恩基勋爵告诉我，不要吃也不要喝。这个儿子真是个奇葩。”阿努心里暗道。就在这时，宁吉什奇达走近，将石板悄悄地递给了阿努，说道：“答案或许可以在这里找到。”阿努回到他的私人房间，打开那个密封的石板，将其插入浏览器，信息展现出来：“阿达帕是我与一个地球女子所生的后代。”伊拉布拉特理解了恩基的想法以及对于阿达帕命运的影响。经过片刻思考，伊拉布拉特说道：“伟大的阿努大王，看起来阿达帕和他的后代注定要在地球上生活，并履行他们的使命。恩基的只是清楚地表明，他不应该享用天上的面包和饮料，这是一个必须尊重的决定。”阿努在内心仍然矛盾的情况下，承认了伊拉布拉特的话，他决定尊重儿子的意愿和阿达帕及其后代指定的命运。于是，阿努宣布了阿达帕的使命，即承担种植和牧羊的任务，为地球带来丰盛的食物。做出了这个决定后，阿努回到宴会厅，告知其他人关于启示和阿达帕的命运。庆典继续进行，但对阿达帕及其后代在宏伟计划中的角色有了新的理解。伊拉布拉特解释道：“我们的规定允许有妾室，但对于星际关系并没有明确规定。”阿努将宁吉什奇达召至他的房间：“你知道恩基秘密信息的内容吗？”宁吉什奇达低下头回答道：“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猜测。”
我测试了阿达帕的生命本质，它与恩基的种子相符合。阿努对阿达帕与恩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感到有些兴趣，他意识到它们存在的重要性以及对地球未来的潜在影响。伊拉布拉特建议道，也许是时候重新考虑我们与地球及其居民的关系了。地球人拥有一些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价值的品质和能力。阿努沉思了这个想法，并决定召开一次阿努纳奇会议，进一步讨论此事。显然，阿达帕及其后代在地球上的存在可能带来知识和进步的新时代。在对此有了新的理解之后，阿努接受了尼比鲁星与地球之间共生关系的概念。阿达帕及其后代的命运将与两个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标志着阿努纳奇和地球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随后，阿努命令阿达帕立即返回地球，并让宁吉什奇达和恩基成为文明人类的导师。在他们返回的时候，还携带了大量的尼比鲁农作物的种子，而杜牧奇德在逗留了一段时间后，才带着羊群和羊的本质返回地球。在旅途中，宁吉什奇达向阿达帕解释了关于众神、行星以及他所了解的知识。他教会了阿达帕关于月份以及如何计算地球的年份。恩利勒对他们迅速返回的情况感到怀疑，这是在尼比鲁踩了个点就直接回来了。恩基向他们透露了阿达帕的身世，恩利勒又愤怒了起来。这位老兄一天不怒就有点心情不好。你是没有违反任何规定，但你决定了阿努纳奇和地球人的命运。此时，马尔杜克被他的母亲宁基召回到埃利都，恩基决定对马尔杜克隐瞒真相。马尔杜克对阿达帕和提提有深刻的印象，并很快与双胞胎卡因和亚伯尔建立了亲密关系。让宁吉什奇达教导阿达帕，让我来教导这两个孩子可以吗？马尔杜克问道。恩利勒则不同意，他让马尔杜克教导其中一个，让尼努尔塔教导另一个。于是，宁吉什奇达留在埃利都教导阿达帕和提提，教授他们写作和数字的科学知识。尼努尔塔把卡因接到了自己的地盘巴德提比拉。卡因意为使庄稼在田地中生长的人，教他挖掘灌溉渠道、播种、收割和用树木犁田。马尔杜克接纳了另一个兄弟亚伯尔，意为湿地之人，教他如何建造牲畜圈，以便在杜牧奇德从尼比鲁返回后开始放牧。不久后，杜牧奇德才从尼比鲁带回了4足动物和绵羊的种子，大家聚集在一起，思考如何处理这个新物种。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绵羊，从未有过山羊产下小羊羔，从未有过羊毛纺织的纺织品。恩基、恩利勒、宁玛和宁吉什奇达决定建一个繁殖室，一个创造之屋，就在雪松山脉的登陆地点山上，靠近宁玛灵丹妙草的种植地。在那里，地球上的谷物开始种植，绵羊开始繁衍。尼努尔塔成为卡因的导师，教他种植和收割。马尔杜克成为亚伯尔的导师，教他有关羔羊繁育和放牧的科学。恩利勒宣布，当迎来第一次丰收和成熟时，我们将举行庆祝仪式。很快，兄弟俩就完成了任务，将谷物和绵羊放在恩基和恩利勒面前。恩利勒毫不吝啬地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和祝福。恩基拥抱着亚伯尔，高举着绵羊，食用的肉、穿戴的羊毛已经来到地球上了。旁边，卡因的脸色变得阴沉和悲伤，自己似乎被遗忘了。后来，兄弟俩开始起了争执，认为自己才更有价值。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当夏天来临，大地干涸，没有雨水。亚伯尔带着群羊去卡因的田地里饮水，兄弟之间的争执再次升级。愤怒的卡因拾起一块石头，砸向了亚伯尔的头颅，他失去了理智，不停地砸，直到亚伯尔倒在血泊之中。恢复神智的卡因颤抖了起来，哭喊着：“我的兄弟，我的兄弟，我的！”但为时已晚。远在埃利都的提提第一个意识到了不对劲，那是一种强烈的感觉。提提对阿达帕说：“我的心充满了悲伤，或许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提提的直觉证明是正确的，亚伯尔的生命逝去了。提提的悲伤和直觉暗示了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这个行为的后果将在相关人的内心深处产生深远的共鸣。阿达帕和提提离开了埃利都，来到儿子们所在的地方。他们看到卡因坐在他兄弟的尸体身旁。
提提痛苦的尖叫，而阿达帕则向亚伯尔的头上撒了些土。他们对卡因大声喊道：“你做了什么？你都做了些什么？”阿达帕将事情告诉了恩基。恩基终于愤怒了，并对卡因说道：“诅咒！你将被放逐出伊甸，你不能与阿努纳奇和文明的地球人一起生活，还有亲手将你的兄弟亚伯尔埋葬。我会告诉你如何做。”30个日夜过去了，阿达帕和提提仍然痛苦不堪。马尔杜克愤怒地说道：“卡因的行为必须受到死刑的惩罚。”尼努尔塔在一旁起哄：“那让7位审判者来决定。”马尔杜克并不同意，他不是来自尼比鲁的人，不适用我们的律法。马尔杜克很生气，之前尼努尔塔打败了安祖，就让他一直不爽，现在连自己的学生都被杀了。尼努尔塔被马尔杜克的话所伤，恩基则把这个隐藏了很久的秘密告诉给了马尔杜克，如此马尔杜克得知了阿达帕、卡因和亚伯尔兄弟的起源。恩基解释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文明的地球人现在可以自行繁衍后代，卡因也不应该被消灭，否则叛乱将会再次出现，而且我们将没有充足的食物。现在，马尔杜克，请对卡因怜悯一下，不要让阿达帕的血脉断绝。起初，马尔杜克非常愤怒，但后来他笑了。之前就听说了你的风流韵事，当时还以为是假的，现在我明白了，这是真的。虽然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将他驱逐到地球的边缘。因此，卡因和他的妻子阿万被带到了西方。宁吉什奇达改变了卡因的生命精华，卡因因此失去了胡须，使他与阿达帕的其他儿子有所不同。但很快问题就出现了，没有了卡因和亚伯尔，谁来繁殖羊群，提供编织衣物的羊毛呢？谁来耕种土地，获取粮食呢？于是，在第95夏尔，阿达帕和提提又生下了一个儿子。提提给他取名萨提，意为团结之子。之后，他们又生了30个儿子和30个女儿，这样就有了牧羊人和农民。在第97夏尔，恩西出生了，他是萨提和他的妻子阿祖拉的儿子。恩西意味着人类的主人。阿达帕教导了恩西关于阿努纳奇族群以及尼比鲁星的事情，带着他参观了阿努纳奇的各个城市，并知晓了阿努纳奇的所有秘密。南奈尔教授恩西关于香料油的知识，伊什库尔教他如何制作因布果实的精华。从那时起，文明人开始崇拜阿努纳奇，因为他们向人类传授了文明。恩西与他的姐妹诺阿姆生下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是库宁，陶窑之人。尼努尔塔成为他的导师，库宁在巴德提比拉学习了火、铸造、精炼、石油和沥青的知识，致力于为尼比鲁提炼黄金。不知不觉过了98夏尔，来到了第99夏尔，马拉鲁诞生了。他是库宁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穆阿利特的儿子。马拉鲁的意思是玩耍之人。尼努尔塔教他音乐，并赐予他一架竖琴和一把长笛。随后，马拉鲁与邓娜结合，邓娜是他父亲兄弟的女儿，他们生下了伊里德及淡水之人。杜穆奇德教他如何挖井，为牧群提供水源。牧群和少女们聚集在草原上的井旁，婚姻让文明人类的繁衍如火如荼。伊吉吉更是频繁地来到地球玩耍，他们希望留在地球上生活，而不是在风暴肆虐的拉姆上。之后，伊里德遇到了他的妻子巴拉卡，他母亲兄弟的女儿。在第102夏尔，他们的儿子恩基米出生了。恩基米聪慧过人，他能轻而易举地理解数学，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恩基非常喜欢他，并将所有的秘密透露给了他。随后，恩基米又了解了太阳家族和12个天体神的事情，如何用月亮计算月份，用太阳计算年份，以及尼比鲁上夏尔的计算方法。恩基还向他展示了如何将天空的圆圈分为12部分，如何安排时代，以及在时代中的12位尊敬而伟大的阿努纳奇。之后，恩基米有过2次宇宙航行的体验。在第1次旅行中，是与马尔杜克一起前往月球，马尔杜克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了他。当恩基米返回地球时，从乌图那里学习了祭司的仪式，还得到了一块石板，用来记录所学到的知识。而且，乌图还向恩基米
提供了辉煌的住所，就像对待地球的王子一样，真是集万千所爱于一身。后来，在西帕尔，恩基米遇到了他的妻子，同父异母的妹妹埃迪尼。第104个夏尔，恩基米的儿子马图沙尔出生了，他被称为在闪耀的水域中升起的人。马图沙尔出生后，恩基米第二次与马尔杜克一起拜访了位于拉姆的伊吉吉。伊吉吉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地球人，据说恩基米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但在离开之前，他给他的孩子们留下了一份书面记录，上面记录了太阳家族、地球的各个地区和河流。他将这一切知识托付给了3个儿子马图沙尔、拉吉姆和盖达德。马图沙尔与他的妻子埃德纳特相遇，并生下了一个名叫卢马赫的强大男子。伊吉吉们选择让卢马赫作为他们的领导者。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由于食物配给的减少，让田间和草地上的工人们抱怨不已。在这个时期，第一个文明人阿达帕迎来了他的死亡命运。在临终之际，他将他所有的后代都召集到身边。阿达帕想在离世之前给予他们祝福。当家人们都聚集在了一起，阿达帕没看到卡因，显然有些失落。于是，恩基让尼努尔塔将他的门徒卡因带来。很快，尼努尔塔乘着天空之鸟来到流浪者之地，将卡因带了回来。阿达帕用衰弱的视力扫视了他们的脸，当他注意到卡因没有胡须，而萨提有胡须时，他把右手放在萨提的头上，说：“地球将会充满你的后代，从你的后代中，像一棵有3个枝杈的树一样的人类，将在一次巨大的灾难中幸存下来。”他将左手放在卡因的头上，说：“因为你的罪孽，你失去了作为长子的权益，但会从你的后代中出现7个国家，然后他们会在遥远的地方发展壮大成一个独立的王国。但因为你用石头杀害了你的兄弟，你的生命也将被一块石头终结。”阿达帕讲完后，他放下了双手，并说：“现在召唤提提，我的妻子，以及我的所有儿子和女儿。当我的灵魂离开我时，把我带到靠近那条河流的地方，那是我出生的地方，让我面朝东升的太阳。”提提哭泣着跪在阿达帕的身旁。他在第93个夏尔的中间出生，于第108个夏尔的末尾去世。对于一个凡人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生命，但他没有像恩基那样永恒的生命周期。在阿达帕的告别仪式之后，卡因也向他的母亲和兄弟告了别。他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为他的儿子和女儿建造了一座城市，但在建造城市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命中注定的厄运，正如他父亲预言所说的那样，被一块石头砸中。随后，卢马赫来到伊甸园为阿努纳奇人服务。在那些日子里，伊吉吉们看到了美丽动人的人类女性，便娶她们为妻。在卢马赫的时代，伊吉吉人开始与地球人通婚，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拉姆星上，尘埃和干旱笼罩着这颗行星，伊吉吉们心神不宁，请求马尔杜克在拉姆星上保留过渡站。尼尔加尔和冥界女王埃蕾什基加尔被指派在纯白之地安装观测仪器，以检测太阳的活动会对地球和拉姆造成的影响。地球的岁月和尼比鲁的夏尔让当初来到地球的阿努纳奇皇室成员们的身体产生了沉重的负担，他们每个人的面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恩利勒显得疲惫而苍老，他打破了沉默，开口说道：“自从我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100多个夏尔。我曾经是一个优雅的领袖，而现在我是一个有胡须、非常疲倦、年老的人。”众神用奇怪的眼神看向他：“你确定不是因为经常愤怒而导致的？”恩基咳嗽了一声，转移了大家的视线，说：“我曾经是一个热衷的英雄，愿意领导和冒险。如今，我的孩子们有了孩子们，也有了孩子们，他们都在地球上出生，而我们变老了。但那些在地球上出生的人将变得更老。”宁玛悲伤地说：“他被戏称为一只老羊，那个靓丽的女神是一去不复返了呀。”恩利勒补充道：“其他阿努纳奇人在这段时间里来来去去，而我们作为领导者，不得不一直留在这里。也许是时候离开了。”恩基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每当他们3姐弟中的任何一个希望回到尼比鲁时，阻碍的话语
就会传到他们的耳中。恩利勒充满疑惑的眼神，发生了什么事？地球或尼比鲁上出了什么问题吗？宁玛回答说，这可能与2个星球的生命周期差异有关。于是3人只好等待。不久之后，马尔杜克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得了的问题：父亲恩利勒的儿子都已结婚。尼努尔塔娶了阿努的女儿巴乌，南纳尔娶了我的姐妹宁加勒，伊什库尔娶了莎拉，尼尔加尔通过威胁的手段娶了恩利勒的孙女埃雷什基加尔，而我，你的儿子到现在还是一条单身狗。现在该轮到我了，父亲，我想要一个妻子，我想要选择自己的新娘。看着楚楚可怜的马尔杜克，恩基失笑道：“你这孩子，不知道你父亲我是个怎样的什么，想结婚就去结。我教给你那么多知识，就是让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神。虽然你的话让我感到开心，你母亲也会很高兴。”随后，恩基拍了一下马尔杜克的肩膀：“她是一个怎样的女子？”马尔杜克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憋出了话：“她是阿达帕的后代，是地球上的人类，也是你的后代，不是来自尼比鲁。”恩基无言地看着儿子：“咋的？啥事都学我呢？作为尼比鲁的王子，拥有继承人的头衔，你确定要娶一个地球上的人类？更不用说还是自己的后代？”马尔杜克坚定不移地说道：“他的名字叫萨尔帕尼特，我很喜欢他。”恩基将这个事情告诉妻子地球夫人宁基。马尔杜克解释道：“在我和恩基米同行的路途中，他的一位女儿吸引了我的目光。”宁基沉思着儿子的话：“那这位年轻女子是否喜欢你呢？”“当然。”马尔杜克坚定不移地说道。恩基提高了声音：“这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儿子这样做，他将永远不能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尼比鲁，并且将永远失去他作为尼比鲁王子的权利。”马尔杜克苦涩地笑了笑：“我在尼比鲁乃还有什么权利啊？即使在地球上也没多少权利。这是我的决定。”既然马尔杜克有着这样坚定的信念，恩基夫妻俩只好同意。恩基随后将马尔杜克的决定告诉了恩利勒和宁玛，他们俩都感到震惊。恩利勒说，父亲与地球人有关系，与儿子决定娶其中之一是不同的。宁玛说，他可以娶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这是王室的习俗。恩利勒将这个消息转达给了尼比鲁的阿努。阿努表示他无法同意，在尼比鲁的律法中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规定，毕竟以前从来没有其他类似的文明种族。阿努召集了顾问和智者，他们解释说，他的祖先阿达帕不能留在尼比鲁，当然阿达帕的后代也不能留在这里，而且马尔杜克也不能回尼比鲁。一些智者和顾问表示，马尔杜克已经习惯了地球的生命周期，即使没有萨尔帕尼特，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回到尼比鲁。经过共同协议，阿努决定马尔杜克可以和萨尔帕尼特结婚，但他将不再是尼比鲁的王子。恩基、恩利勒和马尔杜克都同意了这个决定。宁基说，让我们庆祝婚礼吧，派对在埃利都举行。恩基还为马尔杜克准备了一份礼物，一个远离伊甸园的领地。恩利勒思考了一会儿，问道，你说的是哪片土地和哪些领域？恩基说，那是在阿布祖上方的一片领地，位于通往海上的地方，它与伊甸园被水隔开，可以乘船到达。恩利勒同意，就这么办吧。庆典非常隆重盛大，礼物的数量也很多。在7只手鼓的伴奏声中，伴娘牵着新娘缓缓出现，新娘打扮得极其美丽，光彩夺目。这是一次阿努纳奇人和地球人的盛会，对他们来说，婚礼就是加冕。大量年轻的阿努纳奇、拉姆的一级级前来见证尼比鲁和地球的联合。这次到访的一级级有200名之多，但没神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时间回到婚礼之前，在拉姆一级级们聚集起来，在工人中间，一个一级级来到众人面前，他的名字叫沙姆加兹。沙姆加兹捂着胸口沉声说道，同胞们，看看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我们的感受，我们远离家园，远离亲人，来到这个陌生、条件而又极度恶劣的环境，没日没夜的辛勤劳作，我们受到了足够多的苦难和孤独，这一切都值得吗？
如果领袖马尔杜克能享受优渥的生活，那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权利。我们也想要地球上的女性，想要结婚生子。来吧，让我们从亚当培特女性中选择一名作为自己的妻子，让他们为我们生下子女。如果需要受到惩罚，我一个人愿意为你们承担一切，即使没有人跟随我，我也会独自采取行动。一个接一个，一级级们神情激愤，他们称地球女性为亚当培特。于是，他们中的200人通过飞船抵达了雪松山上巨大平台的登陆点，在前往埃利都的路上，还遇上了一群地球人，于是一同前往。就在马尔杜克和萨尔帕尼特的婚礼庆典结束时，根据事先商定的信号，沙姆加兹向其他一级级们发出了信号。于是，每个一级级人都掳了一位自己早已相中的地球女子，然后他们带着这些女子迅速转移到了雪松山的登陆点。阿努纳奇的领导们意识到了严重性，他们承认一级级渴望拥有伴侣和后代的强烈愿望，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马尔杜克理解了这个困境，对一级级表示同情，他愿意负责并寻找解决方案。马尔杜克说：“我不能禁止他们做我自己做过的事情。”恩基和宁玛不情愿地同意了。恩利勒又开始发飙了：“我们自豪而神圣的使命被抛弃了。一个错误引发了另一个错误。恩基引发了这一切。”马尔杜克继续下去，现在他们成为数百个一级级的榜样。恩利勒心想着，即使现在把锅甩给兄弟，也于事无补。他提出了条件，他们不能在地球上生活。马尔杜克毫不犹豫站出来说：“拉姆的生存环境非常糟糕，我们不能这样对待他们，是他们成就了我们神圣的使命。”恩利勒破口大骂：“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不用你来教我，你这个不懂尊敬长辈的小子。”于是，恩利勒做出了最后的让步，不能让他们出现在伊甸园。在他说完这些话后，就愤怒地离开了。想来，弟弟脸上的皱纹又要多几道了。恩基心里默默地想着。为了泄愤心中的闷气，恩利勒将在雪松山的一级级与阿达帕的后裔地球女性一起孤立了一段时间。因此，在不久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他被称为太空飞船的子孙。这个称呼，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同样，马尔杜克和他的妻子萨尔帕尼特也有了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名叫亚萨尔，第二个孩子名叫萨图。为了陪伴他们，马尔杜克在自己的领地为孩子们建造的2座城市，并邀他们是恩利勒家族尼努尔塔的领地。此时，卢马赫仍是地球人粮食的监管者，他与父亲兄弟的女儿巴塔纳什结婚。恩基要求儿子马尔杜克将卢马赫带到他的领地，教导地球人如何建造一座城市。于是，马尔杜克照做了，但在这个普通的任务下，却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没错，卢马赫的妻子巴塔纳什异常美丽。然后，恩基很愉快地被迷住了。因此，为了保护巴塔纳什，恩基让他在卢马赫离开时前往舒鲁巴克旅行。在此之后，恩基故意前往舒鲁巴克拜访他的姐姐。当恩基找到巴塔纳什时，他正在沐浴，然后2人，不是一人一神，很自然地发生了亲密关系。巴塔纳什怀孕了，是一个男孩。卢马赫急忙赶了回来，一看，他傻眼了。这个男孩皮肤雪白如雪，头发拥有像羊毛一样的颜色，
他的眼睛明亮璀璨，如同天空。马赫无法理解，这确定是我的孩子？想来他是想不通这第一顶绿帽的。而恩基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第一任隔壁老王。马赫的父亲马图沙尔也见到了这个男孩，虽然很年长，但他也是第一次见这种情况。是否是生命本质发生了变化所引起的呢？毕竟地球人的原始血脉是拥有恩基的本质的。马图沙尔有些怀疑，他是1级的后代吗？巴塔纳什否定了他的疑问。马图沙尔平静地搂住马赫的肩膀，说：“这个男孩是一个谜，但也显现出一个奇怪的预兆。他是独一无二的，是被命运选中的。我不知道这个任务是什么，但在适当的时候，他将会有所启示。愿这个奇怪的孩子所预示的是即将到来的宁静时光。”在马赫的时代，情况依旧很艰难，空气变得更加寒冷，天空缺乏雨水，大地干涸，田地上的收成减少，围栏里的小羊也不多了。巴塔纳什没有向马图沙尔和马赫透露他儿子的秘密，宁玛则给予了这个男孩他的支持和关爱。恩基也非常喜欢他，并教他阅读阿达帕的文献。这个年幼的男孩学会了观察和执行祭祀仪式。那是第10个夏尔，这个男孩被称为奇乌苏德拉，意为拥有长寿和光明之子。他在舒鲁巴克长大，并在那里遇到了埃姆扎拉，他们结婚并育有3个孩子。在这段时间里，地球上的苦难加剧了，瘟疫和饥荒正在蔓延。人类和阿努纳奇都为最近发生的灾难而苦苦挣扎。指挥之主恩利勒为地球人指定了惩罚和命运。在他看来，阿努纳奇在地球上的使命已经被扭曲了。对他来说，喧嚣而喧哗的地球人群已经成为了一个可憎的存在。地球人与阿努纳奇的结合让他夜不能寐。宁玛为地球人辩护，会教导他们如何自救和延续文明。但恩利勒对他的请求视若无睹。在地球人居住和繁衍的土地上，水源不再增长，大地已经闭塞，植被也不再生长。恩基希望够教导地球人捕鱼和从海洋中获得食物。然而，恩利勒也通过法令禁止了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饥荒和疾病加剧。在1个夏尔中，地球人只能靠野外的草本植物为食。第2个夏尔、第3个夏尔也是如此。这是恩利勒的报复。地球人的代言人奇乌苏德拉前往埃利都请求主人恩基的援助和拯救，但是由于恩利勒的法令，恩基也毫无办法。这个时候，甚至连阿努纳奇也为地球人的命运感到悲伤和恐惧。粮食减少也影响到了他们。无论在地球还是在拉姆上，季节已经失去了规律性。奇怪的事件正走上了未知的道路。齐沙尔失去了他的主人，垂痕手镯被看不见的力量拉伸和推动。在尼比鲁，智者们敲响了警钟。他们说，全能者将天空还原到原始的样子，这是因为他在发怒。在地球上，困境加剧，恐惧和饥饿蔓延。尼尔加尔和埃雷什基加尔在纯白之地花费了4个夏尔来观察这些未知的现象。他们发现了地震，土地开始滑动。于是第5个夏尔来临了，然后第6个夏尔。在尼比鲁上，智者们也观察到了，并再次敲响了警钟。他们告诉阿努国王，下一次当尼比鲁靠近地球时，纯白之地表面的冰雪将融化，引发水灾。智者们说，大地将被一道巨大的浪潮吞噬，一场洪水正在接近。如果在地球上的任务无法进行，那么就没有黄金来源，尼比鲁的命运又将滑向无边的黑暗之中。恐惧在蔓延，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一切都已经混乱了。在阿布祖，金矿关闭了，阿努纳奇离开了伊甸。在巴德提比拉，熔炼和精炼也停止了，那里的所有黄金被匆忙送往了尼比鲁。阿努纳奇的飞船来到地球，一位满头白发的阿努纳奇以威严的步伐从飞船内走了出来，将一封阿努的密封信函交给了恩利勒。阿努的印章完好无损，真实可信。在尼布鲁基，恩基阅读了这块板块上的信息。抵达的阿努纳奇名叫加尔祖，他象征着国王和议会。加尔祖的话就是我的命令。加尔祖和宁玛
来自同一学派，但他看起来年轻得多。宁玛说他一点都没印象。女神真是健忘啊！此外，与之相比，她看起来就像个老婆婆。加尔祖简单的解释了下，原因是冬眠周期。不过还有一份撤离计划。他们检查了从尼比鲁返回的阿努纳奇的身体状况，发现他们的身体已不再适应尼比鲁的周期，他们的睡眠受到干扰，视力逐渐衰退。尼比鲁的能量网络让他们的步伐变得更加沉重，他们的心智受到影响，他们的子女比他们的父母更年长。而且，在地球停留时间越长的阿努纳奇人，返回时受到的影响越大，甚至是死亡。也就是说，他们这第一批来到地球的阿努纳奇人，已经无法再返回尼比鲁了。恩基姐弟三神变得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宁玛打破了沉默，接受了现实。然而，恩利勒又愤怒了。以前，地球人正变得像他们一样，但现在，他们正在变得像地球人。他们将永远被困在这个星球上。整个任务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恩利勒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而且最重要的是，地球人都是兄弟恩基的后代，在地球的阿努纳奇人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奴隶。加尔祖充满同情，包括在旁边语无伦次、状若癫狂的恩利勒。然后他说：“确实，现在有很多需要思考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让尼比鲁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我们来到地球的目的是全能之神的安排。也许我们阿努纳奇族只是全能之神整个使命和计划中的一颗棋子。但是不管怎样，我想告诉你们，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和尼比鲁的秘密命令。你们三人必须留在地球上，你们只有在返回尼比鲁之时才会面临死亡。在等待大灾变的时候，你们必须在地球的外层空间中等待。与地球人结婚的一级级要么离开，要么留下，但前提条件是任何地球人都不得前往尼比鲁。那些希望留下观察自己命运的人，可以在飞船内保护自己。至于其他人，则立即前往尼比鲁。于是，恩利勒在尼比鲁基举行了会议，所有阿努纳奇人齐聚一堂。指挥之主恩利勒站在台上，望着下面乌压压的神头，沉声道：“我们在地球上的使命已经走到了痛苦的尽头，大灾难即将来临。废话不多说，想要离开的阿努纳奇人立刻准备撤离回尼比鲁，前提是不能带上地球人。想要留下的人最好带领他们的妻子和后代前往地球最高的山峰。对于那些决定留下的阿努纳奇，可以在飞船上留在外面目睹地球的命运。作为指挥官，我将是第一个留下的人，其他人你们自己决定吧。”恩利勒这次倒是出奇的爽快，也能看出他做神虽然有些情绪化，但却非常果断。尼努尔塔站出来：“我将与我的父亲一起留下，面对这场灾难。”南纳尔，恩利勒在地球上的长子，宣布他希望在月球上等待洪水的到来。恩基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恩利勒虽然对南纳尔的行为感到困惑，但最终同意了他的决定。伊什库尔宣布他将留在地球与恩利勒一起。乌图和伊南纳尔的孩子也表达了他们想要留下的愿望。宁吉什奇达这位与恩利勒关系一般的孙子也表示要留下。恩基和宁基自豪地宣布他们选择留下，不离弃地球。马尔杜克愤怒地说：“我不会抛弃伊吉吉和萨尔帕尼特的。”看来这小伙的情绪开始向恩利勒靠拢了。恩基的其他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宣布他们留下的决定。最后，大家将目光投向宁玛，他也自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宣布说：“我的整个生命都在这里，地球人是我的创造物，我不会抛弃他们。”听到宁玛的话，阿努纳奇和伊吉吉们问道：“地球人将会怎样？”恩利勒回答道：“地球人带着他们的丑恶，让他们毁灭吧。”恩基大声反驳道：“他们是我们创造的一个特殊的存在，我们必须拯救。”恩利勒也大声说道：“你每次都改变决定，你让原始劳工繁殖，赋予他们知识，你将全能创造者的力量握在手中，只为自己沾上那些可憎的事物。你通过淫乱创造了阿达帕，你给予他的后代理解力，你将他的后裔带到天空，分享我们的智慧。
你违反了所有的规则。两兄弟的嗓门是一个比一个大，紧张局势升级，他们互相指责和抱怨。其他的阿努纳奇和伊吉吉在旁边看戏，一点都不想介入这场激烈的争论，当然他们也介入不了。恩基主张他们有责任拯救地球人免于即将到来的灾难，恩利勒则指责恩基一贯改变计划，无视议会制定的规则，对他的行动进行谴责。他指责恩基干预地球人的事务，赋予他们知识，干涉他们的命运。最后决定让事情随其自然，要求每个阿努纳奇人发誓不得干预地球人的事务。第一个宣誓的是尼努尔塔，然后恩利勒家族成员一个接一个。恩基的儿子马尔杜克鞠躬表示同意，但不知发誓的意义在哪。他问道：如果伊吉吉抛弃了他们的人类妻子，岂不会在地球人中间引起恐慌？宁玛含着泪，低声颤抖地说出了誓言的话语。恩利勒固执地盯着兄弟恩基，像是在说：你还在等啥？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我发誓？恩基质疑道：这是你在地球上的决定，这是一项命运，你想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偶然吗？既然是你的决定，那么就扛起责任吧，永远。恩基说完这些话，愤怒地离开了会议。马尔杜克也跟了出去。人群骚动了一会，恩利勒迅速恢复了秩序，开始组织进行撤离工作。首先离去的是那些将返回尼比鲁的人，不止一个或两个，而是几艘船的离去了。接下来轮到了马尔杜克、伊吉吉以及他们的地球妻子。马尔杜克给了他们一个选择，要么跟随他的家族一起前往拉姆，在那里等待灾难的结束，要么在地球上自寻生路。尼努尔塔来到大洋彼岸的山地，观察地球的颤动情况。尼尔加尔和埃雷什基加尔则前往纯白之地，继续负责监视地球上的各种活动。恩利勒又让伊什库尔负责监视地球人的行动，禁止他们接近阿努纳奇的撤离地点。天船之地西帕尔成了所有准备工作的中心，恩利勒在这里建立了临时的指挥中心，并将命运之板带到了这里。恩利勒向恩基解释说，应该把记录板埋在西帕尔的地底，这样将来的人们可以知道在另一个星球上所发生的事情。恩基赞同他兄弟的话，并将 ME 和其他板块存放在金色的箱子中，随后把它们一起藏在西帕尔的地底，供后人发现。随着一切安排妥当，领导者们等待着出发的信号。天空中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就在这时，恩基对他的姐姐宁玛说起，他似乎忘记了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命运。他说，恩利勒把所有关注点都集中在地球人身上，但他忘记了其他所有的生物，而我同样也忘记了。当洪水淹没地球时，所有的生物都将受到毁灭，包括那些来自尼比鲁的生命之种。我得想个办法把这些生命之种保留下来。我在舒鲁巴克处理这个任务，宁玛说道，而你去阿布祖处理其他生物。于是两人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舒鲁巴克，宁玛得到了一些助手的帮助，恩基在阿布祖得到了宁吉士达的帮助。在古老的生命之屋中，他们收集了雄性和雌性的精华以及生命的种子，然后以一对一对的方式将雄性和雌性保存在阿布祖和舒鲁巴克两个地方。他们也知道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喇叭声响起，警报拉响，尼努尔塔宣布大灾难已经降临了。地球上雷声不断，土地开始震动，海水不断在咆哮，恐惧降临。所有留下的人都在自己预先安排的地方等待着灾难的降临。就在这时，恩基在自己的住所里陷入了沉睡。在梦境中，一个明亮而光辉的男子就像天空一样出现在他面前。随着人影接近，原来那是白发苍苍的加尔祖。他右手持着一支尖笔，左手拿着一块光滑而闪亮的青金石平板。加尔祖说道，你对恩利勒的指责是无根据的，因为他只是说出了真相，而这个决定将被称为恩利勒的决定，这是命运的选择，而不是他恩利勒的选择。现在你要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让地球上的人类来继承这片土地。我这次来是全能创造者意愿的指引，告诫你的儿子齐乌苏德拉即将来临的灾难，但
前提是在不违背你的誓言情况之下。只是他建造一艘能够在水下保持浮力的船只，告诉他所建造的船只必须能够经受住洪水的冲击。这艘船只必须类似于这块平板上所展示给你的那样，让他拯救自己和他的家人，并且让他带上一切有价值的种子，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随后，加尔祖用尖笔在平板上绘制了一幅图像，并把它留在了恩基的床边。图像消失后，这个梦幻的幻境结束了。恩基从梦中醒了过来，这个幻境既神秘又具有启示性。恩基躺在床上思考着，这是什么预兆？当他看到身边的平板时，他知道这不是梦，而是现实。在平板上，尺寸数据清晰可见，这些正是船只的确切构造数据。恩基立刻派使者去找加尔祖，不过却晚了一步，加尔祖早已返回了尼比鲁。恩基感到困惑，他无法理解这样的奥秘和预兆。虽然无法解开，但信息清楚地展现在他面前，他不得不谨慎地思考并做出选择。因此，那天晚上，恩基秘密地前往奇乌苏德拉睡觉的芦苇小屋。在芦苇小屋前，恩基并没有对着奇乌苏德拉说话，而是对着小屋的墙说话：“醒来吧，醒来，请注意我的指示。”一场暴风雨将降临地球，席卷所有城市，人类及其后代将全部被毁灭。这是命运的决定，由阿努、恩利勒和宁玛宣布。现在，请离开你的家园，并建造一艘船，放弃其他所有的一切，来拯救你的生命。注意，你只有7天的时间，建造一艘能够旋转并在洪水中存活的船，确保船只能完全被水覆盖。在船内无法见到阳光。船的设计和尺寸详细描绘在了一块平板上，我会把它放在芦苇小屋的墙角边上。记住，你只有7天时间建造船只，聚集你的家人和亲戚，储备足够多的食物和饮用水，同时带上家畜，然后在指定的日子等待一个出发的信号。到时，我会派遣一位熟悉水域的阿努纳奇来帮助你。一场来自南方的毁灭性洪水将摧毁土地和所有生命，船只将从停泊处脱落，然后它会在水的冲击下翻滚和旋转。恩基的声音在奇乌苏德拉的耳边不停地回荡，他的信息很明确：一场可怕的风暴即将来临，人类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奇乌苏德拉明白，它是人类最后的种子，是人类的救赎。奇乌苏德拉被恐惧所震慑，跪倒在地，祈求能见到恩基的面容，但恩基拒绝了。他已经解释了一切，明确表示奇乌苏德拉不能见到他的面容，否则他将因为誓言而死去，并且因为自己的行为会让恩利勒愤怒。如果奇乌苏德拉能到阿布祖亲自与恩利勒谈谈，或许会让恩利勒的心情平静一些。寂静降临，醒来的奇乌苏德拉离开芦苇屋，找到了恩基提到的那块石板。石板上会有一艘船，就像恩基所描述的那样。石板在月光下闪烁着光芒。第二天早上，奇乌苏德拉与人们会面，因为恩利勒对恩基的愤怒，间接地对他有了敌意，让他不能踏入伊甸园。因此，他需要建造一艘船，前往阿布祖寻找恩基。一听到这个消息，整个城镇都动员起来，但这艘船太大了，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资源，人们都非常焦急。每个人都想帮助奇乌苏德拉，平息恩利勒对于人类的愤怒。许多人牺牲自己的生计来提供帮助，有人搬运木材帮助建造，有人涂抹沥青等。奇乌苏德拉呼吁所有希望在阿布祖寻求恩基庇护的人都能加入进来。一些工匠听从了他的呼唤。然后6天过去了，在第7天，也就是大洪水的日子，恩基的使者工匠之神尼纳加尔到达了。他是伟大的恩基用阿布祖的粘土创造的神灵之一。尼纳加尔来时还带着一只雪松木盒。奇乌苏德拉邀请尼纳加尔登船。这艘船巨大而精良，能够抵御任何即将到来的风暴。于是人们一起等待第7天的到来。天空中，星星们预示着狮子座时代的来临。第120个夏尔来临，这是奇乌苏德拉人生中的第10个夏尔。突然，一团黑暗的乌云
出现在地平线上，遮天蔽日，一股死亡的奇异阴影笼罩着地球。雷声在全球回荡，闪电照亮了天空。在西帕尔，乌图发出信号，起航，起航！他对其他的阿努纳奇们大喊。众神们乘坐他们的飞船升向天空。尼纳加尔从18里之外看到风暴的逼近，立马对众人喊道：“关上门！”他的呼喊在舒鲁巴克回荡，宣告了一场史上最强烈风暴的到来。天空打开，一阵可怕的咆哮声从地球深处升起。当他们关上船门的那一刻，黑暗笼罩着一切，船内伸手不见五指，船被完全封闭。海浪携带着强大的力量撞击着船体，但在船内除了混沌的海水撞击声外，什么也听不到。大洪水以震耳欲聋之势咆哮着，整个地球都在颤动。在地球的南方，纯白之地的板块开始震动，地基剧烈摇动，冰川崩裂，被一股属于尼比鲁星系无形的力量所拽动。巨大的冰块碰撞在一起，寂静冰冷的画面像破碎的镜子般碎裂开来。突然间，一个巨浪从海平面升起，天空和海面似乎连接在了一起。一阵狂风将水流吹向北方，那是阿布祖的方向。当水墙来到舒鲁巴克时，方舟的船锚松动，船只瞬间被水淹没。船只里面的人只感受到天旋地转，仿佛置身于深渊之中。外面，水墙吞噬着那些无法寻得庇护的人们。大地消失了，四面都是水。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水墙变得更加强大和迅猛，并向着高山之地进发。阿努纳奇们在他们环绕着地球的飞船中观察着地球，他们心急如焚，想知道地球上正在发生什么。水已经覆盖了一切，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已经永远的被改变。宁玛的眼泪一直没有断过，他感受到了自己所创造的生灵的绝望和不甘，痛苦不停地撕裂着这位仁慈女神的心脏。伊南娜的眼眶里也满是泪水，哀叹地球上的一切都变成了泥土。飞船中的其他阿努纳奇谦卑地观看着大自然的力量，心中充满了敬畏，同时回忆起了他们在地球上所经历的一切美好回忆，但那些已经真的成为了回忆。阿努纳奇们互相安慰，这就像一场致命的战斗，暴风雨以无可抵挡的速度席卷着大地。在巨浪席卷地球之后，天堂的闸门打开，暴雨如注，连续进行了40个日夜。宏伟的山脉峰峦变成了广袤海洋中的小岛屿，地球成为了一个广阔的水域星球。洪水和暴雨改变了地球的所有景观，将一切都转化成了一个巨大的水世界，让人回想起古老的提亚马特。随着时间的推移，水逐渐开始退去，重新汇聚到盆地中。在大洪水开始的40天后，雨也停了，只有奇乌苏德拉的船幸存下来了。奇乌苏德拉打开船舱门，阳光映在了众人的脸上，给黑暗冰冷的方舟内部带来了一些光明和温暖。微风拂过奇乌苏德拉的脸颊，他发现洪水已经退去，而他们现在漂浮在一个广阔无边的海洋中。来不及悲伤，现在他们首要的是要了解哪个方位有陆地，有多远。这时，尼纳加尔给出了指引方向阿拉塔。为了辨别方位，奇乌苏德拉放飞了鸟儿，来替代众人的眼睛。首先，他放飞了一只燕子，然后是一只乌鸦，但他们都空嘴而归。最后，他放飞了一只鸽子，鸽子回来的时候，嘴里叼着一只橄榄枝。众人大喜过望，他们找到陆地了。几天后，方舟停靠在一块岩石边上。奇乌苏德拉打开了坚不可摧的船门，走了出来，再次感受到了温和的微风和火辣辣的阳光。他迅速呼唤妻子埃姆扎拉和孩子们。奇乌苏德拉用一些石头建了一座祭坛，点燃火。他选择了一只羊作为祭品，感谢恩基给予了他新的生命。在这时，天空中避开水患的阿努纳奇们在他们的飞船上观察着水位逐渐下降。恩利勒看着恩基说：“用小飞行器降落在阿拉塔山的山顶上，让我们近距离观察，审视发生的事情以及需要做些什么。”于是，恩基和恩利勒降落在阿拉塔的山顶上，而其他阿努纳奇则继续留在飞船上绕地球飞行。踏上坚实的陆地后，
兄弟俩相互对视。正在此时，奇乌苏德拉祭品的香气扑鼻而来。这是什么？恩利勒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味道？火是从哪里来的？烤肉的味道？难道洪水之中还有人幸存下来？随后，恩利勒勃然大怒，怒视着恩基，希望对方给个合理的解释。面对此景，恩基已经基本上免疫了，他巧妙地回应道：“让我们跟随这股香气前往，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别老是听风就是雨的，都一把年纪了，听说愤怒会让神老得更快。”于是兄弟俩再次进入飞行器，他们飞越了阿拉塔，看到了奇乌苏德拉的船只。他们降落在了大方舟旁边，看到了奇乌苏德拉、埃姆扎拉、他们的孩子、其他幸存者，还有尼娜加尔。恩利勒再次陷入愤怒之中，他的怒火无法遏制，他突然向恩基扑去。既然誓言毫无作用，那他愿意亲手杀死他的兄弟。此时，恩基急忙喊停，并向他揭示了最大的秘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他是我的儿子。恩基大声喊道，指向奇乌苏德拉的方向。恩利勒的脑袋稍微短路了一会，然后指责恩基说：“你违背了誓言。”“不，我是对着一堵芦苇墙说的话，并没有直接告诉奇乌苏德拉，而且这样做也是因为一个关于加尔族指示的梦境幻想。”恩基这回很理直气壮，不管怎样，他只是听从了命运的安排，恩利勒怪不到他身上。在场的其他人也听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当尼努尔塔和宁玛听到这个消息时，并没有感到愤怒。尼努尔塔说：“人类的幸存是万物创造者的意愿。”宁玛看到了希望，他发誓再也不会允许人类的毁灭再次发生。他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触摸着他的水晶项链，那是他父亲阿努赠予的礼物。然后补充道：“凭我的誓言，人类的毁灭将不会再次发生。”即使恩利勒再怎么铁石心肠，也有所触动。毕竟一开始只有他一人坚定不移地持反对意见，但到了此时此刻，他发现这些坚持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意识到人类的幸存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他以温和而和平的方式走进奇乌苏德拉和他的妻子埃姆扎拉，并为他们祝福说要多多生养后代，如此填满大地。于是阿努纳奇和地球人之间迎来了首次的和平。恩基和恩利勒的氏族达成了一致意见，奇乌苏德拉和他的家人在方舟中幸存下来。方舟的建造是在恩基通过一次与创世主的直接接触中的梦境启示下进行的。大师书记恩杜巴萨尔将所有的事情都记录在了各种文书上，正如恩基所告诉他的那样。伟大的神明告诉恩基，古代已经结束了。古代时期始于第一次降临，终结于洪水。洪水已经退去，地表逐渐显露出来，山脉依然屹立不倒，而山谷则被泥土和沉积物所覆盖。曾经辉煌壮丽的城市埃利都、尼比鲁基、舒鲁巴克和希帕尔等，现在都被埋藏在厚厚的泥土和沉积物之下。宏伟的建筑物、神庙和住宅都被淹没，从视线中消失。阿努纳奇观察着他们先前的工程遗迹，现在只剩下废墟和残骸。曾经肥沃的土地变成了荒凉的荒漠，这对阿努纳奇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景象。他们意识到洪水带来的破坏程度和对地球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古代城市曾经是文明的中心，现在已经消失，只留下了他们昔日辉煌的残迹。在洪水之后，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标志着古代时期的结束，人类和阿努纳奇历史上一个新篇章的开始。在太空，他们看到雪松山上那座巨大的石头平台在阳光下闪烁，古老时代建立的着陆场依然存在。小型飞船降落在完好无损的平台上，巨大的石块仍然稳固，在清理了碎片和树枝后，向其他飞船发出信号。一艘接一艘的天空飞船降落在平台上，消息传到了拉姆的马尔杜克和月球上的南娜，他们也返回了地球。然后阿努纳奇和伊吉吉聚集在一起，恩利勒召开了一次会议。恩利勒说，他们幸存于洪水之中，但整个地球已经遭受了严重破坏，必须评估所有恢复的手段，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其他地方。马尔杜克发言说，拉姆也受到了严重破坏，
其大气被尼比鲁星经过时吸走，谁也蒸发殆尽。他们曾经认识的拉姆已经不存在了，如今变成了沙尘暴肆虐的地方。南娜补充说，月球无法自给自足地维持生命，人们只能戴上鹰面具才能在那里生存，否则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恩利勒亲切地把手搭在儿子的肩膀上，表示他们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考虑如何生存和生计。随后他召集了恩基，是时候查看一下创造之室里的尼比鲁种子怎样了。入口处是在一口古老的井下，移开了封住入口的石头，装有尼比鲁谷物种子的水晶容器被密封在岩石箱子里面，它们至今完好无损。恩利勒将种子交给尼努尔塔，只是他在山区建造梯田来种植尼比鲁的谷物，这样他们将能获得用谷物制造而成的面包。不仅如此，尼努尔塔可以在瀑布下方修建水坝，并教导奇乌苏德拉的长子种植和耕作。与此同时，恩利勒给他最小的儿子伊什库尔分配了一个任务，前往水退去的地方寻找残存下的果树。因此，奇乌苏德拉最小的儿子则负责果树的栽培。他们发现的第一棵水果植物是宁玛带来的葡萄藤。奇乌苏德拉喝下葡萄之后，陶醉一般的立即沉睡了过去。这时，恩基做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行动。他向阿努纳奇和地球居民献上了一份礼物。恩基打开了方舟，许多生命之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能再次培育。羊群能再次繁衍，为人们提供羊毛和肉食，其他各种各样的生物也将再次布满大地。恩基策划了地球的重建任务。杜穆奇德负责畜牧业，并让奇乌苏德拉的一些儿子给予帮助。在湍急水流的交汇处，尼纳加尔在山区修建了大坝，将瀑布的水流引到一个湖中。恩基和马尔杜克一起勘察了阿布祖和大海之间的土地，思考如何排干曾经有住所的河谷。在河流中间，水流湍急之处，他筑起了一个岛屿，并在上面创造了石质水渠，形成了2个海峡。这样就可以减慢或加快从高原流下来的水流速度。恩基通过大坝和水闸调节水流，通过阿布岛上的洞穴岛屿提升蜿蜒的河谷。在狭窄之地，恩基为杜穆奇德和牧羊人们建造了住所。喜悦和满足充满了阿努纳奇的内心。恩利勒将这一好消息传到了尼比鲁。然而，在阿努纳奇的星球上，人们充满了担忧之色。灾变不仅发生在地球和拉姆上，而且尼比鲁本身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金尘制成的护盾被撕裂，大气再次变薄，黄金的需求再次被提起。恩利勒和他的孙子火神吉比尔前往阿布祖寻找黄金。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所有的金矿在洪水中被掩埋在厚厚的泥土之下。他们将这个坏消息传回了尼比鲁。伊甸的巴德提比拉城已经不存在，希帕尔的船只着陆点也不复存在。在矿山和巴德提比拉工作的数百名阿努纳奇也不知所踪。在洪水之后，曾经作为原始劳工的地球人变成了粘土。地球无法再提供尼比鲁如此迫切的黄金需求。这些消息让人绝望，不安的气氛再次蔓延开来。在这期间，尼努尔塔完成了在雪松山的任务。在前往横跨海洋的山地之地时，他发现了山脉露出的河流中躺着无数大大小小的金块，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仅如此，这些黄金还是纯净的，不需要精炼或熔炼。说什么好呢？瞌睡来了，不仅有了枕头，连床都准备好了。天不亡尼比鲁，这真是一个奇迹。恩基看着漫山遍野的黄金，感叹道：“尼比鲁的错误已经被尼比鲁修正了。”恩利勒回应道：“宇宙创造者用无形的手让尼比鲁上的生命得以延续。”但领导们又纳闷了，现在谁来采集这些黄金，又该如何送往尼比鲁呢？尼努尔塔说：“第一个问题好办，他在路途中不仅发现了黄金，还发现了一些幸存者。有4对幸存的兄妹，他们是卡因的后代，还懂得如何操作金属。他们称尼努尔塔为伟大的守护者，并把他看作是他们祖先的守护者。”听到这个消息后，连曾计划终结地球上所有人类的恩利勒都有些愧疚，半天憋出了一句：“这是创造者的旨意。”于是，阿努纳奇在一个干燥、坚硬的平原上
重新建造了一个新的着陆点。这个地方像一个平静的湖泊，四周环绕着雪白的山脉。为了方便地球和尼比鲁之间的航行导航，恩利勒建议恩基把宇宙航线用石板复制下来，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看到。接下来，恩利勒又在着陆地点与船坞地点之间的中心地摩利亚的一座山丘上建立一个新的控制中心，并将其命名为指路山。又在旁边修建了一个较小的石质平台，其中心用一块大石头雕刻着用于连接天堂和地球之间的新纽带。为了重新建立洪水之前的尼布鲁基的功能，地球上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心，一个新的地球之旗。着陆快捷通道的锚定点位于阿拉塔双峰之间的北方。为了标志着陆通道，恩利勒还需要另外2组双峰来定义通道的边界，确保上升和下降的路径。在荒凉半岛的南部山区，恩利勒选择了相邻的双峰，将其锚定为南部边界。然而，在需要第2组双峰的地方却没有山脉存在，只有一个被水淹没的山谷平原。宁吉什奇达提议说，我们可以在上面建造人工山峰。于是他在一块石板上绘制了山峰草图。恩利勒表示，如果可以做到，那就这么办吧。建造之前，宁吉什奇达说，这将是作为地球上的信标存在。在平原上方，宁吉什奇达建造了一个模型，他完善了上升角度和4个平滑的侧面。在其旁边，他又放置了一个更大的山峰，其侧面朝向地球的4个角落。阿努纳奇用他们强大的工具切割，并把巨大的石头竖立起来。在第1个山峰旁边，在测量出的一个精确的位置上竖起了它的孪生峰，被称之为脉动水晶。还精心设计了脉动水晶的走廊和室内。当这个巨大的山峰升向天空时，领导人将信标顶石放置在峰顶上。这块石头是吉比尔用一种电晶合金的混合物制作而成，白天能反射阳光，夜晚则像一颗璀璨的星星。它能聚集所有水晶的力量，向天空投射出一束光，来指引在宇宙中的尼比鲁飞船。当这项工作完成时，所有人和神都震惊了。很显然，这位强大的神不仅对于生命有很深的研究，其他方面也毫不逊色。他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称之为埃库尔，那是一个像山一样的屋子，它是天空中的一座伟大的信标。现在，新的天船之地可以接收来自海外的黄金，船只可以从那里起航前往尼比鲁，携带生存的希望，引领救赎之路。瞧，伟大的埃库尔高耸而威武，它是天空的明灯，闪耀着辉煌。神圣光芒在水晶室内跃动，它架起了星域之间的桥梁。从东到西，众神攀登，太阳为影，日月为线。黄金安静沉寂，散发出希望与救赎之光，携带着永恒命运之力。恩利勒用双手唤醒尼比鲁之力，水晶闪耀，壮观绚丽。奇异的光芒闪烁着，引人入胜的嗡鸣声打破了地球的宁静，宛如交响乐。当顶时散发出刺目的光芒，欢呼声爆发，众神同庆荣光。宁玛的声音回响，诗歌吟唱，庆祝我们的胜利在这神圣的土地上飘扬。众神倾听，心中充满自豪感。在埃库尔中庆贺新的时代，我们常驻焉。器械之宅，永恒之高贵之宅，其基石触及水流，宽广的周长镶嵌于泥土之中。宅底的部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以使那些环绕在天空中伟大的存在能够降临休憩。它是航天器的地标，内部深不可测。埃库尔受到了阿努的祝福。在宁玛的颂歌结束之际，恩基说，我们需要思考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将来的某一天，如果有人问这个奇迹是何时由谁创造的，该如何给予指引呢？恩利勒思考了一会，那就在双山旁建造一座纪念碑，以宣告狮子时代的来临。以宁吉什奇达的形象作为纪念碑的雕刻模板，他是山峦的设计者，并且让它面向天船之地，以便向后代揭示它是何时由谁以及出于何种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于是，一座宁吉什奇达形象的狮子耸立了起来。这时，恩基的后代就不满了，这些荣耀都被恩利勒的后代占据了，但功劳是大家的。恩基智慧而沉着，倾听着后代们的话语。
微笑着说道：“我的儿子们，聆听我的话，明白我的意思。我们所完成的工作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一个人。不要被嫉妒和纷争所吞噬，每个人都将拥有自己的领地。马尔杜克，我将赐予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土地，一个你可以行使权力的领地。尼努尔塔和其他恩利勒的儿子们，不要害怕，你们也将会拥有自己的领地。让我们团结一致，因为我们团结一心才会更强大。”恩基的话安抚了每个神的心灵，阿努纳奇之间恢复了和谐的氛围。众神纷纷要求为自己和地球居民规划出土地，以便人类可以崇拜他们。宁玛和恩利勒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决定将这片半岛作为一个不可争议的分界线，称之为迪尔蒙，意为太阳升起之地。这是地球居民无法触及的土地。他们委托宁玛作为和平使者，担任其管理者。在半岛东部，他们将可居住的土地划分给了恩利勒和他的儿子们，而奇乌苏德拉的2个儿子舍姆和雅弗的后代也会去那里居住。恩基和他的族群将统治黑色之地，包括阿布祖、奇乌苏德拉中间的儿子哈姆的后代会一同前往。为了安抚他的儿子，恩基建议让马尔杜克成为他们的主，统治他们的土地。在这方面，恩利勒表示同意。在迪尔蒙没有山岳的南部，尼努尔塔为他的母亲宁玛建造了一个住所。它位于一个靠近泉水和棕榈树的山谷中。尼努尔塔还在山峦中种植了一个芬芳四溢的花园。当一切都完成之后，他们向地球上所有的哨站发出了信号。从大海彼岸的山地地区，小船载着金块漂浮而来，然后金子从新的天船之地运往尼比鲁。在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里，恩利勒和恩基的意愿是一致的，愿和平使者宁玛见得荣誉。他被赋予新的称号和别名山手夫人，这成为了他的另一个名字。不过和平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自大洪水以来，过了第一个夏尔，阿努纳奇之间的紧张局势开始升温。当马尔杜克雄心勃勃地宣称黑色土地和其所有领地的所有权时，火花四溅，领土的争夺逐渐升级，而宁玛成了2个宗族之间的调停者，被赋予了尼哈萨格的称号。因此，宁玛被称赞为地球的和平缔造者，得到了阿努纳奇的歌颂。宁玛以优雅和精湛的技巧，在他们中间引导秩序之船。黄金被运往尼比鲁，在庆祝的浪潮中，野心和竞争逐渐减少，地球慢慢地开始恢复了生机。恩基的种子使其再次富饶起来，一切焕然一新。在这颗星球上，大地、空气和水域都散发出新的活力。在挖掘工作中，人类成为了阿努纳奇皇冠上的珍宝，这让神想起了很久以前原始劳工们锻造时的情景。如今，阿努纳奇族人数在减少，且疲惫不堪，他们渴望文明人类再次代替他们的辛勤劳作。第一次大洪水后的夏尔时期展开了。然而，和平被打破，并非是马尔杜克和尼努尔塔之间的争斗，或是恩基和恩利勒家族之间的争吵所引发的。混乱爆发的源头来自于马尔杜克的后代，他们得到了一级级的帮助，并且撕裂了宁玛编织的宁静与和平。请注意，为了大家更好地理解故事后续内容，我将做一些简要的阐释。在重新构想的阿努纳奇背景中，其他神之将会以不同的名称出现，比如恩基被称为神之帕塔，宁吉什奇达被称为托特或者特胡蒂，而马尔杜克则被称为拉。简而言之，对于这部电影及其后续情节，请注意以下对应关系：伊萨图、马尔杜克和萨尔帕尼特的后代，即为埃及神赛特，从现在开始将使用赛特这个名称。阿尔亚萨尔、马尔杜克和萨尔帕尼特的另一个子孙，将从现在起被称为奥西里斯。三阿斯塔、沙姆加兹的女儿将以伊西斯的名字出现。四尼巴特同样是沙姆加兹的女儿，将被称为尼普提斯。五霍伦将被称为赫鲁斯。现在，让我们继续前进，探索这个故事，揭示苏美尔文化和埃及文化交织而成的丰富图景，展示阿努纳奇在地球上的神奇旅程。当马尔杜克和萨尔帕尼特在拉姆等待洪水结束时，这对夫妇的孩子奥西里斯和赛特
爱上了一级级领袖沙姆加兹的女儿。当他们回到地球时，奥西里斯娶了伊西斯，而赛特与尼普提斯结合。奥西里斯选择留在黑暗之地，与他的父亲马尔杜克在一起，而赛特在着陆场附近建立了他的住所，那里也是伊吉吉和沙姆加兹的居所。对于地球的统治权，沙姆加兹不安地煽动其他伊吉吉：我们伊吉吉为何不能成为领主呢？尼普提斯不断向丈夫赛特提及他父亲的想法，而奥西里斯将成为肥沃土地的唯一继承人。因此，沙姆加兹和他的女儿尼普提斯希望赛特也能得到一部分的继承权。于是，他们计划了一场盛宴，邀请了伊吉吉和阿努纳奇。不知情的奥西里斯与他的兄弟赛特一起参加了庆祝活动。大姨子尼普提斯装扮得美丽动人，弹着琴为奥西里斯唱了一首歌。赛特也为奥西里斯端上美味的肉食，而沙姆加兹则在圣杯中添加了混有灵药的美酒。奥西里斯当时心情很愉快，并没有想得太多。他欢快地唱歌、演奏、敲击乐器。后来，奥西里斯倒在了地上。随后，奥西里斯被带到另一个房间，被装进一口早已准备好的棺材里，还用坚固的扣环将其封死，然后棺材被投入深海中。事后，得知消息的伊西斯悲痛欲绝。不久之后，人们在肥沃之地的海边发现了一口棺材，里面躺着的真是早已无生命体征的奥西里斯，尸体僵硬而冰冷，生命的气息已经从他的鼻孔流失了。马尔杜克痛不欲生，撕裂自己的衣服，用尘土覆盖奥西里斯的额头。妻子萨尔帕尼特也陷入了悲伤之中。恩基心烦意乱地大声喊道：“难言之痛再次发生了。”伊西斯向天空哀叹，恳求马尔杜克为她丈夫复仇，并赐予继承者赛特必须面对他不可避免的命运和惩罚。伊西斯还请求马尔杜克为他怀上一个继承者，再次以奥西里斯为名，来延续他的血脉。那很遗憾是不可能的，恩基对马尔杜克和伊西斯道。伊西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在奥西里斯的身体被保存在圣殿之前，伊西斯以技巧和狡猾之手，从他心爱的奥西里斯身上提取了生命的精华。于是，伊西斯怀上了奥西里斯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复仇者。在所有的阿努纳奇神祇面前，赛特宣布了他的权利：我将是马尔杜克的唯一继承人和继任者，因此我会成为2个峡湾之地的主人。不过，在议会上，伊西斯提出了异议。他说，他与奥西里斯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他的孩子才是合法继承人。伊西斯的儿子在河边的芦苇中秘密地长大，以防止赛特愤怒的降临。这个孩子被命名为赫鲁斯，复仇者赫鲁斯。赛特感到有些棘手，而沙姆加兹并没有放弃他的野心。年复一年，伊吉吉和他们的后代在地球上蔓延，从着陆之地到宁玛的神圣地区迪尔蒙的边境。在黑暗之地，年轻的赫鲁斯迅速成长，并在地球生命的循环驱使下，很快地成为了英雄，并且还得到了他叔叔吉比尔的指导和训练。吉比尔赐予赫鲁斯翅膀状的凉鞋，像隼一样，让他可以自由地翱翔于天空。他还提供了一根神圣的鱼叉，尖端如导弹般锋利。在南方的高地上，吉比尔教导赫鲁斯金属工艺和锻造艺术，并向他展示了一种宝贵金属铁。凭借这样的材料，赫鲁斯锻造出强大的武器，并聚集了一支由凡人组成的军队，唯一的目的就是挑战北方的赛特和伊吉吉。因此，冲突不可避免，他们穿过陆地和河流，直到到达太阳升起之地迪尔蒙的边境。赛特站在军队的前面，向他的侄子赫鲁斯发起挑战。我们之间的冲突让我们在1对1的战斗中一决胜负吧。很快，空中的战斗开始了。地点在迪尔蒙城，它是宁玛的神圣领域。赛特在他的宇宙飞船中等待着与赫鲁斯进行决斗。赫鲁斯像鹰一样在空中翱翔，却不料被毒箭射中，瞬间坠落。这孩子的战力也太低了吧！伊西斯无法相信自己眼见的一切，他呼唤宁吉什奇达，请求他的帮助。宁吉什奇达从他的天船中降临，救下了英雄赫鲁斯，运用他的神奇力量，将毒液转化为无害的血液。在黎明时分，赫鲁斯从死亡中痊愈并得以重生。然后，
宁吉什奇达以一柱火焰的形态，像一条熊熊燃烧的飞鱼，赋予赫鲁斯面对赛特所需要的力量。赫鲁斯再次升入天空，与赛特展开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追逐，战斗激烈而致命。起初，赫鲁斯的火焰之柱被压制，但凭借神圣余差，他设法击中了赛特。赛特倒在地上后，被赫鲁斯捆绑起来，随后带着他的叔叔赛特前往阿努纳奇的议会。他已成为他父亲的复仇者。赛特虽然还活着，但他双目失明，身体的一些部位也被压碎了。他站在那里，就像一件被丢弃的物品一样。最后决定将赛特流放。他虽然活着，但没有继承和繁衍后代的权利。赛特的余生将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在伊吉吉人中间。胜利的赫鲁斯被宣布成为他父亲奥西里斯王位的继承人。于是赫鲁斯登上了王位。这个决定被记录在一块金属板上，并放置在记录大厅中。马尔杜克对这个决定感到满意，但又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悲伤，毕竟都是他的儿子。尽管赫鲁斯是奥西里斯的儿子，但他也是伊吉吉的领导者沙姆加兹的后代，因此他并未获得在阿努纳奇之中统治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流逝，马尔杜克和萨尔帕尼特又诞生了另一个儿子纳布，预言之主。然而赫鲁斯和赛特之间的争端也并没有完全结束。在赫鲁斯和赛特的战斗之后，恩利勒召集他的3个儿子进行了一次会议。恩利勒有些忧虑道，在最初，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貌创造了地球人类，但现在阿努纳奇的后代开始变得与地球人类相似。卡因杀死了他的兄弟，而现在马尔杜克的后代也在重复这件悲伤的事情。有史以来，阿努纳奇的后代第一次组建了一支由地球人类组成的军队，而阿努纳奇的金属武器之秘已经置于他们的手中。自从阿拉鲁挑战我们的合法性以来，伊吉吉们的心里一直有种越位想法，在不停地干扰我们。而且在马尔杜克的统治下，巅峰的水晶灯塔被隐藏起来，被伊吉吉保护得非常周到。于是他们开始向天传之地推进，以赛特的名义宣称，并打算在所有的天地设施中建立自己的势力。恩利勒意识到了伊吉吉的意图，与他的儿子们分享了他的担忧，并提出了建立另一个天地设施的建议。恩利勒希望在尼努尔塔的领土中建立这个设施，就是那片位于大洋之外的领土，而且里面的所有地球人都得通过信任测试。因此这个秘密任务交给了尼努尔塔。在大洋之外的山脉中，一个巨大的湖泊边上，尼努尔塔建立了一个新的天地纽带，并用围墙保护起来。然后他又选择了一片坚实的平原作为上升和下降的地点。尽管设施很原始，但它们的功能并没有失效。尼努尔塔向恩利勒带去了成功的好消息，确保黄金运往尼比鲁的供应得以继续，并且如有必要，他们可以从那个位置升空。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一段本应是祝福的恋情却带来了诅咒的恶果。恩基的幼子杜穆奇德痴迷地爱上了南娜的女儿伊南娜。伊南娜，恩利勒的孙女，也深爱着牧羊之神杜穆奇德。这是一场无条件的爱，让2个年轻人陷入了热情而神秘的狂热之中。这段爱情之歌回荡在岁月中，最初由伊南娜和杜穆奇德演唱，每一段歌词都将他们的爱情故事永恒化。恩基将杜穆奇德指派为阿布祖的统治者，那里拥有广袤的领土。在黑土之地的梅鲁哈，那里长满了高大的树木，有充沛的水流。巨大的公牛在河边的芦苇间漫游，无数的牛群填满了土地。银山和金铜闪耀，构成了他王国的一部分。杜穆奇德备受宠爱，在奥西里斯去世后，他得到了恩基的青睐。然而极度侵蚀了他年幼的弟弟马尔杜克的内心。伊南娜是南纳尔和宁加勒的女儿，自出生以来就受到恩利勒的培养。她的美丽无法言表，与阿努纳奇的战士们一起参加过武术比赛，还从他的兄弟乌图那里学习了有关天体旅行和天体飞船的知识。阿努纳奇为他提供了一艘自己的天体飞船，供他在地球的天空中航行。大洪水之后，在着陆平台上，杜穆奇德和伊南娜四目相对，一见钟情，
这是神秘的命运，早已注定了的。他们之间感受到了一种无法阻挡的情感羁绊。尽管他们拥有相同的血脉，杜牧奇德来自恩基的氏族，伊南娜则是恩利勒的后裔，但他们的心灵都渴望拥有彼此。在宁玛努力团结实现和平的同时，伊南娜和杜牧奇德在私下幽会中找到寄托，他们远离了两个氏族的影响。在宁静的时光中，他们相互坦白了彼此的爱意，被一种深沉而无法抗拒的联系所紧密相连。手牵手，他们述说着充满激情和魅力的甜言蜜语。他们并肩而行，心灵相融，但他们的内心却有些担忧，因为这两个氏族从来没有相互通婚过，即使族长是两兄弟。伊南娜轻轻地说：“我该怎样向我的母亲宁加勒表达呢？或者怎样向父母表达他俩之间的爱情呢？”于是，他们决定把彼此真挚的爱意表达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他们计划了这一欢乐的时刻，用雪松的香气来庆祝他们的祝福。俩人去见了伊南娜的母亲宁加勒，宁加勒并没有阻拦他们的情感，而是祝福了他们。宁加勒说道：“杜牧奇德大人，你是有资格作为南纳尔的女婿的。”南纳尔也接纳了杜牧奇德，并由伊南娜的兄弟乌图宣布他们的婚礼。恩利勒对在场的所有人说道：“婚姻可能是两个氏族之间和平的关键。”此刻，当杜牧奇德与他的父亲和兄弟分享他的爱情和婚礼时，恩基也窥见了统一的可能性，并祝福了杜牧奇德。喜悦感染两个氏族的每一个人，但除了马尔杜克以外，吉比尔为新娘新郎雕刻了一张黄金的婚床，尼尔加尔送来了艳丽的蓝宝石，并把它藏在床边的水果下面。根据传统，杜牧奇德的其中一个姐妹被委以为新娘梳妆打扮的任务，那个人就是格什蒂南娜，她的别名意味着被治愈的人。伊南娜向格什蒂南娜述说了她与杜牧奇德未来最深层的愿景。她构想了一个宏伟的国家，在那里，杜牧奇德作为伟大的阿努纳奇将领导一切。她的名字会被人们赞颂，她将成为他的皇后。他们共同统治，并将叛逆的国家纳入他们的掌控之下。格什蒂南娜对伊南娜的巨大野心感到震惊，她向马尔杜克讲述了这个事情。马尔杜克感到不安，伊南娜和杜牧奇德的野心对马尔杜克来说是一种冒犯，因此马尔杜克想到了一个绝密的计划。他让格什蒂南娜打扮上迷人且香气四溢的装扮，悄悄来到他的兄弟杜牧奇德的住所。他低声对杜牧奇德说道：“在你与伊南娜共度良宵之前，你必须怀上一个由你的姐妹所生的合法继承者，因为通过伊南娜所生的孩子是没有继承权的，而且不会在母亲的陪伴下成长。”格什蒂南娜轻轻地触摸着杜牧奇德的手：“我的兄弟，我愿与你同床共寝，我们将拥有一位恩基的后代，双重种子必将兴盛。”美人计果真名不虚传，杜牧奇德向欲望屈服了。这天晚上，杜牧奇德做了一个梦，这是一场关于即将到来的死亡启示。在梦中，7名邪恶的强盗入侵了他的住所。他们说道：“主人派我们来找你，杜图尔的儿子。”他们赶走了他的羊群，抓住了他的羊羔和山羊，偷走了他的王冠，剥夺了他的皇家服饰，粗暴地摧毁了他的木杖，并打翻了他的酒杯。他被剥夺了一切，并被锁起来，以鸟王子和猎鹰的名义死去。杜牧奇德在深夜里被这个噩梦吓醒了，他向格什蒂南娜叙述了梦境。他警告他说：“这个预兆不利，马尔杜克会指责你侵犯了我，并给你带来诅咒。他将派使者来逮捕你，使你蒙羞，并断绝你与恩利勒派的关系。”杜牧奇德愤怒地咆哮：“背叛！背叛！”然后他恳求乌图、伊南娜的兄弟以及他的父亲恩基的帮助，将恩基的名字作为一种保护符咒。最后，杜牧奇德为了逃离邪恶的追逐者，不得不踏上穿越爱慕什沙漠的旅程。这是一片毒蛇沙漠，在沙漠的尽头，一个壮丽的瀑布成为了他的避难之地。当他来到一个水流湍急、石头光滑而湿滑的地方时，杜牧奇德不小心失去了平衡，摔倒了。他在水流中挣扎着，慢慢地失去了生命。他的尸体被尼纳加尔从湖水中捞起。随后，尼纳加尔将杜牧奇德的身体带到了阿布祖的尼尔加尔和埃雷什基加尔的领地中。杜牧奇德
恩基的儿子，躺在石板上一动不动。得知发生的事情后，恩基撕裂了自己的衣服，用尘土覆盖了杜牧奇德的身体，悲叹道：“我的儿子，我做了什么，以致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他大声质问：“伊亚，水之家的主人带来了水，大水席卷了地球，我的孙子奥西里斯在水中丧生，现在我心爱的杜牧奇德也遭遇同样的命运，同样是在水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正当理由，为什么我要受到惩罚？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不公？”恩基悲痛欲绝，当格什蒂南娜揭示事件背后的真相时，加剧了恩基的痛苦。与此同时，新娘伊南娜也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她丈夫的死亡是一场绝对的灾难，决心将她爱人的尸体带回来，给她一个体面的葬礼。伊南娜来到了冥界的深处，她的妹妹埃雷什基加尔是冥界的女王。然而，埃雷什基加尔却认为这背后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他剥夺了伊南娜的财产。伊南娜被指控与他的兄弟尼尔加尔共谋要生下一个继承人。被愤怒所驱使的埃雷什基加尔不听伊南娜的辩解，他命令侍臣纳姆塔尔向他的妹妹释放60种可怕的疾病。伊南娜在冥界失去了消息，让他的父母感到不安。南纳尔寻求恩利勒的帮助，恩利勒则向兄弟恩基发出了质问。在从尼尔加尔那里了解到情况后，恩基迅速采取了行动。他用冥界的泥土塑造了2个使者，没有血液，对死亡光线免疫，派遣他们前往下界，将伊南娜带回，无论是死是活。这2个使者让埃雷什基加尔感到困惑，他无法辨别他们的来源，问他们是否是阿努纳奇还是地球上的生物。纳姆塔尔用魔法攻击他们，但2个使者毫发无损。最后，他们找到了伊南娜的尸体，她被悬挂在一根柱子上。使者急忙使用脉冲器和发射器，然后他们将生命之水洒在伊南娜身上，并将生命植物放入她的嘴里。伊南娜睁开了眼睛，吸入了生命之气。于是，伊南娜在冥界复活了。返回上界的时候，伊南娜取回了自己的物品，还一同把杜牧奇德的无声之体带了回去。杜牧奇德被带到黑土之地，用纯净的水洗净他的身体，涂抹甜美的油膏，给他穿上红色的裹尸布，并将他放在一块蓝宝石做成的石板上，在岩石中雕刻一个他的安息之地，并等待重生之日。伊南娜渴望复仇，所以他来到恩基的住所，要求让罪魁祸首马尔杜克死去。恩基低声说：“已经有足够多的死亡了。”伊南娜因绝望和对正义的渴望，他向天空呼喊，复仇和正义应该降临到马尔杜克身上。在恩利勒的住所中，伊南娜、乌图和其他的子女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策略。曾经击败过反叛者安祖的尼努尔塔要求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乌图透露了马尔杜克和伊吉吉之间的密语。恩利勒表示地球需要解放。他说，马尔杜克就像一条邪恶的蛇，代表了毒害和危险。于是，恩基收到了让马尔杜克投降的要求。在对杜牧奇德悼念之际，恩基召集了他的子女来捍卫马尔杜克，他的长子和继承人。恩基说：“我仍然为我心爱的杜牧奇德的离去而哀悼，然而，我必须捍卫马尔杜克的权益。尽管马尔杜克煽动了邪恶，但杜牧奇德并非死在他手中，因此，恩基宣布马尔杜克应得到全力保护。”吉比尔和尼纳加尔回应了他们各自父亲的召唤，宁吉什奇达反对，而尼尔加尔犹豫不决，表示只在面临致命危险时才承诺援助。于是，一场空前凶猛的战争在2个氏族之间爆发。这场战斗不再是地球后裔之间的争斗，而是尼比鲁诞生的阿努纳奇之间的战斗，涉及的冲突超越了他们最初的世界。伊南娜乘坐太空船穿越恩基孩子们的领地，追捕藏身在尼纳加尔领地的马尔杜克，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尼努尔塔为了帮助他，释放了风暴之鸟的毁灭射线，伊什库尔则用炽热的闪电和震天的雷声发动攻击。在阿布祖，河流中的鱼群消失殆尽，牲畜的尸体四散在田地间。马尔杜克撤退到北方的人工山脉，无情的尼努尔塔向那个地方发射了带毒的导弹，毁灭性的武器，
使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失去了感觉。清澈的河流被染成了红色。可怕的战斗蔓延到北方，马尔杜克不得不躲进埃库尔中。尼尔加尔高举权势之眼，看破了马尔杜克的藏身之地。随后，伊南娜将一把散发着光辉的武器投掷了过去。赫鲁斯为了保护他的爷爷挺身而出，伊南娜的武器光芒损伤了他的右眼。乌图则在人工山脚下的迪尔蒙阻止了伊吉吉和众多的地球人类群体。两个部族的阿努纳奇在人工山脚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恩利勒向恩基传递了和平的信息，让马尔杜克投降，结束这场流血冲突。在埃库尔内，马尔杜克坚决地抵抗着，在那个类似山峰的建筑中，他进行了最后的抵抗。伊南娜未能攻破这座巍峨的石质结构，因为其光滑的表面使他的武器失去了作用。而狡猾的尼努尔塔发现了一个秘密入口，然后他旋转了位于大金字塔北部的石块。尼努尔塔通过一个黑暗的走廊来到了巨大的画廊，天花板上闪烁着各种颜色的水晶，如彩虹般绚丽。马尔杜克察觉到了入侵，手持武器等待尼努尔塔的到来，随之又选择撤退到上层的房间，到达了巨石脉动之地。在入口处，马尔杜克关闭了滑动的石块锁，阻止任何人的进入。伊南娜和伊什库尔也进入了埃库尔内部，跟在尼努尔塔身后，但他们都无法突破最后的石门。愿这个房间成为马尔杜克的实质坟墓。伊什库尔指着3块滑动的石块所说道：“愿死亡来得缓慢，愿他被活埋，愿这是马尔杜克最后的命运。”伊南娜恶狠狠地说道。于是他们拆掉了3个石块锁，将马尔杜克封印在里面，就像在坟墓里一样。这里就像是一个深渊，远离阳光和温暖，没有食物和水。马尔杜克躺在埃库尔中，绝望地发现自己退无可退。他的妻子萨尔帕尼特带着小儿子纳布来到岳父恩基面前，马尔杜克的生命不能就此消亡。恩基请求乌图和南娜干预伊南娜的决定，他们要求让马尔杜克穿着忏悔的衣服，过着谦卑的生活，并放弃所有权利。然而，伊南娜并未同意。为了荣誉，这个挑起者必须屈服。宁玛、恩基和恩利勒3姐弟见了面。宁玛说，马尔杜克应该受到惩罚，但罪不至死，让马尔杜克流亡，把地球的继承权交给尼努尔塔。恩利勒对这个决定感到满意，微笑着点头，毕竟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反正死的人又不是他儿子。作为一个父亲，我还有什么选择？继承权和生命之间，我该如何取舍？恩基沉重地说道：“在我的领土上，荒凉蔓延，这场战争必须结束。我仍为杜牧齐德哀悼，因此，让马尔杜克流亡吧。”恩利勒表示，如果要实现和平，让马尔杜克活下去，就必须做出妥协和让步。他提高了声音，继续说：“所有连接天堂和地球的设施，必须完全交由我来管理。对于2个狭窄之地的统治权，必须移交给我另一个儿子。追随马尔杜克的伊吉吉必须放弃着陆场，摒弃他们对马尔杜克的联盟和承诺。马尔杜克必须被带到一个无法返回的土地，那是一个死亡之地。”恩利勒在心中意识到了命运之手。就这样吧，因为宁吉什奇达了解埃库尔的秘密，所以他被派来拯救被埋在埃库尔内的马尔杜克。他决定从封闭的深处，从大金字塔的内部救出马尔杜克。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宁吉什奇达仔细研究了埃库尔的隐藏结构，并设计了一项拯救计划。在他展示的地方，将在石头上方开启一扇门，然后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路径打造一条救援路线，通过隐秘角落进入埃库尔的核心。再突破岩石，打开一扇内门，绕过阻碍，通过宏伟的长廊，解除3道石头的屏障，最终到达最高的室内，埋葬马尔杜克的房间。计划很顺利，准备好劈开岩石的工具，救援队伍打开了入口，并打造了救援通道。他们穿过这座巧妙的山体内部，绕过3道石头的屏障，到达了目的地，最终救出了昏迷的马尔杜克。在外面，焦急的萨尔帕尼特和纳布见到了马尔杜克，才松了一口气。恩基向马尔杜克传达了释放他的条件，
但马尔杜克愤怒了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羞辱。马尔杜克说：“我宁愿死，也不愿放弃我的继承权。”萨尔帕尼特将那布拥入怀中，低声说道：“我们是你未来的一部分。”在愤怒和羞辱中，马尔杜克不得不投鼠忌器，低声说道：“我向命运屈服。”随后，萨尔帕尼特和那布陪伴着心灰意冷的马尔杜克，踏上了一片死亡之地。在禁地里，马尔杜克只有猎杀有角的野兽来获取食物。在马尔杜克离开之后，尼努尔塔再次通过入口进入了埃库尔。他沿着走廊朝着一个神秘的建筑物前进，在那里，东墙上有一个小小的开口，散发着红色的光芒，那是命运之石的深红光辉。痛苦中，尼努尔塔大声喊道：“他的力量俘虏了我，要杀死我，用致命的吸引力使我屈服。”然后，他命令随从拿走那块石头，彻底摧毁它。尼努尔塔进入了宏伟的画廊，到达了最高的房间。在一个由石头雕刻而成的箱子中，埃库尔的心脏跳动着，他的力量通过5个隔间扩展开来。尼努尔塔敲打着箱子，他以一种回响回应了他。尼努尔塔把这块能确定方向的骨骼石晶体移开，检查着天花板上起源于尼比鲁的27对晶体。许多晶体在与马尔杜克的战斗中受损，其中一些却幸存了下来。尼努尔塔把完好的晶体从壁龛中取出，而将其他破碎的晶体用它的光束彻底粉碎。然后，尼努尔塔乘坐着黑色之鸟来到埃库尔外的大金字塔顶端，他仔细观察着他对手的至高象征。他用武器摧毁了这个象征，让它破碎成了碎片。尼努尔塔宣布，没有了这个，马尔杜克的恐惧将消失。战场上，阿努纳奇赞扬着尼努尔塔，他们说他像阿努。他们向他们的英雄和领袖欢呼。为了替换损坏的信标，尼努尔塔选择了位于天船之地附近的一座山，在山洞深处放置了被救回的水晶，在山顶安装了指向石、方向之石。这座山被命名为马修山，至高天堂船的山峰。接着，恩利勒召集了他的3个儿子，苏德和宁玛也在场。他们确认自己对古老土地的统治，并对新土地分配了新的领主职位。尼努尔塔·恩利勒的儿子曾打败过安祖和马尔杜克，他被赋予了恩利勒之前所拥有的权利，代替父亲统治所有土地。伊什库尔被授予了雪松山脉登陆地的统治权，他的新领地与在北方的现有领地合并。南方和东方的土地被授予给了南纳尔，那里是伊吉吉及其后代的散居之地，包括至高天堂船之地的半岛也纳入了南纳尔的领地。乌图成为了该地区和地球中心的指挥官。在2个狭窄之地，按照约定，领主职位通过恩基授予给了宁吉什奇达。恩基的其他儿子都没有反对这个让步，然而伊南娜却反对。他声称，为了已故的杜穆奇德，他要继承权。他向恩利勒要求一个仅属于他自己的领地。领导者们思考如何满足伊南娜的要求，并寻求来自命运的建议。他们决定向阿努寻求对地球上的事件和领土划分的帮助。自从大灾难洪水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夏尔的时间，地球上的人类从山区转移到了低地的平原地区。他们是奇乌苏德拉传承下来的文明人类的后裔，并与阿努纳奇种族混合在了一起。与伊吉吉后裔通婚的后代在各地漫游，而在偏远的地方，还有卡因的后裔幸存下来。来自尼比鲁完美的阿努纳奇后代，数量稀少而高贵。伟大的阿努纳奇思考着如何为自己和地球人建立定居点。问题是围绕着如何保持他们的高贵地位，以及如何确保地球上众多的人类群体服从和服务于少数人。他们如何能够保持在人类之上的崇高地位呢？领导者们与阿努进行了交流，讨论了未来的事情。此时，尼比鲁星球的强大国王阿努决定再次返回地球，他的妻子安图也希望来地球一趟。
两个氏族的战争开始了。马尔杜克被遗弃于死亡之地，出于怜悯，虽然他被原谅了，但也被孤立了。众神开始划分自己的领地。伊南娜继承了丈夫杜穆齐德的领土和权力。然后，尼比鲁的国王阿努要求来到地球上，一同前往的还有王后安图。但即使是尼比鲁的至高神，也无法预见未来的景象。伊南娜与马尔杜克之间的矛盾将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也或许这就是创世神的意志，禁忌武器将带来无尽的死亡和毁灭。尼比鲁之王阿努和他的妻子安图正坐着飞船前往地球的路途中。在地球上，舍姆的后代成了山林之人，生活在连绵不绝的山脉中，而黑头人开始迁徙回他们的故土，等待尼比鲁的皇室到来。因为人类的头发是黑色的，所以被称为黑头人。而阿努纳奇正在着手伊甸园的重新建设并安定下来，也为所有人提供食物。恩基的第一个城市，古老的埃利都的废墟上，一个新的埃利都正在矗立而起，那里有无数的泥土和沉积物。中央一座高台上，为恩基和宁基重新建造了一处宫殿，里面用金银和珍贵的金属装饰，这些都是恩基的子女送来的礼物。这座纪念碑被命名为凯旋之主的瓦片之屋，屋顶有12个星座指向天空，标志着这些星座在宇宙中的位置。一条河流穿过地底，就像在阿布祖一样，水流中还有游动的鱼。这个地方成了一个没有人能随便进入的圣地。恩基把 ME 公式小心地存放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崛起的金字塔。同时，另一座金字塔被建造了起来，那是下一个尼比鲁基专门为恩利勒和宁加勒而建。这座建筑物在粘土和泥土之上崛起，它是通向天堂的阶梯，共有7个阶段。在内部，恩利勒保管着命运石板。于是，权势之眼在这个建筑上方升起，扫视着大地，观察着一切。恩利勒的天空之鸟则留在庭院中。日子一天天过去，阿努和安图的到来逐渐临近。为了公平，两兄弟决定建造一个天上的住所来迎接他们的父亲，既不靠近恩利勒，也不靠近恩基。它被称为乌努基，一个快乐之地。在这里种植了许多大树，投下浓荫，为尼比鲁的王室带来阴凉。在乌努基中央，一座纯白的建筑崛起，那是阿努的殿堂。当阿努的天船抵达地球时，阿努纳奇人的小型宇宙飞船飞向他。他们引导着阿努的天船安全地降落在导弹之地迪尔蒙，天地纽带之地的指挥官乌图欢迎他曾祖父母的到来。阿努的3个孩子恩利尔、恩基和宁玛也在那里迎接他们。再次见面时，一家人相互拥抱、亲吻，笑了也哭了。他们分别的时间如此之久，而他们的外貌又如此之不同。虽然按照尼比鲁的夏尔时间计算，父母的年龄更大，但他们看起来比在地球上的孩子还要年轻。恩基和恩利勒看起来更老，留着胡须。曾经美丽动人的宁玛，现在弯腰驼背，皱纹满面。所有人都充满了欢乐和悲伤交织在一起的泪水。尼比鲁的国王在地球上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天空中，满载客人的天体飞船一艘接着一艘抵达伊甸。在乌努基的旁边，早已准备好飞船降落的地方。所有留在地球上的阿努纳奇都站在欢迎的队伍里，他们挥手欢迎着阿努和安图，充满了激动的神情。在阿努纳奇的陪同下，伴着歌声和音乐，客人来到了阿努的宫殿。在敞开的庭院里，树叶像晚风一样低语。阿努和安图坐在他们的宝座上，恩利勒、恩基和宁玛站在他们旁边。庆祝活动已经开始了。地球上的仆人们奉上了美酒，在一个角落里正在烤制着香气迷人的牛羊。他们为阿努和安图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等待天空中的征兆开始。随着恩利勒的信号指示，精通恒星和行星的祖穆尔登上阿努宫的台阶，在黄昏时宣布行星开始升起。第一步，基沙尔出现在东方；第2步，拉哈姆显现出来；第3步，木姆宣布到来；在第4步出现了安沙尔；在第5步看到拉姆；在第6步宣布月亮升起。然后在祖穆尔的信号下，开始吟唱圣歌，唱起了阿努行星升起的歌曲。
伴随着歌声，尼比鲁带着红色光环出现在最高的第7级台阶上。在音乐声中，阿努纳奇人鼓掌跳舞，歌曲是为了赞美那颗明亮闪耀的星星。随后，篝火被点燃，在夜幕降临之前，伊甸园的每个角落都被篝火照得像白天一样。宴会上的各种美味，加上葡萄酒和啤酒，让阿努和安图非常享受，吃饱喝足。国王向所有的阿努纳奇人道谢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休息。阿努和安图休息了几天几夜，直到第6天，阿努才召集了3个孩子。孩子们告诉了他在地球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和平与战争。阿努听说地球的居民本应该被恩利勒的誓言所消灭，却再次繁衍生息。恩利勒还向他透露了在海洋之外的土地上发现的黄金，以及新天地纽带的位置。就在这时，恩基告诉他的父亲关于那个梦境，以及加尔祖给他的那块板块。阿努感到了困惑，一个叫做加尔祖的秘密使者，可他从来没有派人以他的名义去过地球。那么，当初的加尔祖是谁呢？他又是谁派来的呢？恩基说，多亏了加尔祖，光明之子奇乌苏德拉和生命的种子才得以保存。恩利勒则说，因为加尔祖，我们不得不留在地球上。他警告我们，如果返回尼比鲁，我们会面临死亡。阿努暗道一声卧槽，怎么整出了悬疑感来了？恩基和恩利勒异口同声地说，如果不是你，那么是谁派了加尔祖呢？宁玛点了点头，然后说道，加尔祖以全能创造主的名义前来。停顿了一会后，他继续说，难道地球人类的创造也是命中注定的吗？片刻之间，4人都沉默了下来，心中回想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阿努表示，尽管我们已经制定了命运，但无上命运的手依然指引着每一步。既然这是全能创造主意愿的明确体现，而我们只能是这里的使者。地球将来是属于地球人的，保护和推进他们的发展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而这也是我们的命运。阿努的话基本确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于是这些决定命运而又伟大的阿努纳奇进行了交流和商议。意识到促进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做出了最重要的决定，与人类分享他们的知识。因此，他们计划建设城市，并创建神圣的居所来容纳阿努纳奇自己。在地球上，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尼比鲁的统治制度，他们会选择一个人类来接受王冠和权杖。通过他，阿努纳奇的启示将会传达给人民，以增强他们的能力并扩大他们的劳动范围。为了确保人类会持续效忠于阿努纳奇，他们建立了神圣的神龛，并设立祭司阶层。这些祭司会直接侍奉和崇拜阿努纳奇，并将他们视为神圣和卓越的存在。此外，这些祭司还将接受秘密知识的教导，其目的是向人类传递文明，从而建立起一个人类自己的文明。在这个伟大的计划中，阿努纳奇展现了他们古老的智慧，以及认识到人类在各方面的潜力。他们的意图很清晰，引导人类走向宏伟的未来，分享秘密和指导，使人类能够走上发展和繁荣之路。因此，他们决定创建4个区域，其中3个是为人类而设，而其中1个则是留给阿努纳奇自己。他们把第1个区域建在古老的伊甸之地，这个区域由恩利勒家族掌管。然后，在2条海峡之地建立了第2个区域，这些土地由恩基氏族所负责。而第3个区域则划分给了圣女伊南娜，那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不与其他2个区域接壤。最后，他们确定了第4个区域，专属于阿努纳奇的，位于天地纽带之地的半岛。在4个区域和人类文明的命运决定之后，阿努提出了关于他的孙子马尔杜克的问题，坦言他想再见马尔杜克一次。阿努回想起，因为他的决定，杜穆奇德和宁吉什奇达被带到了尼比鲁。他想知道马尔杜克的愤怒是否是由他引起的，因此阿努希望重新考虑对马尔杜克的惩罚。恩利勒回答道，当您到达大洋彼岸的土地时，我们将通知马尔杜克与您见面。马尔杜克正在那片荒芜的土地上徘徊。阿努同意了。出发之前，阿努和安图一同参观了伊甸园，然后他们穿过埃利都，经过尼比鲁基，这样他们可以了解到各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
然而，恩利勒则向阿努抱怨哥哥恩基把 ME 留给了自己。王座上，阿努赞扬了恩基。阿努说：“我的儿子已经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宏伟的住所，在这个平台上，环绕和服务他的人将得到很多的知识。现在 ME 中的秘密知识必须与其他的阿努纳奇分享。”恩基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尴尬，承诺会与所有人分享阿努的神圣知识。接下来的几天里，阿努和安图乘船游历了其他地区。在第17天，皇室夫妇回到了乌努基。第二天，年轻的阿努纳奇站在阿努和安图面前，寻求他们的祝福。在这段时间里，阿努接见了伊南娜，他拥抱并亲吻了她，然后说：“我宣布，这个地方在我们离开后，将作为嫁妆赠给伊南娜，将探索地球的宇宙飞船作为礼物送给她。”伊南娜兴奋地开始唱歌跳舞，唱着赞美阿努的颂歌。告别了阿努纳奇，阿努和安图启程前往海洋的彼岸。恩利勒、恩基、尼努尔塔和伊什库尔陪同他们一起前往这片黄金之地。为了给国王阿努留下巨大的精彩印象，尼努尔塔在那里为阿努和安图建造了一个住所。完美切割的石块表面镶嵌有闪闪发光的金子。住所建在边缘的大珊瑚上，阿努和安图可以观看到金块的收集过程。满意之后，阿努说：“这里的金子足够了，可以应付很长很长的夏尔时间。”然后，尼努尔塔向阿努和安图展示了一个人工土丘，他解释了这个金属熔炼和提炼场所的建造程序，还展示了如何从石头中提取金属。这个地方被称为阿纳克，这个大湖被命名为阿纳克湖。阿努和安图开始乘船航行，在船上，他们可以看到北方远处的土地上有巨大长角的动物。随后，马尔杜克出现在父亲恩基和祖父阿努面前，他的儿子那不就站在他的旁边。恩基问道：“萨尔帕尼特呢？”马尔杜克摇了摇头，悲伤地讲述了妻子的死亡。现在，只有那布和他一起相依为命。阿努将马尔杜克紧紧拥抱在怀中，说：“你已经受够了惩罚。”接着，阿努走近，将右手放在马尔杜克的头上，祝福了他。这样，马尔杜克得到了宽恕。所有人都聚集在一片金色的平原上，阿努和安图站在天体飞船下面，飞船上装满了金子，把整个飞船映成了金色。是时候启程了。告别时，阿努道：“让命运自己来回答吧。如果地球人注定要继承地球，那就把地球留给他们，向人类提供知识，教导他们公正和正义的法则，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授关于天地的秘密。”阿努拥抱并亲吻了每个人。装着金子的天体飞船从地球升向了天空。为了纪念阿努的到访，阿努纳奇决定开始用另一个时间技术。这个技术是根据地球的年份，而不再用尼比鲁的夏尔来计算。这个技术始于公牛时代，这是恩利勒的时代。马尔杜克率先打破了寂静，他的话语充满了愤怒。这个新的天地纽带之地是什么？在我流放期间发生了什么？而我一无所知。马尔杜克要求解答。恩基走近，告诉马尔杜克关于4个地区的计划。此刻，马尔杜克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他质问道：“为什么是伊南娜？是她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杜穆奇德，她竟然还能获得领地。”恩利勒则说：“决定已经做出，不会改变，你急也没用。”随后，各自乘坐自己的飞船回家。临走时，恩利勒只是伊什库尔留下来看守黄金。当阿努纳奇的领袖们抵达了第一个文明区伊甸园时，他们开始教导地球人类如何制作粘土砖、建造城市。人类开始为阿努纳奇创造宏伟的神圣住所，人们称这些地方为神殿。作为高等领主和神明，阿努纳奇被地球人类奉为神，受到尊崇和崇拜。阿努的命令得到了遵循，人们开始用数字称呼那些伟大的阿努纳奇。天神阿努被分配的数字是60，恩利勒被赋予数字50，恩利勒的长子尼努尔塔获得了相同的数字50，主神恩基占据了40的位置。恩利勒和宁加勒之子南纳尔获得了数字30，对于南纳尔的儿子和继任者乌图获得了20的位置。其他阿努纳奇领袖的儿子们则获得了10的数字等级，
5的等级则由阿努纳奇女性和他们的配偶共享。人类与阿努纳奇之间开始了共存，神庙扩建，城市也在不断发展。在埃利都和尼比鲁基的神庙建造之后，拉格什的吉尔苏地区也得到开发，尼努尔塔受命负责该地区。这个地方的神庙被命名为恩尼努，意为50之屋，是尼努尔塔和他的妻子巴乌的神庙。伟大的黑色天空之鸟就在这里。恩尼努受到了最高猎手和最高击打者的保护，这是阿努留下的武器。新的希帕尔建在洪水后的泥土上，乌图和他的妻子阿亚的住所就建在新希帕尔的天空上，那就是闪耀之屋埃巴巴。在那里，乌图为人类颁布了正义的法律。在其他地方，因为无法提供建设所需的泥土，古老的计划只能搁置，无法延续，于是只能选择新的地方。在舒鲁巴克附近建造了阿达卜，被称为援助和疗愈的知识之屋的神庙，那是宁玛的住所。宁玛在那个圣殿中归档了包含地球人创造信息的 ME， 也为南纳尔建立了一座城市，有直街、码头和运河。这座城市被称为乌里姆，后来被称为乌尔。在乌尔内，寺庙被称为王座之种之屋，月光映射在上面。伊什库尔返回了北部的山地地区，在那里建造了另一座寺庙，被称为7重风暴之屋。伊南娜接受了阿努给他留下的礼物乌努基，后来被称为乌鲁克。马尔杜克和纳布则留在了埃利都，就在伊甸的城市里，而他们都没有自己的领地或者寺庙。在第一区域即伊甸之地的区域内，阿努纳奇开始向人类教授技能和手艺。田地种满了粮食，船只在河流中来来往往，羊圈和谷仓也都非常充盈，繁荣填满了大地。而后，第一区域被命名为苏美尔，后来被称为高耸的守望者之地。然后，阿努纳奇决定，黑头人也就是地球人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城市。这座城市被命名为基斯，也就是权杖之城，就像在尼比鲁的王权一样。在地球上的基斯将产生属于人类的王权，在那里矗立着代表尼比鲁王权的闪亮雕塑。尼努尔塔前往埃利都与恩基交谈，请求使用 ME 以启动地球人的王权。恩基授予尼努尔塔50个 ME， 由此，尼努尔塔任命了第一位人类国王，赐予他的头衔是强大的人类。在基斯，黑头人学会了数学、数字、写作以及如何酿造啤酒。在尼努尔塔的教导下，人类开始从事铁匠工作，他们制造了轮车。随后，尼努尔塔还向地球人传授了公正的法律。歌曲和赞美之声传颂着尼努尔塔，这些赞美是为了他和他的功绩，以及那只保卫着黑色的飞鸟而唱的。这是属于尼努尔塔荣光，他荣获了弓箭手的星座。与此同时，在乌鲁克，伊南娜也在策划他的领地设施，他很期待属于自己的第3区域。但其他的阿努纳奇表示，第3地区将在第2地区完成之后建立，这让伊南娜很不满意。他注意到尼努尔塔去了埃利都，并在那里获得了王权的 ME， 因此他构想了一个计划。伊南娜派他的侍女宁舒布尔前往埃利都，向恩基传达伊南娜的拜访。恩基同意了，并命令他的宰相伊西穆德为伊南娜的到访做准备。甜美的葡萄酒、啤酒瓶和涂有黄油的大麦蛋糕被堆砌在餐桌上。伊南娜独自进入了恩基的住所，并由伊西穆德引领进入内室。伊南娜美丽动人，身披珠宝，穿着轻薄的礼服，毫无局限地展示出她美妙的身体。她迈着优雅的步伐，让长袍展示出她完美而有轮廓的曲线。恩基完全迷失在了这样的诱惑面前。他们喝了2杯甜美的葡萄酒，然后他们开始比赛喝啤酒，筹码就是 ME。伊南娜笑了，恳求恩基给他一些 ME 作为筹码。恩基完全被她的美丽迷住，将7个 ME 交给了伊南娜。这些是有关于统治和王权、祭司职务和写作，关于爱的装扮和战争的音乐和歌曲、木工、贵金属和宝石的神圣公式。在比赛中，恩基一个接一个地把 ME 交给了伊南娜，直到最后，他交出了建立文明王国所需的94个 ME。之后，恩基陷入了沉睡，
而伊南娜拿着94个 ME 快速地离开了恩基的住所，前往他的领地。当恩基醒来时，暗知大事不妙，立马吩咐他的大臣伊西穆德追捕伊南娜，把所有的 ME 都要拿回来。很快，伊西穆德就在乌鲁克附近拦截了伊南娜的飞船。伊西穆德告诉伊南娜，他应该返回埃利都消除恩基的愤怒。于是伊南娜回去了，然而此时 ME 已经不在他手上。伊南娜早已将 ME 交给了他的侍女宁舒布尔，并让他将 ME 带到乌鲁克的阿努之家伊南娜的住所。恩基气急，这小妞连岳父都敢诱惑，坚决地说：“以我的权力之名，以我父亲阿努之名，我命令你将 ME 归还。在他们归还之前，你将被囚禁在我的住所。”恩利勒听到此事，立即前往埃利都解决这件事。恩基、恩利勒和伊南娜三人聚集在一起。伊南娜说：“我有权拥有 ME， 是恩基把他们交到我手中的。”恩利勒疑惑：“这是真的吗？”恩基低声承认说：“是的。”恩利勒下令：“那么，在基斯的王权完成之时，将传给乌鲁克伊南娜的领地。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偏向自己的女儿，不是？”于是情况得以解决，乌鲁克的王权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这一消息传到了马尔杜克那里，他极度愤怒，他的愤怒无法言喻。马尔杜克说：“我已经遭受了足够的羞辱。”他大声喊道：“我要在伊甸拥有自己的城市，我要求恩利勒为我指定一座城市。”面对马尔杜克愤怒的呼吁，恩利勒出奇的平静，丝毫不理会对方。既然如此，马尔杜克只好自己给自己划分领地，反正他一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选择了一个曾被考虑用来接待阿努的地区。他的儿子纳布则召集了散布在地球各地的一级级人，为马尔杜克建造了一座神圣的城市，以及一个供天体飞船停靠的地方。然而，当马尔杜克的追随者抵达那个地点时，他们发现没有可以用来建筑的石头。于是马尔杜克教他们如何制作砖块，并将它们放入火中烘烤，使其能够用作石材。他们开始建造一座高耸入云的塔。恩利勒注意到了之后，迅速赶到了现场，用柔和的话语试图安抚马尔杜克。很显然，马尔杜克并没有理会他这个伯伯。恩利勒自然也无法阻止马尔杜克和纳布的计划。恩利勒立即在尼比鲁基召集了他的儿子和孙子，一起考虑如何制止马尔杜克。恩利勒说，马尔杜克正在建造一座未经授权通往天堂的门户，一条通向天堂的通道，还将这座塔交给了地球人。尼努尔塔说，如果我们允许这种事发生，将会影响地球人的其他事情。这个邪恶计划必须立即停止，现在，马上。显然尼努尔塔有些激动了，他不想让这个对手有一点的翻身之地。大家都同意尼努尔塔的话，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在黑夜的阴影下，恩利勒的追随者悄悄地靠近了马尔杜克的建筑区域，并对正在建设中的塔投下了火焰和硫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他们还毁掉了整个营地。恩利勒做出了决定，从现在开始，我将打破地球人的统一，混淆他们的思想。直到现在，地球人都有共同的语言，他们团结一致，互相理解。从此以后，将混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产生交流障碍。这是自从地球年份开始计数以来的第310年。于是，土地上的人们开始说着不同的语言，每个人的书写也不相同，以便他们不能相互理解。就这样，权杖之城的408年间，共有23位国王。同样在基斯，一个受人爱戴的国王伊塔纳进行了一次通往天空的旅行。按照恩利勒的决定，在指定的时间，统治权被转移到了乌鲁克。基斯里标志着尼比鲁王权的发光雕塑也被转移到了伊南娜的领地。人们为伊南娜，这位光芒四射的女神，唱起了颂扬之歌。身披华丽的服饰，深受天堂和地球的爱戴，由阿努的爱心所祝福，伊南娜受到了伟大的颂扬。伊南娜握着神秘的 ME， 他们适用于统治之冠，拥有高级祭司的转职知识。向伟大的 ME 致敬，她伊南娜是神圣而秘密公式的守护者。
这是从地球年代开始的第409年，统治权从第一地区直接转移到了乌鲁克。为了统治，神庙伊安娜的高级祭司被任命。与此同时，马尔杜克前往双峡之地，即第二地区。一旦第二地区建立起来，他就能成为那里的主宰。当他到达双峡之地时，他受到了宁吉什奇达的欢迎，后者向他解释了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宁吉什奇达告诉马尔杜克，他正在辅佐定居在这里并与地球女性结婚的阿努纳奇后裔来管理这些土地。马尔杜克很快意识到他的命令已经消失了，并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他想得到答案，他指责宁吉什奇达破坏了隐藏的神秘之物，并指责他对赫鲁斯所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赫鲁斯被迫来到一片荒芜且干旱的地方，远离了一切和亲人。两位兄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造成了骚动。马尔杜克说：“你曾篡位于我，从现在开始，你只能作为我的助手存在。如果你倾向于叛乱，你应该去寻找另一个地方。”于是，在接下来的350年里，马尔杜克和宁吉什奇达在双峡之地争吵不休。在此期间，那片土地陷入了混乱。就在这时，恩基告诉了宁吉什奇达前往的地方。恩基说：“以和平的名义，你去别的地方吧。”宁吉什奇达只好带着一群追随者前往了大洋彼岸的土地。此时，在地球年的计数中，已经过去了650年。宁吉什奇达一到新的领域，就被赋予了翼蛇的名号，他被称为羽蛇神。在新的土地上，他开始了一个新的时间技术。在双峡之地，马尔杜克的领地第二个地区建立起来。在第一地区的编年史中，它被称为马干瀑布之地，也被称为古埃及。但在第二地区的人们看来，在语言被混淆的时候，它是海姆塔，即深褐色的土地。现在，阿努纳奇称之为涅特鲁，意为守护者、守望者。马尔杜克被尊崇为光明者，开始被称为拉。开发者恩基被尊奉为帕塔。宁吉什奇达则被记忆为特胡蒂或托特，意为神圣的测量者。为了抹去兄弟托特的记忆，拉决定修改狮身人面像，提醒他的儿子奥西里斯创造一个新的形象。此外，拉改变了计数法，之前是以60为单位，现在改成了以10为单位。又通过对太阳的观察，他将一年分成了12个部分，并将托特的北方和南方城市合并成一个皇冠之城。拉在两片土地交汇、大河分流之处建立了一座权杖之城，并任命了一位阿努纳奇的后裔为国王，他就是美尼斯。他的统治始于埃及法老的第一王朝，并称这座城市为美纳内弗或孟菲斯，意为美纳之美。美尼斯让这座城市闪亮发光，以至于超越了第一地区。为了尊敬他的长辈，拉又建造了一座神圣的城市，并以尼比鲁的国王之名将这座城市命名为阿努。然后，拉又为他的父亲帕塔修建了一座庇护庙宇，在其顶端有一座高塔指向天空。在拉的神圣殿堂里，他将天体飞船的上半部分放在了那里，被称为本本。拉就是通过这艘飞船从遥远的尼比鲁星旅行而来。在新年的那一天，国王将兼任大祭司执行仪式，只有在那一天，拉才会进入星之房间，在本本前摆放祭品。帕塔兴奋不已，为了造福第二地区，他把各种各样的神秘物品献给了拉，父子俩变得更亲近了。帕塔问他的儿子拉：“我知道的，你不知道吗？”于是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知识给拉，只有复活死者的知识除外。帕塔向拉献上了白羊星座，从而使拉成为12位众神之一。帕塔调节了哈皮大河的水流，为拉和他的人民提供水源。土地丰饶肥沃起来，人类和牲畜开始迅速繁衍。眼看着第二地区大获成功，领袖们被鼓励着去建立第三地区。他们决定将其规划在伊南娜的领地上，如之前所承诺的那样。然后给他指定了一个天体星座。伊南娜被认为是12位伟大的阿努纳奇之一，伟大的天体众神之一。之前，他与他的兄弟乌图共享双子星座，但从这一刻起，来自宁玛的礼物——少女星座被分配给了伊南娜。此时已是地球计数的860年，而第三地区远在东方的高山之地
需要越过7道山脉。伊南娜在高地上的领地被称为扎木什，即60宝石之地，其中还有阿拉塔森林之国。他们建在一条蜿蜒的大河谷地中，人们在广阔的平原上种植谷物，饲养牲畜。在那里，他们还用泥砖建造了2座用来装成谷物的城市。根据恩利勒的命令，智慧之主恩基为第3地区创造一种改良语言和新的书写符号，这是一种人类不知晓的语言。然而，第3地区并未获得文明领域的 ME。恩基表示，之前伊南娜用不光彩的手段已经得到了，作为他自己领地上的第3区域将不再提供相关的 ME。而后，伊南娜任命了一个牧羊人首领为第3区域的国王，他与他心爱的杜牧奇德有许多相似之处。伊南娜乘坐飞船，飞越山脉和山谷，不断地往返与乌鲁克和阿拉塔之间。原来，他非常喜欢扎木什的一种珍贵的石头纯净的青金石，并将其带到了乌鲁克。此时，乌鲁克的第2任国王恩梅尔卡扩大了乌鲁克的疆界，他渴望阿拉塔的财富，并计划成为阿拉塔地区的主权者。于是，恩梅尔卡派遣使者前往阿拉塔，要求将财富作为贡品上缴。使者翻越7座山脉，穿过干旱的土地，然后在暴风雨中前进，从乌鲁克到达了阿拉塔。在阿拉塔国王面前，使者传达了恩梅尔卡的话语，他逐字逐句地重复，但是阿拉塔国王无法理解他的语言。然后，阿拉塔国王给了他一根刻有信息的木权杖，要求乌鲁克与阿拉塔分享他们的 ME。为了和平，还送上了一份皇家礼物，不过是几头驴和几车谷物。不过，当恩梅尔卡收到带有铭文的木权杖时，他也无法理解其中的信息。他把木权杖从光明带到阴影，再从阴影带回光明。这是什么木头？他好奇地问道。然后他命令将它种在王宫的花园里。5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权杖上却长出了一棵树。恩梅尔卡转向他的祖父乌图：“我该怎么办？”乌图代表恩梅尔卡向尼萨巴请求帮助。于是尼萨巴教会恩梅尔卡用阿拉塔的语言在粘土板上刻下他想要说的话。名叫班达的使者带着粘土板来到阿拉塔王宫，上面的信息显示着屈服或战争。面对这个消息，阿拉塔国王面无表情地说：“伊南娜并未抛弃我们的王国，所以阿拉塔绝不屈服。如果乌鲁克想要战争，那就来会一会我们英勇的战士吧，让战争开始。”不过，阿拉塔国王后来一想，战争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于是他表示让2国和平地交换财宝，乌鲁克需要用他们的 ME 来换取阿拉塔的财富。于是，使者班达又走上了回城的道路，携带着不同的消息，既不是屈服，也不是战争，这是一个和平的消息。但在回程路途中，班达突然病倒在地，病得很重，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同伴们试图复活他，但徒劳无功。班达的尸体被遗弃在胡鲁姆山上，就暴露在空气中，以至于乌鲁克并没有得到阿拉塔的财富，阿拉塔也没有获得乌鲁克的 ME。 在第3地区，文明的人类并没有迎来和平。与此同时，伊南娜渴望拥有更多的领土，并遗忘了那些被托付给他的领域。他因失去爱人的空洞内心无法被填满，变得开始失去理智。尽管他在乌鲁克拥有阿努的王宫以及第3地区的领土，但这对他来说仍然不够。伊南娜心神不定，他不断地在乌鲁克和阿拉塔之间旅行。他仍在哀悼他心爱的杜牧奇德的死亡，他对爱的渴望依然难以满足。在一天夜晚，他在幻想和梦中看到了杜牧奇德，他的形象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说着：“我会回来的。”然后杜牧奇德向他承诺了他在2个山脊之地领域的荣耀。为了追求梦中的预兆，伊南娜在乌鲁克建了一座名为吉古努的屋子，那是一个夜间愉悦之家。年轻的英雄们会在婚礼的夜晚来到吉古努，在这里他们能够享受到甜蜜的言辞和爱抚的诱惑。伊南娜向他们承诺了美好的未来，把他们想象成杜牧奇德。第2天早上，年轻的英雄们早已死在了他的愉悦之床上。就在此时，使者班达竟然活着回到了乌鲁克。伊南娜尖叫道：“这是个奇迹！
一个奇迹。原来班达是他兄弟乌图的后代。伊南娜明白这个奇迹的力量已经赐予了他和乌鲁克地区。伊南娜认为班达就是他心爱的杜穆齐德。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伊南娜呼唤着他心爱的杜穆齐德。与此同时，穿着腰带和外袍在家洗澡的班达莫名的就来到了伊南娜装饰着鲜花的床上。夜晚结束，早晨敲门而来，班达竟然还活着。伊南娜欢呼：不死之力已经掌握在我手中，我将得到永生。然后伊南娜给自己起了女神的称号。伊南娜的父母南娜和宁加勒对她的宣言并不满意，恩利勒和尼努尔塔对伊南娜的言论感到困惑，就连他的兄弟乌图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恩基和宁玛讨论了这件事，死人复活，这是不可能的。在苏美尔的土地上，人们为自己的幸运感到自豪。地球人说，神奇就在我们中间，他们能够战胜死亡，赐予永恒的生命。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在乌鲁克，卢加尔登上了王位，继承了他父亲恩梅尔卡的位置。他的称号是伟大之人。卢加尔与南娜和宁加勒的后代被称为8月宁松的宁松女神结合，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吉尔加美什。之后，吉尔加美什登上了乌鲁克的王位。随着岁月的流逝，吉尔加美什一直在研究生和死的奥秘。他向他的母亲宁松请教了这个问题。他询问为什么他的祖先会死去，难道他们不是阿努纳奇的后代吗？吉尔加美什问道：神奇会死吗？而我作为2/3的神奇，我会像凡人一样死去吗？宁松回答道：只要你在地球上，你将遵循所有地球人的命运，死亡的阴影一直会笼罩着地球人。但如果你被带到尼比鲁，或许你将在那里获得长寿。宁松请求指挥官乌图将吉尔加美什带到尼比鲁，虽然他没有得到答复，但宁松依旧坚持不懈地每天恳求乌图。最终，烦不胜烦的乌图只好同意了妹妹的请求。而宁玛和恩基也为吉尔加美什创造了一个替身，他的名字叫恩基杜。他并非出生于子宫胚胎，身上也没有血液流动。恩基杜与吉尔加美什一起前往着陆地点，不过那里有一只喷火的怪兽守护着，阻挡任何人类的进入。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不久后，英雄们就成功地击败了怪兽，将它撕成了碎片。不过，当他们寻找到通往阿努纳奇隧道的秘密入口时，又遇到了另一个守护者，一头天空之牛，是恩利勒的创造物。两人不敌，只能往回逃窜，而这头牛竟紧追不舍地跟着两人来到乌鲁克的入口，在城墙前借助英勇的士兵恩基杜击败了这只怪兽。当恩利勒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很痛苦，他的悲伤声传到了阿努的天堂。恩利勒心中非常清楚，这是一个不祥之兆。由于杀死了天空之牛，恩基杜被处以水刑，将他淹死在水中。而吉尔加美什在母亲宁松和舅舅乌图的帮助下才幸免于难。吉尔加美什依旧不死心，仍然寻求尼比鲁的长寿。乌图允许吉尔加美什继续前往太空船之地。经过许多挑战后，吉尔加美什终于找到了迪尔蒙，这是阿努纳奇的秘密和禁地第4地区。在那里，通过地下通道，吉尔加美什找到了一座珍贵的宝石花园，还意外地遇上了奇乌苏德拉。奇乌苏德拉与吉尔加美什分享了洪水的事件，并向他透露了长寿的秘密。奇乌苏德拉说，花园中有一种植物，生长在井中，这种植物能让他和他的妻子不受衰老之苦。这种植物与地球上的其他植物不同，可以使一个人完全恢复活力和力量。而这份礼物是恩基在救赎之山上赐予他的，并得到了恩利雷的祝福。为了追求长寿，吉尔加美什趁着奇乌苏德拉和他的妻子入睡的时候，给自己脚上绑上石头，潜入水中。他抓住了长生植物，将它从深处连根拔出。最后，他把这株植物放在袋子里，匆忙穿过秘密的通道，回到了乌鲁克。因为旅程劳累，吉尔加美什陷入了沉睡。在沉睡之中，一条蛇因长生植物的香气所吸引，并偷走了它，带着它消失了。第二天醒来的吉尔加美什意识到长生植物的失窃，他坐下来暗自懊恼。
空手回到乌鲁克的吉尔加美什，不得不迎接他作为凡人的命运。在吉尔加美什之后，乌鲁克又产生了7位国王，这是发生在乌努基土地上的故事，后来在圣经中称为以列克，是英雄和半神的地狱。此时来到地球纪元的1000年，第一地区的统治权被转移到了乌尔，那是南纳和宁加勒的城市。在第二地区两河之地，拉密切关注着一切动态，他注意着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他观察了人们对伊南娜的意象和梦想的评论，言谈中透露出伊南娜对杜牧齐德归来的期待。伊南娜对他所拥有的一切不满足，他策划更多，等待着杜牧齐德的归来，以实现他的强大和梦想中的统治。由此，拉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必须要采取行动来阻止伊南娜，毕竟两人如今拥有不可调和的仇恨。拉决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力量，创造一系列事件，挑战伊南娜的野心，恢复稳定。他知道伊南娜的野心可能会破坏阿努纳奇人和各个地区之间的微妙平衡。他还理解伊南娜对权力的追求和操纵事件的潜在后果。拉与他的追随者开始策划一系列事件，包括操纵梦境和意象，传播谣言，并影响各种情况的结果。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转移伊南娜的注意力，阻碍他的计划，阻止他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随着错综复杂行动和反应结果的展开，也加剧了阿努纳奇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微妙的权力平衡进一步受到压力，不同地区的命运悬而未决。伊南娜敏锐而狡猾，感觉到了他的计划变得越来越复杂。他意识到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操纵这一切，他决定重新寻找掌控自己命运的方法。阿努纳奇人之间权力、影响力和个人欲望的斗争继续进行。拉采取的每一步行动，在相互关系和野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中产生了涟漪效应，塑造了古老土地上的事件进程。为了对抗伊南娜的扩张计划，拉决心寻找关于死亡、复活和永生的答案。能够赐予生命的神明的观念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因此拉自称为一个强大的神。拉说，如果永生已经赐予了其他人类，那么他掌管地区的国王也能拥有永生，让第二地区埃及和努比亚地区的国王接受祝福。拉决定让涅特鲁的后代前往尼比鲁，在另一个生命中，在他们超越生命的旅程中，在来世中旅行。于是拉教导国王们如何建造面朝东方的陵墓，他亲自为祭司文士们口述了一本长篇著作。书中详细描述了在另一个生命中的旅程，超越生命旅程的细节，详细描述了死后的旅程。这本书讲述了如何到达杜阿特，即天上飞船的地方，也是指古埃及的冥界。杜阿特是埃及对西奈半岛的第4地区的称呼。然后他又教导了如何通过天梯升上天堂，前往不朽之星。他指出应该从生命之树饮用返老还童之水，直至饮足为止。他解释了众神降临地球的事情。拉向祭司们阐述了有关众神的知识。他告诉他们黄金是生命的辉煌。他说黄金是众神的肉体。然后拉示范了如何获取黄金，并表示应该派遣远征队前往阿布祖和下界获取黄金。在君王拉和指挥官的武力下，征服了并非属于他们的土地。拉侵略了其他兄弟们的领土，他们向马尔杜克的父亲及古埃及中的帕塔抱怨。帕塔与儿子拉进行了交谈，但此时的拉早已不是当年的马尔杜克了，并没有听从他父亲的劝告。他内心的计划是成为4个区域的统治者。在他父亲面前，拉坚定不移地宣称：地球是我的，我将统治整个星球。在乌鲁克的统治权转移到乌尔之后，人们欢欣鼓舞地朝他们微笑。作为数字30的位阶，月神南纳尔受到了崇拜。他规定每年有12个节日，每个节日对应1个月亮月份。他为12位伟大的阿努纳奇之一的每一位都专门规定了1个月份。于是这一传统在第一地区传播开来，适用于阿努纳奇众神。圣殿和寺庙被建造起来，人们可以直接向自己崇拜的神祈祷。文明开始从苏美尔第一地区传播到其他邻近的土地。在人类城市中，当地的统治者会被任命为正义的牧羊人。工匠、农民、牧羊人和织工
可以在整个领地交换产品，公正的法律被颁布，贸易、婚姻和离婚合同得到尊重。年轻人在学校里学习，抄写员记录赞美诗、谚语和传承智慧。丰富和幸福在大地上扩散，同时争端和侵略也悄然发生着。伊南娜乘着他的天体飞船，不停地在各地穿梭。他与乌图欢愉，还前往他叔叔伊什库尔的领地。伊南娜喜欢称呼伊什库尔为杜杜，意为心爱的人。在飞行中，他发现居住在2条河流之间平原上的人们的语言悦耳动听，他很快就学会了这种语言。他们给了伊南娜起了伊西塔尔这个名字，这是他们语言中表示拉哈姆行星的名字。在那些人的语言中，伊什库尔被称为阿达德，南纳尔被称为星，乌里姆城当时被称为乌尔，与我们现在所称的相同。恩吉被称为苏美尔，是守护者之地，明亮的太阳乌图被称为沙马什，而恩利勒则被称为富恩利勒，尼比鲁基被称为尼普尔。所有这些都有鲜明的对比和显著的差异。在第2区域，拉并不允许多样性，因为他渴望独自统治。拉宣称自己是天堂最古老者，是地球上的长子，来自最早的时代。他下令以这种方式唱赞美诗，他希望祭司们称呼他，并以此来了解他。永恒之主，制造永恒的存在，主持所有神奇，没有相等者的伟大，独一无二。拉宣布：我是拉，我高于所有其他神奇。然后他将自己的力量和属性归于自己。拉继续说道：我像恩利勒，拥有统治和法令；我像尼努尔塔，擅长锄头和战斗；我像阿达德，知晓雷电和雷鸣；我像南纳尔，照亮夜晚；如同乌图，我就是沙马什；如同尼尔加尔，我统治下界；如同吉比尔，我了解黄金的属性，从那里出产铜和银，正是我发现了它们；如同宁吉什奇达，我指挥着数字及其技术。天空述说着我的荣耀。在这些宣言中，所有的阿努纳奇领袖都懵了，他们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兄弟是不是疯了，决定去找帕塔。尼尔加尔则将他的担忧传达给尼努尔塔。帕塔询问拉发生了什么。你的声明前所未闻。拉说，父亲是天空，天空在说话，并且在谈论我的至高无上。拉继续说道，天空中天牛恩利勒星座的象征被他自己的后代所杀。天空中白羊座时代，我的时代即将到来，预兆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帕塔从埃利都的住所出发，观察了12个星座的循环。在春天的第1天，也就是1年的开始，人们仔细观察了日出。那一天升起的太阳位于金牛座的星群中。在尼普尔和乌尔，恩利勒和南纳尔也进行了同样的观察。在下界遗弃之地，尼尔加尔表示，白羊座的时代还很遥远，现在仍然是金牛座的时代，属于恩利勒的金牛座。在他的领地中，拉没有放弃他的主张，他得到了儿子纳布的全力支持。拉派遣使者到不属于他的领域，宣布白羊座时代的来临。阿努纳奇领袖们请求宁吉什奇达教导人们如何观察天空。于是宁吉什奇达用他的智慧构思了石质建筑，尼努尔塔和伊什库尔帮忙建造了它们。在各地，他们教导人们如何观察天空，向人们展示太阳仍然升起在金牛座。此时阿努纳奇这些众神却依赖于人类的支持。恩基以关注和伤感的心情观察着，他思考着命运是如何被扭曲的。在第1区域，阿努纳奇决定将各地统一起来，由一个领袖统治，他们渴望一位勇士国王。于是将这个任务指派给了伊南娜，去寻找适合这一职位的人选。伊南娜向恩利勒推荐了一位他在旅行中发现并爱上的勇士。他是一个4个卫队指挥官的儿子，他的父亲叫阿尔巴卡德，母亲是一名高级祭司。恩利勒将权杖和皇冠交给他，他被赐名为萨尔贡一世，正义的摄政者。与尼比鲁一样，一个新的皇冠城市被建立起来，以统一各地。这个城市叫做阿卡德，意为统一之城，它距离基斯不远。萨尔贡统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领土，恩利勒赋予了他的权力，伊南娜带着武器和战士一起帮助他。
从海下到海上的所有土地都听从萨尔贡的掌管，因此他把所有的军队都驻扎在第4区域的边界，以保护他。而拉则一直观察着伊南娜和萨尔贡的行动，谨慎成为当下的主题。萨尔贡采取了大胆的举措，他前往拉试图建造通往天堂的塔的地方，并宣布那是一个属于阿卡德的神圣之地。他在那里树立起代表尼比鲁王权光辉的天体物体。愤怒的拉带着那布和他的追随者赶往第1区域，并说：“我是这个神圣之地的唯一拥有者，我将建立通往天堂的门户。”拉激烈的表态，并让他的追随者在塔的地方筑起堤坝和城墙。他们为拉建造了一座新的住所，它被称为埃萨吉尔，是至高神的住所。那布将其命名为巴比伦，神的门户，伊甸之星。因此，拉定居在了第1区域的中心，伊甸之星。由此，伊南娜无法遏制的愤怒，他开始武装起来。他的追随者袭击了拉的追随者，人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尼尔加尔前往巴比伦，见到了拉，他请求拉为了人民的利益离开巴比伦。尼尔加尔邀请拉去观察天空，拉竟然同意离开。然后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观察天象。马尔杜克被第2区域的人们称为拉，但由于他常年未归，于是获得了另一个名字阿蒙，意为隐藏者。这段时间，伊南娜平静了下来，仔细观察了萨尔贡的2个儿子。后来，萨尔贡的孙子纳拉姆辛登上了阿卡德的王位。在那个时候，恩利勒和尼努尔塔离开了第1区域，他们前往了海洋之外的地方。第2区域，拉也不在那里，因为他去观察天象去了。因此，伊南娜看到了一个机会，想要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伊南娜命令纳拉姆辛夺取所有的领土，他只是国王进攻古埃及和梅鲁哈、努比亚，这些都是马尔杜克的领土。在那个时候，纳拉姆辛犯了跨越第4区域的亵渎之罪，率领地球人军队入侵了古埃及，试图进入神圣的埃库尔，那是一座像山一样的神庙。恩利勒对他的亵渎和违反行为感到愤怒，然后他向纳拉姆辛和整个阿卡德释放了诅咒。最后，纳拉姆辛死于蝎子毒，并且根据恩利勒的法令，阿卡德也全部被毁灭。此时是地球历法1500年。在第2地区，拉的领地中的王权分崩离析，混乱和野心找到了机会。在阿卡德被摧毁之后，第1地区也出现了混乱和困惑。众神面前，城市逐渐开始由人类统治和管理。乌鲁克、拉格什、乌尔和基斯、伊辛和其他更遥远的地方，王权都在改变。恩利勒寻求了阿努的指导，并将王权交给了南纳尔。因此，第3次王权在乌尔重新确立。为了统治，南纳尔选择了一位公正的人类牧羊人，他就是乌尔纳姆。乌尔纳姆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他在领地上建立了平等，结束了暴力和战斗，繁荣再次降临在大地上。就在那个时候，在一天夜晚，恩利勒做了一个梦，与恩基曾经看到的一样，恩利勒也看到了一个画面。那是一个像天空一样明亮辉煌的男人，他站在恩利勒的床边。当他走近时，恩利勒认出了加尔祖，那个白发苍苍的人。在他的左手中握着一块青金石片，上面绘制着星空。星空被12个星座的标志所分割，恩利勒能够辨认出来。加尔祖做出了改变的手势，公牛的标志暗淡了下去。加尔祖3次指向了白羊座。在梦中，加尔祖对恩利勒说道：“仁慈与和平的正当时机将会被邪恶和流血所取代。马尔杜克的公羊将会取代恩利勒的牛，将占满3个星空区域。自封为至高神的他将在地球上夺取至高地位。根据命运的旨意，前所未有的灾难将会发生。就像洪水时代一样，必须选择一个公正而有价值的人，通过他和借助他，将他的后代保留下来，继续人类的文明。这是创造万物之主的旨意。”当恩利勒从梦中醒来时，床边并没有青金石片。恩利勒在想，这是天上的神谕，还是我心中的幻想？恩利勒自问自答。他将这个信息隐藏在了自己心中，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甚至连妻子宁利尔都不知晓。在神庙尼比鲁基的祭司中，
恩利勒询问天文学家提尔胡，也被称为他拉。他是伊布鲁和阿巴卡德的后裔，是神庙尼比鲁基的第6代祭司，并娶了乌尔国王的女儿。恩利勒对他拉说，前往乌尔的南纳神庙，从那里观察天上的时间。72个地球年是一个天体时段的计数，仔细记录其中3个时段的经过。他拉前往南纳神庙，而马尔杜克则还在陆地上旅行。马尔杜克的目的是获得追随者，向他们宣扬自己的至高无上。在海上的土地上，苏美尔的边疆地区，马尔杜克的儿子纳布也四处奔波，激发人们去占领第4区域。在东方和西方的人民中间，冲突不断发生。各国的国王组织了军队，商队停止了来往，高耸的城墙开始拔地而起。恩利勒密切关注着一切，非常仔细地观察着。他意识到加尔祖所预言的正在发生，他认识到他应该做出决定。恩利勒仔细审视了他拉和他的儿子们，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血脉。从他们之间应该能选择出一个由加尔祖任命的人。没有透露他的梦境幻象，恩利勒对他的儿子南纳说，在2河之间的土地上建立一座以乌尔为灵感的城市，这将是远离乌尔的家园，它将属于你和宁加勒。在其中心，你必须建立一个圣殿庙宇，让他拉成为其高级祭司。于是，南纳在阿卡德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哈兰城，并让他拉和他的家人在其神圣的庙宇中担任高级祭司。与此同时，苏美尔第3王朝的乌尔国王乌尔纳姆去世，永远埋在了西部土地的尘埃中。随后，舒尔吉掌权成为乌尔国王，他有着勇士的灵魂，对战斗有着强烈的渴望。在尼比鲁基，他自封为高祭司，还想染指伊南纳。他把那些不服从南纳尔的山地战士纳入了他的军队之中。舒尔吉率领军队，无视任务控制中心的神圣性，入侵了西部的土地，踏足第4区域，并宣称自己是4个区域的统治者。恩利勒愤怒了，迅速与哥哥恩基碰了面。恩基说：“你这地区的统治者已经越界了。”恩利勒反驳说：“马尔杜克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恩利勒又将注意力转向了他拉。他拉有一个长子，名字叫伊布鲁，乌姆也被称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位勇敢且精通神秘学的王子。恩利勒命令亚伯拉罕保护神圣之地，允许使用天上的战车。亚伯拉罕一离开哈兰，马尔杜克便到达了这里。马尔杜克也注意到了恩利勒领地统治者的亵渎和侵犯，他注意到了这是一个新时代和新秩序的前奏。于是，在苏美尔领土的边界上，在哈兰，马尔杜克计划着他的最后一次战争。自马尔杜克抵达哈兰已经过去了24个地球年，然后通过神庙的神谕信息，他知道时机已经到来。马尔杜克眼中含泪，呼唤了其他的众神，所有的神。马尔杜克宣布：“哈兰的众神啊，伟大的审判者们，来了解我的秘密吧！就像我的腰带缠绕着我一样，我回忆起我的记忆，我是神圣的马尔杜克，一个伟大的神。在我的领域中，我以拉之名闻名。由于我的罪行，我被放逐到了死亡之地。我在许多土地上漂泊，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它落下的地方。我到达了伊什库尔的领地。我在哈兰生活了24年，并在其神庙中寻求神谕。我询问了有关我主权的问题。神庙的神谕告诉我，你的流放日子已经结束了。决定命运的伟大众神，让我回到我的城市，让我在我的庙宇埃萨吉尔中安居，从那里为巴比伦安排一个国王，让所有的阿努纳奇众神都聚集在我的家中，接受我的盟约。阿努纳奇众神们感到不安和惊慌。恩利勒召集了所有的阿努纳奇进行一次会议，大家都对这些事件感到了不安，对马尔杜克和纳布的反对立场是一致的。在伟大的神的会议中，指责不绝于耳，争吵充斥整个会议厅，阴影笼罩着每个神。恩基发言并建议说，没有人能够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接受马尔杜克的统治。但这只是恩基的话。恼怒的恩利勒反对道，如果白羊时代即将到来，让我们阻止它达到联系天地之地，让我们摧毁天地纽带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决定摧毁天地纽带之地，恩基除外。尼尔加尔建议使用竞技武器，其他所有的阿努纳奇都同意，
只有恩基再次反对。于是，地球上做出的决定被送到了阿努那里，而阿努向地球传达了同样的话语：决定已经做出。在离开之际，恩基说道：“命中注定的事情将因为你们毁灭性的决定而失败。尼努尔塔和尼尔加尔成为这个邪恶任务的执行者。”恩基虽然是唯一反对的人，但他的内心是宁静的。在恩利勒来到地球之前，正是他和阿布加尔把竞技武器藏了起来。然而，恩基并不知道恩利勒有2个秘密：加尔祖的幻象梦和竞技武器的位置。恩基不知道阿布加尔在他流放期间向恩利勒展示了竞技武器的位置。恩基无法想象他们长期停留在地球上会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恩利勒在没有与恩基接触的情况下，向尼努尔塔和尼尔加尔透露了竞技武器的位置。他告诉他们这些武器藏匿在山脉之中，并告诉他们它们位于地球的空腔内部。然后他告诉了2人如何适当地使用这些竞技武器的方法。在执行任务之前，恩利勒对他们发出了警告说，在使用竞技武器之前，必须将所有的阿努纳奇撤离出天地纽带之地，不能波及任何城市和人民。尼尔加尔驾驶着他的天车前往武器隐藏的地方，但尼努尔塔被父亲喊了回来。恩利勒想私下与他的儿子谈谈，他告诉尼努尔塔有关他的梦幻幻象和加尔祖的事情，还有关于他对亚伯拉罕的选择。恩利勒告诉尼努尔塔，尼尔加尔可能有些疯狂了，确保城市不受影响，并警告亚伯拉罕有关竞技武器的事情。与此同时，尼尔加尔已经到达了竞技武器的隐藏地点，他开始对 ME 译者柱可能只操控的设备或程序进行编程，准备使用这些竞技武器。尼尔加尔为每个武器起了一个工作名称，第一个武器他称之为无敌者，第2个是炽烈之焰，第3个是恐惧摧毁者，第4个是容山者，第5个是风寻世界之源，第6个是无上与无下者，第7个装满了毒物，他将其命名为生物蒸发器。当尼努尔塔到达那里时，尼尔加尔已经准备好一切，准备引发毁灭和湮灭。尼尔加尔渴望复仇，他红着眼说：“我将杀死这对父子，他们渴望的土地将会消失，摧毁那些罪恶之城。”尼努尔塔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兄弟，问道：“尼尔加尔，你会连同义人和不义之人一起摧毁吗？”尼尔加尔回答道：“父亲恩利勒的只是很清楚，而且我知道阿努的决定。”尼努尔塔只好默不作声，自己都已经算是个战争狂了，没想到尼尔加尔比自己更疯狂。接着2人等待着恩利勒的信号，7天7夜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马尔杜克回到了巴比伦，所有的追随者都聚集在这里。手持武器，他宣布了自己的至高无上。这正是恩利勒的意图，也是毁灭开始所必须的步骤。此时是地球纪年法中的公元前1736年，在那个命运之日，恩利勒向尼努尔塔发出了信号。随着信号，尼努尔塔前往了马修山，尼尔加尔跟在他后面，不知道在想什么。他们来到第4地区的中心，尼努尔塔从天空中观察了山脉和平原。尼努尔塔心情沉重地发出了信号，警告尼尔加尔别乱动。在高空中，尼努尔塔释放了第1枚竞技武器，马修山的山顶随之破裂，山脉的内部瞬间被融化。第2枚武器射向了天宫的位置，7个太阳的光芒下，平原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口，大地震颤并坍塌，天空变得昏暗，天宫的平原上布满了烧焦和碎裂的石块。曾经森林茂盛的平原，现在只剩下3根树干。尼努尔塔在他的黑鸟之上断然说道：“完成了，马尔杜克和那部所觊觎的土地永远被摧毁了。”然而，尼尔加尔表示他想成为毁灭者，并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获得艾拉的称号。一直存在感很低的他，现在状若疯狂，沿着国王之路，他飞往建有5座城市的绿色山谷。尼尔加尔记得那是那部皈依人们的地方。在绿色山谷上空，尼尔加尔以艾拉的名义，一个接一个地从天空中投放竞技武器。瞬间，一波毁灭的浪潮彻底摧毁了山谷中的5座城市，这片土地很快变成了荒芜之地。那些城市被火焰和硫磺摧毁，
那里的一切生物都变成了蒸汽。这些可怕的武器使山峰坍塌，封住海水的堤坝崩溃了，海水涌入山谷，山谷完全被水淹没。当水流过变成废墟的城市时，蒸汽升腾至天空。站在他的飞船上，艾拉大声喊道：“完成了！”心中的仇恨不再存在于他的心中。尼尔加尔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尼努尔塔呆呆地望着这一切，低声骂了一句：“疯子！”不过，在随后的检查中，两人预感到了不妙。散发出毁灭能量的光辉之后，天空昏暗了下来。不久之后，风暴来临。天空一团黑暗的云层中形成了漩涡，一阵邪恶的风开始吹向大地，黑暗即将来临。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消失了，黑暗笼罩了地平线。夜幕降临，带着可怕的光辉，凸显出边缘。月亮消失在一片毁灭的浓密云雾之中。第二天黎明到来时，从西方的海上而来，一股浓密的风暴开始吹起，然后那片深褐色的云层开始向东移动，朝着有人居住的土地前进。这片深褐色的云层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散发着无尽的死亡之气。从无怜悯之谷，死亡的云雾传到苏美尔的土地。尼努尔塔和尼尔加尔急忙向恩基和恩利勒发出了警报，他们宣布邪恶的风势不止，将会给所有人带来死亡。恩利勒和恩基又将警报传递给苏美尔的众神，传达了明确的信息：逃，赶紧逃！他们大声呼喊着，受惊吓的众神逃离了他们的城市，坐着飞船迅速升上了天空，也对人民发布了信息：尽快分散和躲避。地上的人民落入了邪恶之风的魔爪之下，他们的逃亡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死亡是沉默的，就像一个幽灵一样，袭击了所有的田野、所有的土地和所有的城市。死亡的风就像洪水一样吹过厚厚的墙壁，没有一扇门能挡住那股风。那些躲在房子里的人也被冲走了，他们像苍蝇一样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街道上堆满了尸体。那些幸存的人的嘴里也满是唾液和泡沫，这是死亡的征兆。邪恶之风从西向东穿越平原和山脉，摧毁了一切生命。在它经过之后，没有留下任何活物。曾经清澈的水成了毒药，田野里的一切植被都枯萎了。从南部的埃利都到北部的西帕尔无一幸免，邪恶之风摧毁了这片国土。第二个区域，巴比伦以南的所有土地也被邪恶之风吞噬，而且它很快就到达了第二区域的中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灾难的余波中，圣城巴比伦却完好无损。马尔杜克宣称，统治的地方仍然保持着正常的生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灾难之后，恩基和恩利勒一同探讨了发生的情况。恩基解释，巴比伦的幸存是为创世神意志的标志，表明马尔杜克的生位是命中注定的。恩利勒表示同意，将这一结果归因于创造者的意愿。随后，恩利勒揭示了那个梦境和加尔祖的预言。恩基质疑道：“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为什么没有阻止使用毁灭武器呢？”恩利勒以痛苦的语气说：“兄弟啊，原因很简单，在你抵达地球后，每次任务受阻，我们都找到了克服障碍的方法。正是这样，地球人类的创造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但这也导致了无数的不良后果。当你了解了天文周期并分配了星座之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他继续解释说，在这个阶段，我们都在努力维持我们的权利和领地。然而，加尔祖的预言揭示了马尔杜克将在天文周期的新纪元中升至统治地位。我选择不干预毁灭武器的使用，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时局的必然结果。虽然我们的决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但它也为新秩序的建立铺平了道路。恩基听后叹了口气，他明白恩利勒的解释，尽管如此，他仍然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忧虑。谁能预见命运的安排？谁又能分辨出我们选择的命运和我们无法避免的命运呢？谁宣布虚假的预言？谁又能做出真实的预言呢？正因为如此，恩利勒决定将加尔祖的话隐藏在自己心中。他需要知道，那位创造者使者的话是否真实，还是只是他的错觉。因此，恩利勒告诉自己，该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吧。等气氛舒缓了些后，
恩基说道：“第一地区已经成为一片荒凉，第二地区也陷入了混乱，第三地区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天地纽带之地也不复存在。”恩利勒说：“所以这就是创造者的意愿，这就是我们在地球上使命的结果。这也正是由于马尔杜克的野心而播下的种子。就让他收获他所种下的果实吧，将属于尼努尔塔数字50的位置授予马尔杜克，让马尔杜克宣布他在这些荒凉地区的至高无上。至于我和尼努尔塔，我们将不再阻拦他，我们将前往大洋彼岸的土地。至于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除了为尼比鲁获得黄金，我们将继续直至完成我们的任务。”恩基仔细聆听着，然后他说：“也许如果没有使用竞技武器，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恩利勒笑了笑，摇头回答说：“如果我们没有理会加尔祖的话，直接回到尼比鲁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在阿努纳奇人组织第一次叛乱时就停止在地球的使命，又会怎么样？”两人思索着，这一切只是如果，然而现实是没有如果。恩基说：“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你也做了你该做的事情。过去是无法撤销的，这里面难道就没有教训吗？地球上发生的事情难道不是尼比鲁上的反应吗？过去是未来的轮廓吗？以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创造出来的人类，难道不会重复我们的成就和失败吗？”恩利勒保持沉默。当他站起来准备离开时，恩基伸手拦住他，说道：“让我们以兄弟的方式相互问候，以同伴的身份面对在一个陌生星球上的众多挑战。”恩利勒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伸出手臂将哥哥拥入怀中。恩基问道：“我们还会相见吗？”恩利勒反问道：“加尔祖是对的吗？我们返回尼比鲁真的会死吗？”说完，恩利勒就转身离开了。恩基独自一人留在那里，只有他的思绪陪伴着他。他坐了下来，反思着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以及一切是如何展开，直到现在。在他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许多疑问：一切是命中注定，还是命运由这样或那样的决定所铸就的？他思索着，如果天地是由一个个周期调节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否可能再次发生？过去是否是未来的关键？地球人是否注定要延续阿努纳奇的道路？地球会重复尼比鲁所经历的吗？最早到达的人应该是最后离开的人吗？在思考的冲击下，疑虑使他麻木不仁。最后，恩基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自言自语地说：“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需要被记录下来，从尼比鲁的开始到如今的地球，并且在后人的时代，命运所选择的时刻，地球人可以阅读的这份记录，回顾过去，以理解未来的预言，让未来来评判过去。”因此，恩基等待适当的时机，在大灾难后的第7年第2个月的第17天，他召集了2名使者，一位是文士乌德巴尔的儿子，另一位是来自埃利都的大文士恩杜巴萨尔。恩基告诉使者，他们应该乘一艘小船，将他所选择的人带到马干之地，古埃及，那里有大门，位于马干河的中央。然后在那里，恩杜巴萨尔将在40个日夜之内，把所有的信息记录在14块泥板上，并附上他自己的见证。因此，恩杜巴萨尔那些在埃利都毁灭时幸免于难的幸存者之一，受到了恩基的祝福，得到了长寿的祝福。通过恩杜巴萨尔的双手，恩基大人的话语被记录在了这14块板上，没有丝毫的遗漏，没有隐瞒一个字。他的话语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直到未来。最终，我们找到了这个故事。到此，传奇故事已经完结。基于撒加利亚·西芹的《恩基失落之书》，阿努纳奇的故事也告一段落。由衷的感谢您的观看。